被陈妃背叛，皇上恨不得将陈妃挫骨扬灰，又怎么会让人带走陈妃的尸体？暗卫把棺材里翻了个底儿朝天，什么也没发现。谢景琰几乎甩袖走的。谁会盗走陈妃的尸体？先回宫复命吧。御书房，陈妃埋在哪儿的？埋在桃林。赵嬷嬷说是埋在那儿的，但灵王把坟挖开，棺材里是空的。空的？这话什么意思啊？赵嬷嬷说她是亲眼看着陈妃下葬的，但棺材里什么都没有。陈妃在下葬后，尸体被人偷了。寿康宫，太后坐在凤椅上，赵嬷嬷走上前，轻声唤道：太后，事情办完了，出岔子了。去指个坟也能出岔子？陈妃的坟墓是空的，怎么回事？赵嬷嬷摇摇头。灵王那儿，灵王可是要知道陈妃的下葬之地，才肯给西周大坝的图纸等证据。让皇上想办法吧，朝廷大事儿他不会不管。屋内沈婉在看书，谢景琰走上前：你怎么知道那是座空坟？在我的梦里，三表哥后来在桃林见桃香居，要把那座坟迁走，挖开时就是一座空坟。丫鬟告诉我母妃埋在桃林，我怕是那座，这才让陈宇去提醒你。你可知母妃被人带走，埋在何处？沈婉摇头。王爷，大皇子来了。不见。大皇子登门，连谢景琰的面都没见到，无功而返。吃过午饭，王妃，袁公公来了，袁公公是来见您的。沈婉懵了。沈婉走进去，打扰王妃午睡了。是我让袁公公久等了，不知道袁公公找我是？原以为灵王的条件很容易达到，谁想到西周大坝还未等到洪水泛滥就被人给炸毁了。皇上龙颜大怒，一定要查清楚其中到底存不存在贪墨情况。但公布保存的证据都被毁了，幸亏灵王提前做了防备，这桩贪墨案才有公之于众的一天。只是灵王的条件短时间内肯定是达不到了，还请灵王妃帮着劝劝灵王，以朝堂大事为重啊。还望袁公公能告诉我当年陈妃所犯之事。王爷没告诉王妃？我没敢问王爷。王妃见谅，陈妃之事关乎皇上颜面，太后也下了封口令，恕老奴不敢说。王爷的性子袁公公是知道的，王爷只是想祭拜一下陈妃，这个要求并不过分，却没想到会有人带走陈妃的尸体，希望皇上能准许王爷查这事儿。这事儿皇上也雷霆震怒，王爷查皇上不会阻拦的。还有就是希望皇上把陈妃生前遗物交给王爷，王爷睹物思亲也能有个念想。这也是人之常情，但皇上只怕不会答应。西周大坝会出事，王爷很早就禀告皇上知道，我有丝毫隐瞒，也交出去过备份的设计图和账册，该做的王爷都做了，已无愧于皇上和西周百姓。老奴回去劝劝皇上吧。袁公公走后，傍晚时分，小喜子公公送来一把古琴，是陈妃生前所好，收入库房。陈峰接过绿绮琴，转身送入库房，把西周大坝的设计图和账册交出去。小喜子公公带了一份回宫，剩下2份谢景琰不偏不倚，谢景英和大皇子一人一份。大皇子收到图纸有多高兴，谢景英收到就有多愤怒。王爷，侯爷让您去军营一趟。我去见岳父大人。丢下这句，谢景琰就出门了。今儿早朝，皇上将西周大坝案同时交给了大皇子和靖王查了。大皇子和靖王都查这个案子？也不能算是查同一个案子。林霜说起来，沈婉才知道今儿的早朝有多热闹。靖王的人咬定西周大坝是被西凉细作炸毁的，大皇子的人说西周大坝存在贪墨情况，是有人炸大坝毁证据，嫁祸西凉。双方争执不下，在早朝上吵的是不可开交。皇上问右相怎么看，右相说西周大坝已经不是一个案子了。既然大皇子坚信西周大坝存在贪墨，那就让大皇子负责查贪墨，而晋王认定西周大坝是西凉细作毁的，那就让晋王负责将炸毁西周大坝的细作揪出来，便分别让大皇子和晋王查西周大坝的贪墨案和炸毁案。西周大坝炸毁之后，工部说要重建，但国库一时间拨不出那么多银子来。茂国公说如今边关太平，而铁骑兵耗费巨大，暂时暂缓建制铁骑兵，以修建西周大坝为重。显然大皇子和晋王都不想铁骑兵落入平阳侯之手。建铁骑兵的钱是免死金牌换的，要是朕当初没同意，没有这笔银子，是不是西周大坝就不用修建了？西周大坝很重要，朝廷耗费巨资修建了，这才用了多久？一场洪水都还没防住就打了水漂了。沈婉坐下吃早饭，一只肉包子还没吃完。王妃，宫里传来消息，说是4天后宫里设宴，让文武百官携家眷赴宴。
为什么办宴会啊？说是为才认祖归宗的杜国公世子办的宴会。前院一小丫鬟拿着张大红描金请帖进来。王妃，刚胡杨长公主府送来一张请帖。请帖是杜承安派人送来的，为了感谢延平王世子和唐泽陆成他们的救命之恩，也为了感谢谢景琰的帮助，沈婉把请帖递给银霜，放王爷书桌上去。这边银霜退下。王妃，延平王世子和右相府程大姑娘定亲了。这一事总算守得云开。海棠翻看黄历，结果把黄历翻开，看到今天这一页上画了个圈。不是我圈的，那就是王妃画的喽。王妃怎么把这一天圈起来了？这是她好早之前圈的，因为这一天自家大表哥在护国寺救了礼部左侍郎府大姑娘，两人因此定亲。沈婉是想自家大表哥避开这一天去护国寺，但如今自家大表哥不仅与清河县主定亲了，大表哥忙着帮朝廷和父亲组建铁骑兵，这会儿正在赶去西北的路上。大表哥和前世大表嫂这段孽缘已经断得很彻底了，已无需再放在心上啊，随手画的，没什么特别的。王妃，礼部左侍郎府姚大姑娘在护国寺出事了。姚大姑娘出什么事了？姚大姑娘下台阶时脚下一滑，从台阶上摔了下来，被翰林学士周府大少爷给救了。沈婉觉得这不是意外这么简单了，更像是人为。念在这一事他和云家没有交集的份上，希望他能有个好结果吧。傍晚时分，熟悉的脚步声方才传来。父亲找你去新营做什么？一去就是一整天。想我了，岳父大人找我去商议铁骑兵的训练事宜。那也不用商议一整天吧？果然是想我了。难得去军营，你大哥陪我私下转了转，再和你大哥还有几位将军切磋了下拳脚，就回来吃了。那你有没有受伤？只是切磋，点到为止。杜国公世子给你送来请帖，要请你和延平王世子他们吃饭。胡杨长公主和长驸马的儿子请客，这个面子肯定要给。2天后，德月楼，程毅笑道：进巡城寺也有好几日了，感觉如何？感觉都在脸上。程兄没看出来，才几日，就肉眼可见的晒黑了。看到延平王世子和唐泽他们，杜承安笑容满面。你身上的伤好了吗？已经好得七七八八了。我家世子爷才刚认祖归宗，还有许多规矩不懂，要是有什么地方做的不对，还望几位爷多包涵。兄弟之间没那么多规矩，我们说话做事都随性的很，长驸马不怕我们带歪世子就好了。怎么会呢？几位爷的品性，长驸马赞不绝口。我家世子爷能与你们交好，是世子爷的福分。可对面包间里茂国公世子脸色就不好看了。论关系，他们是表兄弟，更该亲厚才是。可和他这个表哥无话可说，反倒和延平王世子他们打成一团，有说不完的话。对面包间里笑声不绝。唐泽拍杜承安的肩膀道：下次狩猎你要不要和我们一起去？杜承安求之不得，连连点头。聊了好一会儿，小伙计都上菜了，迟迟不见陆成来。陆成怎么还没来？可能是有事耽搁了吧。又等了半盏茶的功夫，陆成才姗姗来迟。你现在才来？来的路上看到了巡城司又抓的窃贼，就去追窃贼了。抓到了吗？没抓到，那贼躲进了相姑馆，我翻墙进去，没差点把我恶心死。我没穿官服进去抓人，万一传出点流言蜚语，我爹娘能打死我，只能算了。相姑馆是京都有名的伶人馆，然而他不知道，他尽职尽责的追盗贼，自家舅舅没看见。他从后院翻进相姑馆，舅舅看见了，为免外甥误入歧途，当即就掉头去了宣平侯府。大哥这副愁容，可是府里出事了。府里没出事儿，我是为成儿来的。可是成儿犯了什么事了？成儿惹祸了？我方才出城，瞧见成儿翻墙进了相姑馆。成儿进相姑馆，这怎么可能呢？杜国公世子宴请，世子爷不是去的月楼喝酒去了吗？怎么会去相姑馆？会不会是舅老爷看错了？做舅舅的还不至于连自己的亲外甥都认错。我就知道成儿不是无缘无故抄佛经的。成儿抄佛经？自打前些日子成儿伤到脑袋，就每日抄佛经，即便住在巡城司也一日不落。成儿平常连书都不爱读，佛经那么枯燥，不是心底有事儿，他怎会如此？这事儿就先别告诉妹夫了，试着看能不能把成儿搬回正途吧。世子爷也到了娶妻生子的年纪，也该给他说门亲事了，没准等世子夫人进门就好了。可万一成儿真的，我岂不是害了人家姑娘？侯爷膝下就世子爷一个儿子，世子爷不成亲生子，
宣平侯府岂不是要断后了？我这是造了什么孽？怎么生了这么个混账东西？我愧对列祖列宗。这边宣平侯夫人心痛自责，那边陆成和延平王世子他们在划拳喝酒。来，喝酒喝酒，今天不醉不归啊！这顿饭吃了足足1个多时辰，从包间出去，世子爷，不好了！咋咋呼呼的，什么不好了？有人去云家求娶云儿姑娘，云家答应了？还没答应。没答应就好。是什么人去云家提亲啊？今儿先是新都第一书生钱家上去云家求亲，云家婉拒了。钱家走后，鸿胪寺亲府又上门为李三少爷求娶云儿姑娘。云老夫人以云老太爷不在府里，要问过云老太爷的意思才行，没有立马允婚，但也没拒绝。唐泽拍陆成的肩膀道：你可得抓紧了，如今的云家可不是从前的云家了。再说谢景琰骑马回灵王府，从闹街路过时，谢景琰突然停下。爷，怎么了？那只鹦鹉看着不错，买下来。鹦鹉？不用问了，肯定是买来哄王妃高兴的。屋内沈婉小睡了会儿起来，就听银霜禀告他有人登门求娶云蕊的事儿。一阵脚步声传来，沈婉抬头就见谢景琰走进来。沈婉一眼就看到他手里拎着的鹦鹉。你买了鹦鹉？看着不错，想你肯定会喜欢，就买回来了。你小子眼光不错，敢这么和堂堂灵王说话的，也就这只鹦鹉了。拿下去炖了。美人救我！这只鹦鹉竟然敢当着他的面调戏他的王妃。转眼2天过去，到了宫里设宴的日子，两人迈步下台阶，挂在回廊上的鹦鹉开口：要出门啊，别在外面鬼混，早点回来。沈婉和谢景琰出了墨玉轩，远远的就看到陶大夫拎着药箱子出府。陶大夫这是？宣平侯夫人身体不适，请陶大夫过府看看。沈婉和谢景琰出府，坐马车进宫。再说延平王世子和唐泽他们骑马进宫，约好了在宫门外碰面。两人等了小会儿，陆成就骑马过来了。见陆成眼睑下有些淡淡的轻盈。昨晚没睡好啊？岂止是没睡好，我昨晚几乎一夜没合眼。不至于心态这么差吧？我玩脱了，我娘真信我看破红尘要出家了。这不是好事吗？你娘信了，计划不就成功大半了？昨晚上我娘往我床上塞了2个丫鬟，随即没忍住迸发出响亮的笑声。别笑！但凡能忍住，我肯定不会笑的。你娘这是想让丫鬟打消你出家的念头，还是怕你真出家了，宣平侯府绝后，让你留个一儿半女，以后就不管你了？我猜2者皆有。陆成昨儿中午喝了不少酒，得知有人还不止1人去云家提亲，他就按捺不住想去找云蕊了。他是傍晚去找的云蕊，云蕊坐在那里想事情，突然窗户被扣响，吓了他一跳。是我。你还敢来？对不起，我说了对你负责，这么多天我都还没上门提亲。谁要嫁给你了？都抱过亲过，还你不嫁给我，难不成你想我入赘啊？大姐姐嫁礼部侍郎府上少爷都已经是高攀了，他可是宣平侯府世子啊！云蕊陷入走神，等他回过神来，陆成已经站在他跟前，俯身看他。云蕊惊得后退，眼看着要摔倒，陆成胳膊一伸就将他抱住了。你快放开我！你等我来提亲，不许嫁给别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又不是我能做主的。那我就当你答应我了。这时候云二太太来找云蕊，云蕊听到自家亲娘的说话声，赶紧推陆成走，鬼使神差的亲了云蕊一口，然后就走了。陆成没直接走，而是在窗外待了会儿。云二太太把打听到的鸿胪寺卿府3少爷品性说与云蕊听，显然有意允婚。云蕊只说高攀不起。什么高攀不起？鸿胪寺卿府上寄来提亲，自然就配得上。我云家女儿不自傲，但也不能如此妄自菲薄。我不喜欢他，你都没见过他，何谈喜欢？陆成听了会儿就走了，他得加把劲儿，让爹娘给他提亲。你们快帮我想想，可有什么办法补救？宣平侯夫人身体不适，没有大碍吧？我娘身体不适吗？这儿子不会是捡来的吧？不对，宣平侯夫人才是捡来的。做娘的都病了要请大夫了，做儿子的竟然都不知道，还能再孝顺一点吗？刚出府的时候，宣平侯府小厮去请陶大夫，说是宣平侯夫人身体不适。我回府看看。这边陆成快马加鞭出宫，那边沈度和淮安郡主也进宫了。刚走到御花园，凉亭内，傅叔和沈英都在。见沈婉走进去，傅叔脸上的笑容湮灭殆尽。林王妃气色不错，看来果真没吃什么怀胎之苦。是谁往我茶里下的堕胎药？至今没查出来。林王妃还敢进宫赴宴，就不怕步我的后尘？还没查出来吗？
王昭仪看着沈婉道：“有孕在身，不宜久站，快坐。”沈婉要端茶，淮安郡主将自己那盏端给沈婉。沈婉怔了下，心底暖洋洋的。淮安郡主这是怕有人在大姐姐的茶里下堕胎药，虽然没有查出害靖王妃之人，但是查了这么久，也能起到威慑作用。不过靖王妃提到的还是防疫守得好，不会有人往我茶里下堕胎药，我换给林王妃，靖王妃和皇后也就不用担心了。淮安郡主关心大姐姐，但你也得顾着自己。你嫁给大哥也有些时日，万一你也怀上了身孕呢？哪会那么容易就怀上？好在这时候，程王妃携女儿永安郡主进来，这么多年还从未见程王妃气色这么好过。可是世子的病情大有好转，托皇上和太后的福，月儿去护国寺后，身体一日好过一日。程王膝下就世子一个儿子，皇上也怕世子有闪失，对世子的关心都胜过几位皇子。如今世子病情大有好转，皇上也能放心一二了。皇上忙于朝政，还这般记挂成王府，我一定督促王爷为皇上分忧。沈婉坐了会儿，她和淮安郡主便起身去赏花了。这边沈婉他们走，那边胡杨长公主走过来，她身后侧还跟着个模样清秀，脸上充满怯懦和新奇的姑娘。爹可是来晚了，替胡杨长公主府今儿可是重中之重啊，让你们久等了。这位莫不是长公主和长驸马新收的义女？长乐，给皇后娘娘请安。许长乐乖巧地俯身给宋皇后行礼。长公主一直惋惜没能再生个女儿，这回算是得偿所愿了。听说世子一手高超的剑术，随了长驸马，可是真的？都说龙生龙，凤生凤，当真是一点不假。即便世子流落在外，这天赋也埋不了啊。再说沈婉和淮安郡主出了凉亭，往花开的最盛的地方走去，正有说有笑呢，忽然一群大家闺秀往御花园入口那边涌去。怎么都往那边去啊？去打听一下。银霜就屁颠屁颠的过去打听了，很快跑回来。这些世家少爷不信杜国公世子神箭术能够百步穿杨，其后让他露一手。那些大家闺秀是去看他射箭。沈婉他们也想见识一下神箭术，也往御花园门口走去。一群人把杜承安围住。别紧张，就当这些人都不存在。彼时工人取来弓箭，杜承安接过，又拿起剑，然后将弓箭拉开，再拉开，再拉，啪一声，弓断了。杜承安慌得不行，不是说天下最好的东西都在宫里吗？怎么弓箭质量这么差？连我自己做的弓都不如，我弄坏弓箭不会挨板子吧？臂力不错，来人，将朕珍藏的那把弓箭取来。很快小喜子就把弓抱来了。杜承安再次拉弓，箭直中靶心。杜承安拿起第三支箭，他想看看这把弓能厉害到什么程度。瞄准箭靶，松手，砰一声，箭靶炸了。这一手弓箭术当真是青出于蓝胜于蓝了。长驸马后继有人了，好好培养，安儿必能成为我大楚栋梁之才。杜承安将弓还给皇上，皇上笑道：安儿让朕看到了这把弓的威力，朕今日将这把弓赐给你，希望你有朝一日你能用它护卫我大楚疆土。安儿，快跪谢皇上。皇上将他扶起来。杜承安看着手里的弓，爱不释手。恭喜承安兄喜得良弓。热闹看完了，大家就都散了。那边陆程跑过来道：老远就看到这边围着一堆人，我是不是错过什么热闹啊？岂止是错过热闹了，是错过了10年难得一见的大热闹了。回来的这么快，你娘没事儿？我娘没事儿，倒是我爹有点小毛病，陶大夫给他开了几副药。进了麟德殿，彼时丝竹之声传开，舞姬们上台跳舞，宴会热闹非凡。今儿宴会来了不少大家闺秀，看看可有中意的，娘给你上门提亲。成亲？安儿还小，这事儿不急。哪还小了？再过半年就满20岁了。不过长驸马这么说，胡杨长公主便没说什么，欣赏歌舞。这场宴会持续了1个多时辰才散。沈婉和谢景琰走了没10几步，那边小喜子公公过来道：宁王妃，皇上让您去御书房一趟。御书房？不知父皇找儿臣来是？你识大体，以朝廷之事为重，该赏将要什么赏赐啊？才反应过来，皇上指的是他劝谢景琰交出西周大坝图纸，立功了。儿臣什么都不缺，不用赏赐。还有嫌赏赐多的吗？
皇上看向袁公公，你去库房挑几件灵王妃喜欢的东西。奴才哪里知道灵王妃的喜好？不若让灵王随奴才去挑。去吧。谢景琰一脸不爽的随袁公公走了。皇上，长驸马求见。让他进来。长驸马上前给皇上行礼。长驸马找朕何事？臣想求皇上点事。你要求朕什么事啊？安儿从小不在京都长大，便是待在长公主府，也是拘束得很，倒是和延平王世子他们几个相处融洽。安儿需要学习的地方太多了，臣想请皇上给个恩典，让安儿也进巡城司，跟在他们几个身边长长见识。让安儿跟着延平王世子他们历练，这安排倒是不错，朕准了。谢皇上。这边长驸马帮儿子进巡城司，那边胡杨长公主带着女儿去寿康宫。长驸马和安儿怎么没一起过来？驸马有事找皇上去了，安儿和谭国公府的大少爷他们一起出宫了。和谭国公府大少爷他们走得很近，安儿喜欢和他们待在一起。启儿之前是不认得安儿，才伤到他。茂国公打发过他，皇上也罚了，到底是一家人，没什么过不去的矛盾。安儿和谭国公府大少爷他们亲近，也不能疏远了启儿。女儿也劝过安儿，但安儿抵触得很，驸马让我别操之过急。安儿毕竟不在我们身边长大，才刚认祖归宗，就逼他做他不愿意做的事儿，他就更不愿意与我们亲近。往后的日子还长着呢，不急于这一时半会儿。好在延平王世子他们在巡城司当差，相处的时候没那么多，太后心下庆幸。然后长驸马将儿子杜承安安排进巡城司的消息就传来了。再说杜承安和延平王世子他们一起出宫，那边跑过来一公公，世子爷，也不知道公公喊的是谁。长驸马请皇上将世子爷您安排进巡城司了。真的？皇上让你们去御书房一趟。唐泽勾着杜承安的肩膀道，进了巡城司以后，你就得和我们朝夕相处了。正好我们还缺一个人，承安兄进巡城司再好不过了。很快长驸马将自己儿子安排进巡城司的事儿就传开了。沈婉坐在那儿，屁股都快坐硬了。袁公公才进来道，皇上，灵王帮灵王妃选好赏赐了。选了些什么？选了2大箱子，灵王在外库房选的，没进内库房。随他。儿臣谢父皇赏赐，不打扰父皇处理朝政，儿臣告退。谢景琰等候在御书房外，沈婉出门就看到他了。你怎么不进内库房挑选啊？内外库房的东西对你来说没什么差别。内库房里放着的十有八九是陈妃宫里的东西，皇上是借口赏赐他，让谢景琰自己去库房挑1、2件陈妃的东西。谢景琰不想借沈婉的名义拿到手。杜国公世子和延平王世子他们相处融洽，长驸马便找皇上将世子也安排进巡城司了。凤仪宫，皇后娘娘，长驸马将世子安排进巡城司了。长驸马怎么把自己大字都不认得几个的儿子安排进巡城司？据说是因为杜国公世子和延平王世子他们走得近，长驸马觉得世子和他们年纪相仿，让世子跟在他们身边长长见识。长驸马还真是气度惊人，长驸马不会将自己儿子安排到延平王世子他们身边做眼线吧？大皇子夺嫡，长驸马都不甚热忱，他怎么可能利用自己找了19年的儿子帮大皇子？我看恰恰相反，长驸马是不想自己儿子和茂国公世子走得太近，才把人塞进巡城司的。可延平王世子他们是灵王的人。杜嬷嬷话还没说完，那边又快步进来一小公公。灵王妃劝灵王交出西周大坝的图纸有功，皇上赏赐灵王妃，还让灵王亲自去库房挑选。灵王挑了2大箱子的东西。宋皇后的脸瞬间阴沉下去。再说沈婉和谢景琰坐马车回灵王府，进了墨玉轩，谢景琰一眼就看到回廊上的鹦鹉没了。鹦鹉怎么不见了？奴婢不知。以后瞧见不错的鹦鹉，再买1只给你。迈步进屋，隔着珠帘，沈婉就看到鹦鹉站在桌子上。臣妇是怎么办事的？连只鹦鹉都撵不出府吗？这时候窗户被叩响，进来。爷，两江严正王玉出事了。两江严正王玉，听着甚是耳熟啊。等等，这不是老夫人的娘家侄儿吗？两江严正可是肥差中的肥差了。两江严正出什么事了？朝廷每年发的盐引有数，两江严正善用职权，官商勾结，将明后年的盐引都挪用了，从中谋取暴利。盐税是国库的重要来源，
挪用盐引，谋取私利。皇上知道了，不可能会宽宥，绝对会被处死的。是谁查出来的？是你大表哥查出来的。云家也做盐茶生意，你大表哥去梅州之前，各州郡的账册送进京，你大表哥盘账发现两家的茶盐生意利润降了不少。同样的价格，今年较往年购买的盐引数量减少了20%，增加了成本，而其他铺子盐的价格却有所下降，导致云家的盐卖不出去，只能被迫跟着降价。谢景琰去了书房，沈婉继续逗鹦鹉玩。王妃，皇上传召王爷进宫。不用问，这回传召肯定是因为盐引的事儿。没说我也要去吧？没说。沈婉打着哈欠躺回去，翻了个身，面朝里，很快沉沉睡去。醒来，王爷派人查盐引案，立下了大功。皇上赏了王爷一条玉腰带，赏了大表少爷一块玉佩。大表少爷不在京都，小喜子公公就送去了云家了。沈婉怕的是老夫人找云家的麻烦，把气撒在云家头上。这边沈婉在想这事儿，那边平阳侯府，老夫人不好了，是两江盐政的表老爷出事了。表老爷出什么事儿了？表老爷被人弹劾官商勾结谋取私利，罪证确凿，皇上已经派人离京捉拿了表老爷了。是谁弹劾的？据说是云大少爷发现表老爷与人官商勾结，将这事告诉了灵王，灵王让谭国公府三老爷借官员调任的机会，安插心腹去查的这案子。云大少爷，灵王派人去请灵王妃。今儿时辰不早了，灵王妃又有孕在身，肯定不会回来的。让世子夫人派人去请。清晨，银霜和海棠端铜盆进来伺候沈婉起床。两丫鬟你推我，我推你，有什么要禀告的？不敢说。一早上侯府小厮送来消息，说是老夫人知道表老爷犯事是大表少爷和王爷的功劳，勃然大怒，要王妃回府，怕王妃不回去，就让淮安郡主派人请王妃回去。淮安郡主不肯，说朝廷的事王妃不知道，要找也该找王爷。老夫人见不得淮安郡主忤逆她，就把自己给生气气病了。他就猜到老夫人会找他的麻烦，但没想到第一个受这无妄之灾的竟然是淮安郡主。让人准备马车，一会儿吃完饭回侯府。王妃回去做什么？沈婉也不想回去，但她不回去，淮安郡主夹在中间就太为难了。我陪你回去。不用你陪我，我一个人回去就行了。吃完早饭，沈婉就带着银霜和海棠出了墨玉轩，小厮就赶马车直奔平阳侯府而去。马车驶入平阳侯府所在的巷子。王妃，好像是咱们侯府着火了。沈婉就看到王府上空浓烟滚滚，那个方向不只是侯府，而且像是佛堂啊。大嫂也真是的，祖母让你派人去找大姐姐，你听祖母就是了。大姐姐回不回来那是大姐姐的事情，祖母是长辈，让你做个这点小事你也不肯，看把祖母给气的。沈婉走过去，你再说一遍，是谁把祖母气病倒的？大嫂管着侯府钟馗，祖母让大嫂办点事，大嫂都当耳旁风，是她把祖母给气病倒的。沈英话还没说完，沈婉一巴掌就朝他的脸呼了过去。放肆！你敢打我？哼，我打你也不是第一次了。这里是平阳侯府，不是晋王府，能容你撒野的地方。就凭你也敢乱扣帽子教训大嫂？祖母是什么人？大嫂怜惜我有孕在身，怕我回府途中遭遇刺杀，不敢派人给我传话。侯府上下几百口人，难不成除了一个大嫂就没人供祖母使唤了？非得大嫂不可是吗？表老爷与人官商勾结，谋取私利，触犯朝廷律法，祖母对自己娘家侄儿失望至极，怕他牵连到父亲和二叔，才将自己气病了。你却把祖母病倒摁在大嫂身上，怎么在你眼里表老爷犯下的死罪还没有大嫂不愿意传个话更让祖母生气是吗？你既然知道祖母担心表老爷，灵王查这表老爷的时候你为什么不阻拦？你的意思是灵王不该查表老爷了？灵王查这事你明知道也不告诉祖母一声？告诉祖母，然后给表老爷通风报信，毁掉证据是吗？我算是看出来了，你就是想要表老爷的命。我想要表老爷的命？世上行不端坐不正的人多着呢，怎么不见灵王去抓呢？就逮着表老爷不放。还有云家，不过是表老爷没给云大少爷行着方便之门，就如此背刺表老爷，简直就是阴险小人。亏得平阳侯府处处给云家撑腰，云家就是这么回报平阳侯府，回报祖母的。父亲都不敢说帮过云家什么，还轮得到你来争功？灵王只抓了表老爷吗？梅州地震不是灵王办的，备份西周大坝的图纸难不成是晋王的功劳？别人能查能办，表老爷就不行了是吗？别气坏了身子，
老夫人也需要静养，你们都少说两句。她要是在乎祖母的死活，就不会尽做些惹祖母生气的事儿。沈婉看着老夫人，然后捂肚子，下一瞬沈婉就晕了过去。不就是装病吗？谁还不会了？来人，请太医赶紧扶她躺下。都把王妃气晕了，还留下来做什么？奴婢要带着王妃回府去看大夫。老夫人认定沈婉是装的，人都晕了，不看太医就回去，路上再出点事儿，谁担待得起？宫里的太医奴婢信不过，之前王妃怀身孕，宫里太医就瞒着不说，谁知道会不会趁机给我家王妃下毒？赶紧派人去灵王府，将灵王妃晕倒的事情告诉灵王，让他赶紧带陶大夫来侯府。他遇刺都没事，怎么可能被我这2句话就给气晕？他一定是装的。人都已经被你气晕了，你还不知反省，还说他是装的？这话你等灵王和侯爷来，当着他们的面再说吧。四太太和淮安郡主要扶沈婉走，几个丫鬟过来阻拦。陈宇跳窗现身，是要我杀人吗？丫鬟缩着脖子将路让开。祖母，他肯定是装晕的。派人再请个大夫进府。进屋后，你刚刚吓死我了，让大嫂跟着担心了。老夫人也太不讲理了，不怪你被气晕的，要装晕吓唬他们。老夫人的病都快被你给吓好了。不到半个时辰，谢景琰就带着陶大夫来了。老夫人让奴婢请了个大夫进府，给大姑奶奶把脉。老夫人是觉得自己请的大夫有我灵王府陶大夫的医术高超是吗？灵王多心了，老夫人是觉得呀，灵王府离平阳侯府太远，怕陶大夫来得不及时。既然大夫给请来了，还是给王妃看一下吧。大夫上前给沈婉探脉，王妃肝火旺盛，动了胎气，需要好生静养。真动胎气了。这边谢景琰抱沈婉离开，那边孙妈妈火急火燎地朝沁慧院走去，可让大夫把脉了。大夫给大姑奶奶把脉了，大夫揭穿了他没有？大姑奶奶真的被气得动了胎气，灵王很生气。我才说了几句话他就动了胎气，我看他分明是带着病回的侯府。大姑奶奶昨儿进宫赴宴，皇上和文武百官都见到她没事儿，说大姑奶奶带着病回侯府，这不是强词夺理吗？灵王宠大姑奶奶都宠得替妻害喜了。大姑奶奶要身体不适，他会让大姑奶奶回侯府。大姑奶奶要真身体不适，老夫人还逼淮安郡主请大姑奶奶回来，更是错上加错。侯爷人在军营没回来，等侯爷知道二姑奶奶把大姑奶奶气晕了，还不定是怎么大动肝火呢。侯爷已经不像从前那么敬重老夫人了，老夫人还不知收敛，还变本加厉，这不是越惹侯爷不快吗？得在侯爷回府之前想出办法来熄侯爷的怒火。谢景琰将沈婉抱上马车，非要回来受这个气。我不回来，受气的就是淮安郡主了，别生气了，我以后不会了。这边两人坐马车回灵王府，那边御书房内，皇上不好了，咋咋呼呼的，敬了皇上，你几颗脑袋够砍？出什么事了？灵王妃被气得动胎气，在平阳侯府晕了过去。平阳侯府里谁敢气晕灵王妃啊？好像是被晋王妃气晕的。再说沈英才走到平阳侯府大门口，皇上传召晋王妃和淮安郡主进宫。马车徐徐在灵王府大门前停下，沈婉还在等着皇上发怒。王妃，好消息！什么好消息？快说呀！皇上知道王妃被晋王妃气晕后，就把晋王妃叫进宫问话，还把淮安郡主也一并叫进宫了。得知晋王妃责怪王妃没有阻拦王爷查两江盐政，还责怪王妃没有给老夫人通风报信，觉得晋王妃心术不正，不配为晋王妃，把她贬为侧妃了。晋王妃跪在地上求饶，皇上叫人将她拖下去了，她受不住打击，出御书房就晕了过去。沈婉困意袭来，就宽衣上床睡下了。等她睡醒，王妃，晋王妃有身孕了。然后呢？还有什么然后？皇上没有收回对她的惩罚？没有啊，皇后是请皇上看在晋王妃不是晋王侧妃怀了身孕，为皇家开枝散叶的份上网开一面，别贬她为侧妃了。但皇上说君无戏言，皇后就劝皇上说有身孕的人心情不好，不利于养胎，劝得皇上更生气了，说要被贬为侧妃就不愿意替皇家开枝散叶了，他不建议赐他一碗绝子药。然后皇后就再不敢劝了。王妃，老夫人知道二姑奶奶被皇上贬为侧妃，气得吐血了，当场就昏死了过去，不会又是装病的吧？沈英被贬为侧妃，查出有身孕，宋皇后以此为借口求皇上收回成命，恢复沈英的正妃之位。难不成这些天谢景英受伤，不能再有子嗣了？可最近并未听说谢景英受伤啊，不会傅叔再不能生养了吧？
凤仪宫，皇后喝杯茶消消气。两江炎正偷卖盐引，谋取私利，已经是罪证确凿的事了。他赎了灵王妃，能改变皇上要严惩两江炎正的决心吗？为了逞一时口舌之快，把自己的正妃之位给搭了进去。本宫的皇儿身边都是些什么蠢货？再说沈婉，怀孕本就辛苦，还被人找茬，王妃可得顾好腹中的小世子，皇上可就盼着抱皇长孙呐。让父皇和袁公公跟着担心了，我没有大碍，都起得动胎气了，这可不是小事儿啊。袁公公也不打扰沈婉静养，只说了几句就回宫复命了。袁公公前脚走，后脚沈度就来了。大哥别担心，我没动胎气，是装的。大哥也觉得你没这么脆弱，不是真的有事就好。趁着父亲气头上，大哥多劝父亲分家。不用我劝，父亲早厌倦了侯府的乌烟瘴气。我来之前，父亲说忙完这个月，下个月他腾出空来就分家。沈度来探望下沈婉，把分家的消息告诉他，就走了。王妃，元儿太太带着表姑娘来看您了。奴婢去迎舅太太和表姑娘。不多会儿，动了胎气，怎么没卧床静养？我没动胎气，是装的。装的？没骗您，我是被晋王侧妃和老夫人气狠了，借机给他们一个教训。昨儿可真是把老太爷老夫人吓坏了，让外祖父外祖母跟着担心了。等回去告诉他们你没事儿，他们自然就放心了。倒是你大表哥，得亏去了西北，不然昨儿老太爷肯定给他上家法了。两江炎正的案子是云奇发现的端倪，大表哥揽天下之财，也心怀天下，外祖父应该夸大表哥才是，怎么能罚他呢？不在其政不谋其事，你大表哥肩负整个云家，不可行差踏错一步。老太爷也是怕他年轻气盛，不过你没事呀，老太爷最多就是训斥他几句，不会真把你大表哥怎么样的。袁二太太看着沈婉，欲言又止，就没有什么话不好和我说的。这不是前些天鸿胪寺卿府登门提亲吗？老太爷派人打听了，鸿胪寺卿为官还算是正直，李三少爷才华相貌都不错，老太爷有意允婚，又怕打听的浅薄，毕竟有你大表姐的前车之鉴在，就想着让你帮忙去问问灵王，鸿胪寺卿为人到底是怎么样。陪沈婉说了会儿话，就准备回去了。舅母回去我不拦着，让表妹多陪我说会儿话吧。袁二太太走后，表妹不想嫁给李三少爷。你喜欢宣平侯世子？表姐你说什么呢？我和他八竿子都打不着，我怎么会喜欢他呢？你和表姐有什么话不能说的？我只是和宣平侯世子闪过半个时辰的花灯，聊过几句而已。宣平侯府世子，其实我能够高攀得上的，所以你就一直躲着他，不过应该没躲掉吧？表姐再打趣我可就要走了。沈婉就不再打趣他了，转而吩咐海棠道：去街上买些蜜饯果子，要碰到延平王世子他们，就托他们帮忙打听一下鸿胪寺卿府上李三少爷品性如何。海棠捂着嘴退下。昌平街上，海棠买完蜜饯就碰到他们了。见过几位世子爷？找我们有事儿。袁家拓家王妃帮忙打听一下鸿胪寺卿府上三少爷的品性。王妃说几位爷消息是最灵通的，让奴婢来找几位爷帮忙。王妃找我们算是找对人了，放心，我们一定打听得清清楚楚。见他们应下，海棠就俯身走了。唐泽看着陆程，据我所知，李三少爷品性不错，你再不抓紧点儿，云家可就真允婚了。你以为我不想吗？别说帮我上门提亲了，我娘连开口的机会都不给我。王妃，陈王妃带永安郡主来看您了。没想到陈王妃会来探望我。陈王妃气色比我想的要好很多呀。陶大夫医术高超，要不是我自己不争气，郁气难消，2副药下去就该好了。俊儿的病啊，几次麻烦陶大夫，我原也该登门道谢的。昨儿进宫，太后知道你被气得动胎气，让我替她来看看你。让太后担心了，等我胎相稳了，我再进宫给太后请安。陈王妃笑笑，有些欲言又止的样子。陈王妃可是有话问我？找不到我陈王府的恩人啊，不知道灵王妃可知道，太后将允儿送去护国寺静养，是因为皇上说钦天监测算，允儿搬去护国寺对她的病情有利。允儿病情大有好转，太后就想赏赐钦天监，可派人去钦天监一问，皇上并未召见过钦天监任何人。事后太后问皇上，皇上说是宫外一游方的道士算出来的，怕太后不信，才谎称是钦天监。既然陈王妃问了，我就与你说实话吧，没有什么高人，也没有什么测算之事，只是那晚陶大夫去府上医治世子，发现世子这些年的孱弱，不只是生来孱弱，更是因为这些年持续不断的被人下毒，伤及到五脏六腑。因为那晚不止陶大夫，
还有几位太医。太医没说世子中毒的事儿，陶大夫也就没敢说。事后将这事儿告诉了王爷，王爷也是真关心世子，他告诉成王和您会打草惊蛇，毕竟能给世子下这么多年毒，非你们信得过的人办不到，就把这事儿告诉了皇上，拿青天剑做借口，将世子送去护国寺，只要没人再给世子下毒，世子不说能恢复的完全跟常人一样，至少偶尔也能出府逛个街。你也看到了，世子去了护国寺，与寺里人同吃住，反倒比待在成王府里更好。月儿在成王府，在我和王爷眼皮子底下被人下了许多年的毒，月儿从不与人结怨，是什么人要害他？要是受我和王爷牵连，为什么不直接给我们下毒？我告诉您和永安郡主，是让你们心里有数，害世子的就是你们身边信得过的人。为了确保世子周全，你们最好连成王和太后也不要告诉，万一打草惊蛇导致计划失败，皇上该恼我坏事了。皇上恼我还是其次，抓不住下毒之人，世子身子骨就是养好了，也迟早会为人所害的。我原还纳闷，最近几次带糕点去护国寺看允儿，他怎么一口也不吃？那些糕点都送来灵王府，让陶大夫验毒了。糕点有毒吗？尚未查出来，不过王爷相信背地里的人这么多年悄无声息地给世子下毒，不会就此罢手的。待了2刻钟，陈王妃和永安郡主离开，都快要吃午饭了。银霜去云家怎么到现在都没回来啊？银霜回来了，怎么到现在才回来？奴婢将李三少爷品性不错的事情告诉了云老夫人，就准备回府了。结果凑巧红楼寺请李大太太去了云家，奴婢就留下来听了会儿。云家允婚了？允了一半。怎么允一半的？云家把二表姑娘的生辰八字给了李大太太，又要了李三少爷的八字，等2家合过八字，确定了没问题就定亲。休沐是哪天？好像是明日。等陆成来王府，他得问问他到底什么想法。这边银霜把云家和李家交换八字的事一五一十的禀告沈婉知道，那边陆成的小厮也把这事儿禀告陆成知道。就这么火急火燎吗？翌日，王妃，二表姑娘和李三少爷好像八字不合。八字不合？银霜道，昨儿2家换了更帖，2家各自将更帖放在祠堂，结果昨儿夜里李家祠堂莫名倒了2个牌位。云家马厩里的马上吐下泻，厨房里的鸡笼不知道怎么打开，里面的鸡就全部跑出来了。一早上云家下人抓鸡，弄得府里鸡飞狗跳，都说是二表姑娘和李三少爷八字不合闹的。用脚趾沈婉也猜到这是陆成的手笔。王妃，延平王世子他们来了。出门就见到延平王世子、唐泽和程毅他们走进来，却唯独不见陆成。宣平侯世子呢？没和你们一起来？你找他有事？我有话要问他。应该是路上耽搁了，要不了一会儿就该到了。他来了。他被打得鼻青脸肿的样子让大家惊呆了。谁打的？除了我爹还能有谁？你做什么了？你爹要下手这么狠？别提了，我昨晚偷溜出府，被我爹发现了。他经常翻墙出府，天知道这回怎么就被他爹发现了，还破天荒的派人跟着他。他先去了红炉寺清府，直奔人家祠堂而去，在一众牌位里挑了2个扑倒，然后就翻墙出了李家，飞檐走壁去云家，霍霍了几匹马，然后又把鸡笼打开，最后扬长而去，暗卫尾随陆成出府，又尾随陆成回来，将陆成去李家祠堂和祸害云家的马和鸡的事儿告诉宣平侯知道。夜深了，侯爷怎么还不就寝呢？成儿晚上翻墙出府了，我派人跟去看看他做什么，等安稳回来。成儿病了，他没法控制自己，才做这样的事。他也知道自己不对，都日日抄佛经忏悔了，甚至动出家的念头了。侯爷就别生气了。虽然是缺德了点儿，但也不至于为了这点事就出家吧。缺德？儿子都断袖了，这么大的事在侯爷眼里只是缺德？侯爷几时这么好说话了？回去睡觉吧，成儿已经回府了。咱们儿子做什么缺德事了？宣平侯就把陆成去翻到李家牌位，给云家马下毒等事告诉宣平侯夫人。结果一夜过去，早上宣平侯夫人想找陆成时，他已经出府了。都说宁拆一座庙，不毁一桩亲，他儿子倒好啊，大晚上的不睡觉，跑去把云李2家亲事给搅黄了。这都不是缺德了，这是缺德缺冒烟了。等陆成回府，准备换身锦袍，就去灵王府喝酒。得知娘找他，他就先去见自家亲娘了。陆成觉得奇怪，
给我跪下！儿子犯什么事了？娘要这么生气啊？你还有脸问？你昨晚翻墙出府去做什么了？就去了李家和雨云家一趟。你为什么要搅黄李三少爷和云二姑娘的亲事？儿子要娶云二姑娘。宣平侯夫人的鸡毛掸子就打了下去。夫人，错了，世子爷说的是他要娶云二姑娘，不是李三少爷。他娶李三少爷？你要娶云二姑娘？儿子对他一见钟情，非他不娶。您和爹不同意，我就一辈子不成亲了。你抄佛经是因为怕我和你爹不同意，那你为什么进相古馆？儿子什么时候进相古馆了？你舅舅亲眼看见你进相古馆，你还敢狡辩？我是抓贼跟进去的，里面太恶心了，我就出来了。娘要不信，可以问唐泽他们。陆成把这些事儿一五一十说出来。我娘抽了我几鸡毛掸子还不够，我爹说我抄佛经，吓得我娘这些天吃不下睡不着，每晚都喝药安神，把我狠狠打了一顿。唐泽道：现在伯父伯母知道你想娶云二姑娘，是个什么反应？我爹娘不反对我娶云二姑娘，说是等李家和云家彻底断了结亲的念头，他就去云家给我提亲。谢景琰看着沈婉道：不是要问陆成话吗？不用问了。谢景琰他们在书房待了会儿，外院就将李御厨做的菜送来了。王妃，成王世子在护国寺吐血晕倒了。谢景琰不是派了人守在护国寺吗？怎么还让成王世子被人给害了？我去护国寺一趟。沈婉人还没起，谢景琰就回来了。成王世子没事吧？他没事，吐血晕倒是装的。好端端的成王世子做这样吓唬人的事做什么？吐血晕倒没白装，抓到下毒之人了。是谁下毒害的成王世子？今日太后派人去护国寺探问成王世子，带了些糕点去。太后那么疼爱成王世子，她怎么可能会给成王世子下毒呢？可审问出那宫女是受谁指使？成王拧断了那宫女的脖子。成王不会是想包庇下毒之人吧？也可能成王不想闹到明面上，要私下处置。很快沈婉就知道倒血霉的不只是成王世子，还有太后。第二天，沈婉和谢景琰吃完早饭。王爷王妃，太后妻病倒了。太后昨儿傍晚把成王叫进宫，问宫女可招供是谁指使他下毒的。成王说没人指使宫女，宫女是见不得太后日为成王世子的病优先，也见不得成王世子遍寻名医治病，对朝堂之事不上心，才想把成王世子毒死，让他们长痛不如短痛。成王是气不过，才当场就把宫女脖子拧断的。王妃，皇后娘娘召淮安郡主进宫了。结果不到半个时辰，淮安郡主就来灵王府了。大嫂怎么来了？你这些天安太我都没来看你，今儿得空就过来了。老夫人近来如何？沈英从靖王正妃被贬为靖王侧妃，连带着肚子里的孩子都从嫡出变成了庶出，对老夫人打击过大。这几日老夫人病得连床都下不了了。老夫人没在为难你吧？老夫人责怪郡主，闹郡主不该告诉皇上靖王侧妃是因为两江炎症的事把灵王妃您气冤的。很快就要分家了，以后侯府只长房，就不会有这些糟心事了。淮安郡主点头，她也盼着侯府分家呢。皇后找大嫂进宫做什么？你这么快就知道皇后找我进宫了？这么吃惊做什么？皇后找你进宫与我有关？沈英被贬之后这些天就一直郁郁寡欢，太医说她胎象不稳，皇后找我进宫是想让我劝劝你。义父姐妹闹得一个动胎气一个被贬，让人看笑话，她劝不动皇上恢复沈英的靖王正妃之位，让你去求皇上。总是连累大嫂夹在中间为难。我不过是敷衍了一下，没什么为难的。倒是你有怨在身，别把这些事情放在心上去。沈婉点头。淮安郡主走后，沈婉就去书房找谢景琰。我要进宫，你陪我去。你进宫做什么？宋皇后找淮安郡主，劝我帮靖王侧妃说好话，让皇上恢复她正妃之位。我进宫求皇上去。你有孕在身，就别折腾了。不就是进宫求情吗？我替你去就是了。御书房，皇上，灵王求见。朕与右相有事相商，让他在门外候着。堪堪半盏茶的功夫就商议完了，右相告退，让他进来。袁公公赶紧出去请，可御书房外哪还有灵王的人影啊？灵王呢？灵王往那边去了，应该是去藏书阁了。您传完话，前脚进御书房，后脚灵王就走了。袁公公转身回去，灵王定是以为皇上和右相商议朝政，要商议半天，这才去了藏书阁。他把朕的话当耳旁风，你还替他找借口。皇上只让谢景琰在书房外等半盏茶的时间，灵王却是让皇上等了他足足半个时辰。等谢景琰进御书房，谁惹父皇生气了？朕让你在御书房外等候，既然走了，还回来做什么？
有点事求父皇。退下！那不行，我就这么回去了，没法和王妃交代。你是为你的王妃来找朕的？准确的说，是为父皇的皇后找父皇的。父皇将晋王正妃贬为侧妃，皇后劝不动父皇，就让淮安郡主劝内子，让内子进宫求你。他有孕在身，我舍不得他奔波进宫，就只能自己来了。请父皇尽快下旨，恢复晋王侧妃的正妃之位，免得内子担心晋王侧妃因为被贬心情不好，导致腹中胎儿有什么闪失，皇后迁怒淮安郡主。谢景琰说完，给皇上行礼，然后就走了。让皇后来见朕。屋内，沈婉往珠帘处望去，就见谢景琰走进来。如何？皇上很快就会下旨恢复晋王侧妃的正妃之位了。真的？真不了，为父办事，你还不放心？外面丫鬟脚步声传来，谢景琰只能松开抱沈婉的手。沈婉几乎才站起来，丫鬟就把饭菜端进屋了。王妃，皇上罚皇后禁足朝宫过1个月，后宫暂时交给郑贵妃打理。这边沈婉心情愉悦，那边宋皇后心情就不好了。王妃，红楼寺卿府上将云二小姐的更帖送回到云家了呢。陆成突然下请帖，请李三少爷到德月楼喝酒，着实让李三少爷摸不着头脑啊。不过宣平侯世子的面子，李三少爷肯定会给。宣平侯世子怎么突然请我喝酒了？可否容我先问李三少爷一句话？请说。你喜欢云二姑娘？我还没见过云二姑娘呢。你们都要定亲了，你竟然连她的面都没见过，不草率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哪有我能做主？家母前些日子去护国寺上香，见云儿姑娘施舍乞丐，觉得她心地善良，再加上家母和礼部右侍郎夫人关系不错，没少听陈夫人夸赞陈家的大少奶奶，这才想替我求娶云儿姑娘。宣平侯世子找我来，不会只是问我这事儿吧？请你来是为前日夜里去府上祠堂翻倒2块牌位向你赔礼。我祖父和曾祖父的牌位是你弄倒的？为什么？你属于云儿姑娘？是。你既然想娶云儿姑娘，为何不登门提亲？哪里是我不想上门提亲啊，是我以为我爹娘不会同意，迟迟没和他们开口，然后就被你抢了先。我做不到眼睁睁的看着自己喜欢的姑娘嫁给别人，这才……既然李三少爷不是非云二姑娘不可，还请成全我。他日李三少爷有用得着我陆成的地方，必赴汤蹈火，万死不辞。李夫人也不想娶一个心底有别人的儿媳妇回来，天下好姑娘又不止云二姑娘一个，再慢慢寻觅就是了。李夫人登门将更帖送回，又取回了自己儿子的更帖。云老夫人道：府上三少爷和我孙女儿八字没有不合，李家为何？并非我不想和府上结亲，是犬子愿意成人之美，府上二姑娘有一桩更好的亲事等着她。更好的亲事？李夫人只笑笑，没有多说什么，就起身告辞了。下了2天雨，天放晴后，宣平侯夫人就登门了。我云家与宣平侯府地位悬殊，宣平侯夫人莫要与我云家开玩笑。云老夫人谦虚了，云家一再为朝廷立功，府上少爷和姑娘丝毫不逊色世家大族，也是我那混账儿子误会我与侯爷有门第之见，迟迟没向我们透露心声，直到鸿胪寺请府上三少爷求娶府上二姑娘才急了，大半夜的翻墙出府，教皇云李2家结亲，被侯爷发现，逼问之下才知道，不然我哪会等到今日才上门提亲？逆子做这样缺德的事儿，侯爷已经狠狠教训过他了。宣平侯夫人替儿子求娶云蕊，云老夫人确定宣平侯夫人是认真的，就同意了。沈婉打心眼里替他们高兴。沈婉歪在小榻上，海棠送东西去云家回来。你的手怎么了？奴婢出府的时候，院子里几个小丫鬟托奴婢帮忙买些丝线，奴婢送完东西去云家，就去了街上，结果上街没一会儿，就碰到王家表少爷在闹市纵马，街上乱成了一锅粥，奴婢避让时不小心撞了小摊子上，把手给划破了。伤口可找大夫处理了？在街上就找大夫包扎了。你刚说谁在闹市纵马？王家表少爷，就是出事的两江盐正王家表少爷。王老夫人今儿回京了。王家表少爷当街纵马，玄城寺也没抓他吗？唐国公府的大少爷连自己的亲爹唐大老爷都抓了，王家表少爷把街上弄得一团糟，玄城司怎么可能放过他呢？当下就把人扣住了。王家表少爷不知道他们是谁，还抬侯爷出来压他们，
说他是平阳侯的表侄儿。然后呢，唐国公府大少爷一拳打在了王家表少爷的肚子上，疼得他直不起腰来。汤泽打完了人，在巡城司面前一拳压人，胆子挺肥啊！别说你只是平阳侯的表侄儿，就是平阳侯当街纵马，也得进巡城司，将这些摊铺的损失登记，让他们明日去巡城司领赔偿。王家表少爷是沈度的表弟，王老夫人回京，直接去了平阳侯府，就去书房找沈静了。王老夫人求沈静保王家。官商勾结、私卖盐引是什么罪名？身为两江盐政，比谁都清楚，知法犯法，罪加一等。我平阳侯府和王家是表亲，我没起到监督之责，以示失职，哪来的脸面帮王家向皇上求情啊？侯爷身上也流着王家一半的血，就忍心看着王家覆灭吗？贤老夫人在九泉之下也不会瞑目的。他没法劝王老夫人起身，只能避着了。沈静这里走不通，他们竟然把主意打到了云家头上。王妃，老夫人去云家求云老太爷、云夫人拿免死金牌救表少爷。老夫人肯定是打着我爹的幌子去找云家的，要云家误会是他爹想救王家，以外祖父的性子未必不会答应。沈静在军营就快马加鞭赶到云家，正好见老夫人跪下来求云老太爷和云老夫人扶老夫人回去。使唤不动老夫人的人，还有云家的丫鬟婆子呢，把老夫人嫁出去。沈静向云老太爷、云老夫人赔礼。这些事儿都是琪儿引起的，不怪老夫人找上门来，倒是让你夹在中间为难了。真要免死金牌保两江盐政一命，我把免死金牌给你。妻儿心系朝廷，皇上都对他赞赏有加，王家是咎由自取，就算没有妻儿也会被别人发现。云家免死金牌得来不易，岂能拿来救这样的贪赃枉法、唯利是图之辈？王家之祸我尚且不会插手，云家不必理会。王家毕竟是先老夫人的娘家，若王家有哪一脉未曾参与，我会求皇上放过受牵连的人，保王家血脉不断。沈静没有在云家多待，就告辞了。回到侯府，就给老夫人下了禁足令，没有她允许，不得老夫人踏出侯府半步。现在老夫人去云家跪求免死金牌，给云家添堵。沈婉要去云家一趟，午饭后我去云家接你。吃过早饭，沈婉就带着银霜和冬儿出了府。沈婉从马车里钻出来，就看到小厮请大夫进府。云家谁病了？昨儿夜里老夫人没睡好，早上醒来头疼的厉害，早上没吃几口还全吐了。老夫人知道你来了很高兴，但不让你进屋，怕过了病气给你。外祖母可是旧疾复发了，我瞧着不像。老夫人应该是忧思过重，昨夜失眠到了后半夜，睡的时间太短，加上夜里窗户没关，吹了风的缘故。你有这份心就够了，别让老夫人担心。受凉又不会传染。沈婉执意要进去看云老夫人，云大太太也拦不住的。我专程来看外祖母的，要连外祖母的面都见不着，我岂不是白来一趟？外祖母的旧疾也不知道完全恢复没有，回头我让陶大夫再来给您看看。只是一点伤寒，哪用得着麻烦陶大夫来一趟？老夫人来云家的事儿我听说了，王家的案子是林王让查的，查之前还特地问过父亲，父亲为人正直，说一不二，他要有意偏私王家，就不会让林王往下查了。父亲是真的不管王家，您和外祖父不要把这事儿放在心上。让你也跟着担心了，有怨在身，还来劝慰外祖母。表妹和宣平侯世子定亲，我原也是要来道贺的。你们表姐妹去花厅说话吧。王妃，不好了，淮安郡主受伤了。淮安郡主怎么会受伤呢？淮安郡主和世子爷住的院子里的秋千，不知道什么时候被人割断了一半。淮安郡主荡秋千的时候没注意，结果荡到一半，秋千断了，将她甩了出去。淮安郡主抓住绳子，才没有被甩飞，但把脚给崴伤了。竟然有人把手伸到沈度和淮安郡主的院子，当即就要回平阳侯府。我和你一起去。就这样，沈婉和云蕊坐马车去往平阳侯府。进了侯府，两人进屋，脚脖子肿成这样，有没有伤到骨头啊？太医来看过了，只是扭伤，没有伤到骨头。你们两个怎么一起来的？表姐今儿去云家，听说你秋千出事要来看你，我就和表姐一起来了。可查出来是谁在秋千上动的手脚，要是能找到证据证明是二房或者老夫人指使的，就能顺理成章的分家了。大哥，你一定要护好大嫂。出了厅宇院，王妃要去见老夫人吗？不去。两人出府，刚走到大门口，就看到谢景琰。你怎么来平阳侯府了？我就猜到你会来平阳侯府，所以直接来接你了。那我就先回云家好了。小厮赶马车离开。陈峰，王妃有何吩咐？你去帮我打听一下，王老夫人又来找老夫人做什么？很快，马车就回到灵王府。王妃，可打听到什么？两江盐政是左相保举的，是晋王感谢当年平阳侯府二房帮他撒谎，让王妃误以为是晋王将王妃您从莲花池里救出来，
王大老爷任两江盐正后，每年供奉4项4万两，老夫人6000两。老夫人被人捧惯了，哪是王老夫人能数落的？这不，姑嫂俩一言不合内讧了。然后呢？他们吵什么了？王老夫人骂老夫人太没用，30多年前就帮她出谋划策，拿到了平阳侯府老夫人的位置，她却连侯爷都除不掉，还要过仰人鼻息的日子。沈婉气得眼角通红。你想怎么做？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告诉侯爷知道。这日晌午一过，就乌云密布了起来。屋内，老夫人跪在蒲团上念佛经。念佛经不差这1-2天，这几日老夫人您没吃好也没睡好，该以身子骨为重。您欠心礼佛，菩萨不会怪罪您的。孙妈妈苦口婆心劝了半天，老夫人勉强才吃了半碗粥。孙妈妈，侯爷让您去外院一趟。孙妈妈交代了红袖几句就出去了。老夫人睡着了，风吹的窗户哐当作响，生生将她吵醒过来。怎么连窗户都没关？就在老夫人奇怪时，瞬间的光亮，老夫人看到屋子里有道人影，是仙老夫人。为什么要害我？你为什么要害我？告诉我，你告诉我。我敢杀你，我还怕你死了来找我索命吗？你想知道？我告诉你就是，凭什么你我一同长大，你能做高高在上的侯夫人，我却只能嫁一个4品武将之子？我不甘心，只有你死了，你的一切才能属于我。你死在风华正茂时，老侯爷记了你一辈子，可那又如何？他也敬重了我一辈子，侯爷也对我孝顺有加，没人替你报仇。可怜属你，死不瞑目，只能靠自己来找我索命。我就是今日死了，我这辈子也值了。我只后悔没早点送侯爷去和你母子团聚。老夫人以为自己必死无疑了，所以有什么说什么。可就在她说完时，漆黑的屋子里突然多了一道光亮。老夫人看到了沈婉，也看到了站在沈婉身边，正是沈静。沈婉要劝沈静，不过她还没开口，刑部尚书已经走上前。平阳侯啊，你冷静点。他对父亲有抚育之恩，他要就这么悄无声息地死了，父亲还得给他守孝。沈婉便将刑部尚书请了来，将老夫人罪行公之于众，将他押去刑部。哎呀，侯爷别气坏身子，我就先回去了。刑部尚书给谢景琰和沈婉行礼。有劳刑部尚书了。不敢当，这是刑部分内之事。夜深雨急，父亲，你们是什么时候发现仙老夫人是被害死的？淮安郡主崴脚那日，我回来看她，走的时候正好碰到王老夫人来侯府，女儿怕他们又密谋，就让陈峰偷听。沈婉说完，沈静就迈步下台阶走了。父亲是习武之人，淋点雨不会有事的。倒是你们，雨太大了，街上又宵禁，你们今晚肯定是回不去了。如今的巡城司可不是从前的巡城司了。今晚就住在平阳侯府，明日再回去。回屋后，这边谢景琰宽衣泡澡，那边南院二老爷正在和外室出身的柳姨娘亲热，门被敲得哐哐作响。什么事？刑后院出事了，老夫人被刑部尚书带走了。这大晚上的，刑部尚书怎么会来平阳侯府，还把老夫人带走？这一晚，整个平阳侯府就没几个睡得着的。天不亮，平阳侯府老夫人被刑部抓了的事儿就传开了。就在大家言之凿凿不信的时候，刑部侍郎带人将王家包围了。老夫人闺阁时娶的不是2品官之子吗？怎么是4品官的儿子啊？这事儿沈婉也觉得奇怪。老夫人当年定亲确实是4品官的儿子，好像姓仲。老侯爷为人厚道，他为老夫人和仙老夫人姐妹情深所感动，就觉得老夫人为了照顾侯爷，就推掉自己的亲事，有愧于未婚夫家。未婚夫家愿意退婚，品性不错，老侯爷就提拔了当时只是4品官的郑老爷当做弥补。等老侯爷提拔，郑老爷平步青云，不到3年时间就做到了2品大员的位置。老夫人推掉未婚夫的亲事，半年后未婚夫又定了门亲事，与夫人琴瑟和谐，生了2子2女，一生未纳妾，好像还健在。这事你是怎么知道的？府里都传开了呀。吃完早饭，沈婉和谢景琰就回灵王府了。爷，两江严正在押送进京途中被杀了。把这消息送去刑部大牢，告诉王老夫人知道，按位领命下去照办。那边凤仪宫里
得知老夫人被刑部下狱的消息，脸更是往下一沉。蠢笨如猪，有沈英这样的蠢娘，宋皇后也不指望她生的孩子能有多聪明了。再说沈婉，已经照王妃的吩咐，将两件严正被杀的消息告诉王老夫人知道了。刑部将王老夫人和老夫人关在一间牢房里，属下让狱卒传话的时候，两位老夫人正在打架。老夫人和王老夫人谋害先老夫人一案，刑部判决下来的很快，于7日后在城门口当众处决。灵王府日子过得很平静，但平阳侯府就忙了，忙着分家。宫中所有东西，长房占7成，剩下3成，2房、3房、4房平分。这样的分家方式，二太太不同意。要么按照数出分，要么我把你们2房赶出平阳侯府。二太太吓都吓个半死了，哪还敢说半个不字啊？分家分得很顺利，分完家，沈静限2房、4房3日之内搬出侯府大宅，4房紧挨着侯府，搬家方便。老夫人和王老夫人行刑这一天，沈婉把午饭吃完，看了半本书，银霜就回来了。你回来这么急做什么？我这不是怕回来晚了王妃午睡了吗？幸亏是王爷拦着没让王妃去，奴婢都给熏吐了。熏吐？老夫人和王老夫人被押往刑场的一路啊，不知道被人生了多少个臭鸡蛋烂菜叶子，还有砸石头的。老夫人额头被砸破，要不是刑部衙差怕老夫人行刑路上就被砸死拦着，老夫人估计都没命去刑场。你亲眼看着老夫人和王老夫人被砍头的？当然了，我眼睛都没眨一下。沈婉心情愉悦。王妃，唐国公府唐老三爷保举去查两江沿岸引路的骆大人，查案有功，皇上提拔他进了大理司了。但凡和灵王沾上关系的，这官儿升的都格外的快啊。沈婉越发觉得自己之前的感觉没错，皇上在给谢景琰铺路。王妃，延平王世子和右相府程大姑娘的婚期定下了，这个月18成亲。翌日，我要出府给程大姑娘挑份天妆。我陪你去。不用不用。不愿意我陪你？当然不是了，哪能每次出门都让你陪着呢？你有孕在身，我让你独自逛街，没得叫人怀疑你失宠了。沈婉无话反驳，只能让谢景琰陪着了。德月楼2楼，唐泽拿着酒壶和酒杯走到窗户处，自己倒酒自己喝。沈婉从德月楼下路过时见到了他，我带丫鬟在附近逛逛，你去和唐大少爷他们喝酒吧。有事就叫我啊。沈婉连连点头，沈婉就去胭脂铺了，正看罗子带呢，突然银霜啊的一声叫起来，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踩你脚的。怎么了？这个丫鬟后退没注意到奴婢侧着往前走，踩了奴婢一脚，惊扰灵王妃了，还请灵王妃见谅。不碍事儿。那姑娘俯身道谢，就在她俯身起来时，沈婉瞥见她腰间佩戴的玉佩，这玉佩她前世捡到过。灵王妃这玉佩挺别致的，能借我看一下吗？沈婉接过，翻看背面，果然是她前世捡到的那块。这玉佩上刻的日期是我的生辰。难得灵王妃觉得别致，她就把这块玉佩送给她了。再次给沈婉俯身，就带着丫鬟走了。那姑娘的玉佩质地一般，腰弓也是一般啊。可沈婉前世捡到这块玉佩的地方不一般，她是在云家花园里捡到的这块玉佩。她还记得当时交给云大太太时，她说过一句，昨儿你二哥丢了块玉佩，就跟丢了魂儿一样，也不知道这是不是他要找的那一块。可知道那姑娘是谁府上的？好像是户部员外郎府上的姑娘。不会大表哥的不幸只是借口吧？逛了也有半个时辰了，去金宝阁。迈步进金宝阁，到了楼上就看到不少人围在一柜台前。出什么事儿了？金宝阁小伙计把客人定制的首饰误卖给了别人，那首饰挺好看的，看中那首饰的姑娘又不知道是谁府上的，骄纵蛮横。金宝阁向他赔礼道歉，说他今儿买的首饰全部打9折，那姑娘还是坚持要买下那套首饰。这姑娘穿戴一般，但没眼睛，肯定是哪个大家闺秀乔装打扮偷溜出来玩的，不是一个小小的户部员外郎府能够招惹得起的。为了套首饰得罪人，这实在是不理智。别人的事沈婉不会多管，户部员外郎府上的姑娘就冲那块玉佩，沈婉也得帮她一把。沈婉朝那边人多处走去，金宝阁掌柜的劝那姑娘道，今儿是我金宝阁的错，那姑娘实在是喜欢这套首饰，姑娘一看就是有才情的人，首饰设计之精巧，我金宝阁打心眼里佩服。
要不您再画2套图纸，我金宝阁免工钱帮你打造。这套首饰就当是卖给我金宝阁了，可好？不是我不愿意，这套首饰我是带人来取的，我无权处置。沈婉眸光从陶大姑娘脸上扫过，看向另外一位姑娘。那姑娘的贴身丫鬟见到沈婉，拽那姑娘的衣袖。拽我做什么？这声音是寿春公主，她直接走到沈婉身边。你敢告状，我和你没完！你再把事情闹大一点，用不着我告状，就会传到皇上耳中去。这套首饰我不要了。丢下这句，寿春公主转身离开。那姑娘到底是什么人，竟敢瞪林王妃？多谢林王妃，不然这套首饰我今天只怕是带不走了。举手之劳而已嘛。金宝阁掌柜的，然后对陶大姑娘道：请把单子给我。然后就看到单子的落款处没写名字，而是画了2朵云。玉佩出现在云家就够不寻常了，现在又见到了自家2表哥专用的符号。这套首饰真好看。打造这套首饰耗了不少时间，工钱都快赶得上材料钱了。得亏姑娘晚了几日才来取，早来都没打造好。着实不错，回头等2表哥回京，我也得让他送我一套这么好看的首饰不可。哎，陶大姑娘，要不急着回府，帮我挑选一下首饰可好？陶大姑娘红着脸轻点了下头。沈婉挑完首饰，将一根红玉簪子插到陶大姑娘的发髻上。林王妃陪我挑了半天首饰，这只簪子就当是谢礼。不敢，能陪林王妃逛街是我的荣幸。陶大姑娘要将簪子还给沈婉，是嫌弃簪子不好看吗？连连摇头。沈婉笑而不语，结了账，两人下楼。刚刚那不知道是谁府上的蛮不讲理的姑娘被人教训了。她怎么了？那姑娘在外露了财，被2个地痞盯上，抢了她荷包。她和丫鬟就追着那2个地痞打，砸了不少小堂上的东西。巡城司的人把他们主仆2人和那地痞都抓去了巡城司了。陶大姑娘好奇那姑娘的身份，不过再好奇，陶大姑娘也不敢问。她俯身告辞。德月楼2楼包间，谢景琰和唐泽在喝酒。爷，寿春公主偷溜出宫，好像被巡城司抓了。我手下那些人这么出息了？我去确认一下。唐泽跑了，他结的账，又陪沈婉逛了半条街。巡城司真把寿春公主抓了？你去捞寿春公主？爷，晋王骑马过来了。灵王这是有事找本王。巡城司抓了2个你的熟人，你去巡城司捞人。没空。晋王都不愿意去捞寿春公主，我也不好意思叫你去了。晋王不愿意去，只能进宫找皇上去捞人了。御书房内，皇上，灵王来了。让他进来，这回进宫找朕所谓何事？替巡城司来给父皇传句话，让父皇去巡城司捞人。让朕去巡城司捞人？父皇没听错，什么人被巡城司抓了？要朕亲自去捞啊？寿春公主。寿春公主是你的皇妹，你不能直接把她带回宫吗？那是晋王的皇妹，不是我的。我母妃只生了我一个，灵王可以让晋王去捞寿春公主。找了，晋王说他没空，要不是不能不管，我才懒得进宫。巡城司尽职尽责，父王别忘了赏巡城司。丢下这一句，谢景琰就转身走了。让皇后来见朕。凤仪宫内，皇后娘娘，皇上让您去御书房。迈步进御书房，不知皇上叫臣妾来是。寿春偷溜出宫的事，你可知情？皇上息怒，寿春出宫，臣妾是知道的。寿春前几日在太后那儿听到了胡杨长公主年轻时出宫遇到长驸马的事儿，就闹着也要出宫，臣妾一直没准许。这几日抄宫规，寿春吵得臣妾不安宁，想着如今京都在巡城司管辖下，治安太平，寿春出去玩玩也不会遇到危险，就准了。看来皇后对巡城司甚是满意了。巡城司在延平王世子和谭国公府大少爷他们的治理下，京都地痞流氓都少了许多，再加上胡杨长公主的儿子也进巡城司了，巡城司的能力有目共睹。皇上脸黑的找不到词形容，他吩咐袁公公：你去巡城司大牢捞寿春公主。他女儿溜出宫玩，被巡城司抓了。想到自己刚夸巡城司的话，宋皇后的脸像是被人掌掴了10几巴掌似的难看。袁公公去巡城司接寿春，怕是会传得沸沸扬扬，还是臣妾派人去接吧。你以为这事儿能瞒得下来？袁公公退下，出宫去捞公主。消息传到巡城司，我们巡城司抓了寿春公主吗？不知道啊。今天巡城司倒是抓了个脾气暴躁的姑娘，不会是公主吧？应该不是，唐夫四卿先前回来去大牢看了一眼，没说那是公主啊。那应该不是了，吓死我了！那对主仆可是我抓的。不好，可能真的抓了公主，宫里头来人了。袁公公走进去，不知公公来是？延平王世子他们呢？
今儿休沐，他们都不在府衙里。牢门一打开，袁公公来接他的。父皇肯定知道他偷溜出宫，还被巡城司抓了的事儿了。进了御书房，父皇，儿臣知道错了，那都是灵王妃害的儿臣，是他指使2个地痞抢了儿臣荷包，还让巡城司把儿臣给抓了。堂堂公主在宫外追着2个地痞打，追得叫人分不清楚到底谁才是地痞流氓。是灵王妃拿刀架在你脖子上，叫你追地痞的吗？还不快认错！这时候谢景烟走了进去。灵王让你去巡城司捞人，你为何不去？灵王只说巡城司抓了2个我的熟人，没说是寿春。他要是明说是寿春，儿臣不可能不去接他。灵王没说，你不会问吗？父皇息怒，儿臣知错了。巡城司上下尽职尽责，赏黄金100两。再说唐泽，唐大太太问：巡城司当真抓了寿春公主？抓了。连寿春公主都敢抓，你是想活活吓死你娘我吗？我爹都抓了，寿春公主巡城司要不抓，我爹也不会答应啊。今儿择儿休沐，巡城司衙役抓的人不是他抓的，还不是他带的好头。爹，你不能一直夸我一边打我呀。你不是要和延平王世子他们在德月楼吃饭吗？怎么今儿回来的这么早啊？他们要陪各自的未婚妻，就剩我一个人吃饭，没意思，就回来了。要给你定亲不同意，现在看他们成双成对，知道急了吧？娘这就给你挑选合适的世子夫人。他们都是自己找的合心意的姑娘，我也要自己选。你都选了大半年了，选出来了吗？我不着急，由着你慢慢选，回头他们儿子都生了，你都还没成亲，我再给你1个月的时间，要还选不出来，就别怪娘不给你做主的机会了。唐泽一脸郁闷地回自己住的院子，推门就看到一只雪白的鸽子落在窗棂上，发现鸽子脚脖子上还绑了东西，感情还是只不务正业的鸽子。宋皇后母子3人被罚的消息传到神王耳中，皇后禁足1个月还没起，就又被禁足了，那就是2个月了。皇后禁足不了2个月，明明就是2个月呀。再有1个多月就是皇上的寿辰了，到时候西凉、东烈都会来贺寿。为了大储的颜面，皇上也会让皇后参加寿宴的。转眼6天过去了，这日吃过早饭，沈婉就带着银霜出了府，坐马车到右相府。灵王妃来我右相府，有失远迎了。本该过2日再来给程瑶送天妆了，今儿天气不错，就提前来了，也没事先派人来知会一声。瑶儿的命都是灵王妃救回来的，灵王妃有孕在身，还来亲自给瑶儿送天妆，叫瑶儿如何受得起？我闺中好友不多，身子又还没重到不能出门，肯定要亲自来送天妆啊。娘，您去忙去吧，我和灵王妃说会话。灵王妃有孕在身，可别累着她。女儿知道。右相夫人就走了，我特地上街给你挑的天妆，看喜不喜欢。这太贵重了，这我不能收。哪有送天妆来不收的？可是灵王和延平王世子虽然是表兄弟，但关系比亲兄弟还要好。我给自己亲弟妹送天妆，寒酸了怎么拿得出手呢？沈婉既然来右相府了，就多坐了会儿。程瑶送沈婉出府，就见一顶软轿停下。老爷今儿怎么回来的这么晚啊？礼部尚书病了，这几日都没上朝，皇上让我带他去探望了下礼部尚书。礼部尚书病得很严重？哎呀，已经病到连床都下不了的地步了。怎么突然就病得这么严重了呢？银霜扶沈婉坐上马车，往前跑了好一会儿，马车缓缓停下来，车就到了。是王爷过来了？不是来接我的吧？皇上召我进宫。礼部尚书病重，皇上似乎有意安排人接手礼部尚书一职了。你的意思是？虽然没什么希望，但你试着举荐一下礼部右侍郎看看。你这是在替我找骂吗？我替你找了，你不就不用自己再想了吗？小厮赶马车回王府，谢景琰继续骑马进宫，马车徐徐在灵王府大门前停下。王妃，礼部尚书病重，拿了拜帖，想请陶大夫去治病。当下允了。再说谢景琰直奔御书房而去，赵院正正在回话。礼部尚书的病入肺腑，应该就这2日了。父皇找我什么事？没事，朕就不能找你了吗？父皇奏折批完了吗？礼部尚书病重，给朕筹备寿宴的事交给你负责。父皇不想办寿宴可以直说，文武百官又不会逼着你非办不可。皇上，成王求见。让他进来。然后成王走进来。这是怎么了？礼部尚书病重，皇上想让灵王负责寿宴的事宜，臣弟就是为皇上寿宴仪式来的。方才臣弟去给太后请安，太后听说礼部尚书病重的事，觉得臣弟这些年为了允儿的病，
都没为皇上分担过什么事，如今女儿的病情大有好转，臣弟也该为皇上分忧了。既然灵王不愿意负责皇上的寿宴，这事儿就交给臣弟来办吧。陈王叔负责这事儿，父皇还不放心吗？礼部尚书的病怕是好不了了，臣弟负责这事也需要礼部配合。礼部尚书一职，安定伯可胜任。安定伯不久前才因为护短倒打一耙被父皇罚了，礼部尚书的位置交给他，恐难服众。礼部右侍郎陈大人丁忧，父皇都夺情起伏重用他对礼部也远比安定伯要熟悉，父皇可以直接将他提拔上来。陈老夫人过世，陈大人理应守孝3年，皇上夺情他已失孝道了。礼部尚书各种礼都要参加，朝廷又不是没人可胜任礼部尚书一职，何必为难陈大人呢？灵王举贤为亲，实属不该。谢景琰笑了，都说举贤不避亲，我举荐延平王世子他们进巡城司，他们可是有办事不力的地方。朝廷文武大臣是不少，但父皇夺情陈大人，正是因为礼部右侍郎一职由其他人担任，一再出事。礼部尚书一职更重要，更需谨慎。皇上觉得呢？陈大人办事能力不错，在礼部尚书并御前，由陈大人暂代礼部尚书一职。成王出了御书房，他前脚回成王府，后脚安定伯就过来了。皇上把礼部尚书一职交给陈侍郎暂代了。怎么会交给陈侍郎呢？他还在小旗中，交给姚侍郎也不能交给他呀。灵王保举的他。成王走到书房外，王爷，封地上有消息传来，低语了几句。这事儿怎么会走漏风声？朕留下没有？那人受伤坠崖了，没有生还的可能。此事绝不能掉以轻心。是。回廊上，沈婉闲着没事儿逗鹦鹉说话。王妃，王爷回来了，如何？你的吩咐，为父岂敢不照办？你大表哥也回京了。这么快吗？王妃，皇上让礼部右侍郎陈大人暂代礼部尚书一职。你说什么？再说一遍。在礼部尚书并御前，由陈大人代替礼部尚书一职。皇上再给谢景琰铺路。陈大人不敢置信，皇上怎么会让我暂代尚书一职啊？是灵王保举的您。陈夫人握着云墨的手道，都是托了你的福。灵王举荐父亲，是因为父亲办事能力过人。第3天早上，礼部尚书病逝的消息传开，各方势力就涌动了。沈婉哪儿都没去，他想去云家一趟。第2天吃过早饭，沈婉和谢景琰就出府了。您先去云家，我去城外迎一下你表哥。你找我表哥有事？我托你表哥帮我在云家挑了匹良驹。彼时延平王世子和唐泽已经等候在那儿了。见谢景琰回来，陆成怎么回事？怎么还没来啊？远远的就看到云骑他们骑马过来，还有2张生面孔。在下魏桓，见过几位，这位是我四弟魏毅。魏家正是大楚最大的养马世家，几个小厮将马牵过来，那油光顺滑的马就把他的注意力给抓了过去。怎么就你们？宣平侯世子呢？不知道啊，你准妹夫肯定是被什么事给耽搁了。什么准妹夫？你还不知道？前些天陆成和你云家二姑娘定亲了。那边一阵马蹄声就传了来。你又做了什么事情惹到你爹娘了？我能说我什么都没做，特别无辜吗？还不就是我之前抄佛经那事儿。那事儿不是过去了吗？这事儿在我这里是过去了，可在我爹娘那里没有啊，而且这辈子都过不去了。让爹娘误会他想出家，然后同意他娶云蕊，在他娘眼里就成了他这个儿子断袖，所以萌生出了出家断7情6欲的念头。他娘还是很疼他的，为了保他的命，他娘就动了再生一个儿子的念头。想着陶大夫医术不错，就想找陶大夫看看。陶大夫很不理解，但宣平侯夫人有此要求，他作为大夫肯定想办法帮他如愿呢。陶大夫就给他开了张坐胎的方子。药刚吃完，陆成就因为大半夜翻墙出府搞事，被自家亲爹发现。宣平侯夫人知道自己儿子根本没想出家，只是想娶云蕊。宣平侯夫人担忧了好些天的心彻底放下来了，药也不吃了，高高兴兴地准备聘礼去云家下聘，就盼着早日将世子夫人娶进来，早点给他添个小乖孙。可就在今天早上，宣平侯夫人错偶了，把大夫请进府一把脉，结果是有身孕了。再然后陆成就挨了爹娘一顿混合双打。进城后，魏桓也同云齐道：今日暂别，改日我再登门拜访云老太爷。暂别什么？来之前不是说好的在我云家下榻吗？太叨扰了，也多有不便。嘿，你我兄弟，你把云家当自己家住就是了，这样和我可就太生分了。我在城西有座3进别院，偶尔去住几日，
收拾的还算雅致。你们不愿住我云家，那去我小院那住，这个面子必须得给我。魏环听从云奇的安排，云奇让人送魏环去他的别院下榻，他和谢景琰还有云浪他们回云家，直接去往云老夫人住的流霜院。在院子里就听到祖母的笑声了。祖母在笑什么？你表妹说你也到成亲的年纪了，让祖母给你挑门好亲事。我的亲事不急，下个月就满19了，你爹在你这年纪都有你了，还不急呢。祖母，您还是先操心大哥迎娶大嫂的事吧，还有蕊儿出嫁，我的亲事真不急。表哥也不先问问外祖母有意给你提亲的是哪家姑娘，就一口回绝。哪家姑娘？户部员外郎府陶大姑娘。二表哥实在不愿意，那就什么时候给我提亲？要这亲事成了，二表哥你可得送我一套定制的首饰做谢媒礼啊。云老夫人问云浪，你爹呢？怎么没一起回来啊？大哥赶去魏家后，我爹觉得有大哥负责这事儿足矣，就巡视西北一带的铺子去了，估计要过几日才会回来。看来蕊儿和宣平侯世子定亲的事儿，他这个亲爹是最后一个知道了。宣平侯府想早日迎娶蕊儿过门，他要在西北多耽搁些日子，怕是连自己女儿喜酒都要喝不上。大姐姐呢？表姐都来了，她怎么还没回来？这时候大姑奶奶回来了，只是脸色不是很好，被姑爷扶进府的。我昨儿去陈府看她还好好的呀，怎么就脸色不好了？脸色不好她回来做什么？老夫人，大姑奶奶有喜了。很快云墨就进来了。害喜严重，怎么还回来了？从陈府出来都还不知道有身孕，坐马车颠簸吐了，瞧了大夫才知道，当时距离云家就2条街了。大夫说木儿只是害喜，没有动胎气，就还是回来了。陈府是双喜临门了，都是托了灵王、灵王妃的福了。屋子里其乐融融，明日云大太太就将选好的良辰吉日送去延平王府。大表哥迎娶清河县主，应该在皇上寿宴之前。等皇上寿宴，大表哥就要和清河县主一起进宫贺寿了。那可得好好的准备给皇上的寿礼才行。祖父的寿辰就在皇上之后没几天，有好几年没大办了。老太爷说今年不大办了，就一家子一起热闹一下就行了。今年不大办吗？前世可是大办了的。今年府里得办不少的喜事儿，你大表姐出嫁，很快你大表哥就要迎娶清河县主过门，接着你云蕊表妹出阁，要你二表哥定亲了，10有8九年内就要把人迎进门，1年办4次喜宴，全家礼收的太多了。吃完午饭，沈婉和谢景琰就告辞了。谢景琰把他扶上马车后，某位爷朝马走了过去，去户部员外郎府上。今天时辰不早了，明日再去给你二表哥提亲不迟。今天去不一样吗？既是去提亲的，总是要先送份拜帖去，这贸然上门没得把人吓着。好吧，你是不是不知道户部员外郎府上在哪儿啊？你知道在哪儿？他也不知道。小厮赶马车回灵王府，送份拜帖去户部员外郎陶大人府上，明日本王陪王妃登门。翌日，沈婉和谢景琰就准备出府去户部员外郎府上了。王爷、王妃，户部员外郎陶大人和陶夫人来了。是我们有事要去府上，陶大人和陶夫人怎么来我们灵王府啦？哎呀，王妃有孕在身，不宜劳累呀。有什么事儿，我们来灵王府也一样。这可不一样。不知灵王、灵王妃送拜帖去我们陶府时，我们送拜帖去府上，是想替我云家表哥求娶府上的大姑娘。云家怎么会看上小女呢？陶夫人放心，我二表哥品性端正，这一点我可以担保。我虽然没见过云二少爷，但我相信能让灵王、灵王妃帮着保媒，必然不差。这么说，陶大人、陶夫人是同意将女儿许配给我二表哥了？云家能看上小女是小女的福气，何况之前灵王妃还帮小女解过围，与小女有恩。只是我想不明白，与云家结亲的一个比一个身份尊贵，云家怎么会看上我一个从五品小官的女儿啊？陶大人和陶夫人只有这一点疑惑吗？寿春公主看上陶大姑娘的那套首饰，陶夫人可见过？见过。陶夫人可知道那套首饰是谁送给府上大姑娘的？小女说是一个朋友，因为离京没法去金宝阁取那套首饰，就把单子给她，让她带去。倒也没说错，当初我二表哥为朝廷去西北魏家谈马匹生意，确实没法取首饰。那套首饰是云二少爷的？银霜便取来一锦盒，锦盒里是一对双鱼佩，这是沈婉给自家二表哥挑选的定亲献物。
另外一块把这块玉佩送去云家。海棠走后，陶大人、陶夫人起身告辞。王爷，皇上传召您进宫。我进宫去见父皇。皇上要知道谢景琰私下也叫他父皇了，肯定很高兴。谢景琰进宫去。王妃，王爷派人回来传话，说是云大少爷请客，他午饭不回来吃了。门外就传来了海棠的说话声。鹦鹉呢？怎么不见了？鹦鹉身上有些脏，带下去洗澡了。你倒好，回来先问鹦鹉。我可不是随便问的，我送完玉佩去街上转了转，碰到了一个人，他说话可有意思了，和咱们家鹦鹉一模一样，连语调都一样，我都怀疑是鹦鹉成精了。不会是鹦鹉的前主子吧？二表少爷没想到王妃这么快就帮他把亲事定下了，很是高兴，说明儿来向王妃和王爷道谢呢。谢景琰回府时都快傍晚了，我还以为你晚饭也不回来吃了呢。有这么想我吗？谁想你了？我只是有些好奇，皇上找你进宫做什么？你大表哥和魏家把买战马的事情谈妥了，但与魏家签契约说的是朝廷，父皇把这事交给我负责，我接下了。第二天，谢景琰就出府了。王妃，云家二表少爷来了。一家人，二表哥还和我这么见外，来和我道谢。一家人该谢也得谢。看到锦盒里的首饰，这首饰不是二表哥送给陶大姑娘的那套吗？怎么给我了？这套首饰他不敢收，更不敢戴，还给我了。表哥花了好些天才画好的图纸，就这么毁了，太可惜了，只能给他找个敢戴的新主子了。这是表哥送给准表嫂的东西，我怎么能要呢？不过准表嫂有此担心，就暂时放在我这里，我替她收着，等机会合适了我再给她。铺子上还有点事需要处理，表哥就先走了。王妃，宫里赐下一食和糕点。宫里怎么会突然赐糕点？说是今儿御膳房新做了道糕点，皇上吃着觉得不错，就让御膳房多做了些，赐给文武百官。可就在快要碰到糕点时，脑子里闪过傅叔小产的画面，猛然将手收了回来。王妃怎么了？糕点有问题啊！将糕点送去，让陶大夫检查一下。检查完了还带回来吗？沈婉道：我不吃，你看着处理吧。约莫小2刻钟。王妃，陶大夫检查了，糕点没问题。你怎么处理那些糕点的？正好陶大夫女儿陶姑娘在药房，我看她很想吃那些糕点，于是就送给她了。然而没过一会儿，王妃，宫里送来的那盘子糕点有剧毒。怎么会有毒呢？陶姑娘和陶老夫人他们没事吧？没事，陶大夫没吃糕点，让陶姑娘带回去给陶老夫人吃。结果陶姑娘离食和出府回陶家小院的路上，被不知道从哪儿来的狗吓到了，手里拎着的食盒掉地上，狗吃了块糕点，当场没命。沈婉起身去往药房。王妃怎么来了？我险些害了陶大夫一家子。是我学艺不精，没检查出糕点有毒，万幸丫鬟没有将糕点带回去，要王妃吃下有什么好歹？叫我如何和王爷交代呀？连陶大夫都检查不出来，那糕点被人下的是什么毒？是一种无色无味的剧毒，应该是用针打入糕点里的，用银针检查不出来。这回幸亏有那条狗，否则是他低估了那些人的手段，低估了他们想要谋害灵王、灵王妃的决心。沈婉往莫玉轩走，谢景琰走过来，只紧紧地把沈婉抱在怀里。我没吃糕点，我没事。那些糕点在哪儿？在陶大夫那儿。今儿吓坏陶大夫一家人了。哎，你要去哪儿啊？我去找父皇。糕点有毒的事儿，这会儿应该已经传到父皇耳中了，不用你再去说一遍。看好王妃。丢下这句，谢景琰就迈步走了。沈婉要追上去，被银霜和海棠拦下了。你们俩到底是谁的丫鬟啊？奴婢们是王妃您的丫鬟，可王爷的话奴婢们也不敢不听，而且王爷是为了王妃好。御书房，皇上，不好了，宫里送去灵王府的糕点里被人下了毒。灵王、灵王妃吃糕点了？没吃，灵王、灵王妃都没吃。灵王、灵王妃都没吃糕点，怎么查出糕点被人下了毒啊？糕点送去灵王府时，灵王不在府里，灵王妃准备尝一块，想着之前在宫里有人害进王妃，还有人往送给成王世子的糕点里下毒，就没敢吃，让丫鬟把糕点拿去给陶大夫检查，毒藏在糕点里头，无色无味，陶大夫都没检查出来。银霜见陶大夫的女儿想吃糕点，想着陶大夫对灵王有救命之恩，就把糕点送给了陶大夫的女儿了。陶大夫的女儿孝顺，带糕点回去给陶老夫人吃。回去的路上被狗吓到，打翻了糕点，狗吃了糕点毒发身亡，这才发现糕点里有剧毒。这些人当真是胆大包天，竟敢在皇上御赐的糕点里下毒。袁公公怀疑是皇上近来一再提拔灵王保举和亲近之人，
让那些人有了危机感，要杀灵王已绝后患了。皇上已然雷霆震怒，给朕去查，朕倒要看看是谁吃了雄心豹子胆，敢谋害灵王灵王妃。谢景琰拎着食盒进御书房，将食盒重重放到龙案上。这就是父皇赐的那盘糕点。皇上已经知道送进灵王府的糕点被下毒的事了，已经命奴才去御膳房查这事儿了。这事儿不该从御膳房查起，不从御膳房查，那从哪儿查起啊？是谁怂恿父皇赐文武百官糕点的？给我从这里查。御膳房糕点来时，郑贵妃正好来御书房，是她建议皇上赐百官糕点的。传郑贵妃。再说郑贵妃，皇上传召郑贵妃去御书房。不知皇上传召臣妾来时，今日你建议朕赐百官糕点，是你自己的意思，还是受人指使？是臣妾自己的意思，但就是借臣妾几颗胆子，臣妾也不敢谋害灵王灵王妃。当真是郑贵妃的意思？郑贵妃眸光有些躲闪，说，这真的是臣妾自己的意思。知道欺君是什么罪名吗？臣妾不敢欺君，臣妾收买了皇后宫里的一宫女。昨日傍晚，皇后抄佛经时，宫女说往年盛夏，皇后都会提醒皇上赐百罐绿豆糕等消暑之物。今年凤宴由臣妾掌管，问皇后要不要提醒臣妾一声，皇后没应声，臣妾收买的宫女就将这事悄悄地禀告臣妾知道。今儿臣妾召皇上，就是想提醒皇上一声，碰巧御膳房送糕点来，臣妾见那糕点有消暑降火之效，这才建议皇上赐百官糕点，以示皇恩浩荡。臣妾所言句句属实，不信皇上可以找皇后宫里的宫女询问。皇上，灵王的护卫去御膳房查问了，今日御膳房呈给皇上的消暑糕点是成王吩咐的。前几日成王去给太后请安，听说太后因为天气热食欲不振，御膳房送去的糕点甜腻，太后不爱吃，成王就吩咐让御膳房做些消暑的糕点给太后吃。成王让御膳房做些消暑的糕点给太后吃，只会让人觉得他孝顺，而不会怀疑其中有问题。成王是向着晋王谢景殷的。莫玉轩，王妃，皇上把八皇子的生母王昭仪晋升为淑妃了，皇上还把交给郑贵妃的凤业收回来，交给王淑妃管。皇上怎么晋升王昭仪呀？皇上拿回了郑贵妃代为掌管的凤宴，交给王昭仪管。袁公公说王昭仪位分不够，太后怕是不会同意的。王爷就来了一句，位分不够这样的小事也能拦得住皇上，然后皇上就把王昭仪晋升了。灵王一句话，他不仅晋升为淑妃，还能掌凤印了。等了小2刻钟，谢景琰就回来了。查到是谁在糕点里下毒了吗？糕点是成王让御膳房为太后做的，父皇赐百官糕点是宋皇后利用郑贵妃办的。差点害了陶大夫一家，就拿他们一点办法都没有吗？我审问了所有碰过糕点和食盒的工人，没找到漏洞。这案子还有查的必要吗？拿不到证据，朕没法给你和灵王妃主持公道。这般缜密的计划，父皇觉得背后之人会留下蛛丝马迹给我查吗？倒是成王叔，连太后食欲不振都注意到了，在朝堂之事上却公正得很，不仅没有偏私太后极力扶持的大皇子，反倒一再举荐晋王的人。父皇迟迟下不定决心立储，可以当着文武百官的面问问成王叔，大皇子和晋王谁更合适做储君？审完午睡起来，皇上给他押金的赏赐就到了，整整2大箱子的好东西。袁公公走后，沈婉去书房找谢景琰。梅州粮仓案，晋王的人找到了卖粮食的账册，也拿到了几个粮商的供词，已经送到晋王手里了。结果竟然让谢景殷先找到证据。然而第2天，谢景殷并未将证据呈给皇上，事出反常必有妖啊！爷，查到点消息，晋王收到梅州粮仓案的证据，当天就要进宫呈给皇上，但在去御书房的路上被成王拦了下来。他不是暗戳戳的扶持晋王吗？晋王好不容易拿到证据能扳倒大皇子了，他又帮大皇子，成王到底是站哪边的？关键时候成王又帮大皇子，他到底想做什么？成王是在帮大皇子，也是在帮晋王。晋王的人找到的证据有问题？证据应该没问题。成王阻拦晋王十有八九是西周大坝贪墨案，大皇子也找到证据了。成王拦下晋王是防止他和大皇子两败俱伤。如此，梅州粮仓案的证据岂不是成了晋王的护身符？他们还指望大皇子和晋王俩狗咬狗呢，结果2人同时找到对方的致命证据，反倒坐下来和谈了。这事急不得，慢慢来。王爷，大皇子来了。六哥，六嫂，鹦鹉扑腾翅膀道：来贵客了。
你小子可得给我好好招呼。六哥，你养的这只鹦鹉胆子也太肥了，连我都不敢这么和六哥说话。这只鹦鹉还真是不怕死啊！六哥脸都气绿了，居然还没宰了它。这是六皇嫂养的鹦鹉吧？鹦鹉是王爷送我的。感情这只喊六哥小子的鹦鹉是六哥自己买回来的呢。你想去谢阳几天，和你六皇嫂直接说就是了。六皇嫂，你能把鹦鹉借我几天吗？他点了下头，沈婉不妨碍他们说话，就回屋了。我带回宫去，万一养飞了怎么办？你要真能养飞它，六哥谢谢你。八皇子就是代替自己母妃王淑妃来向谢景琰和沈婉道谢的，将谢礼送上，待了一会儿就走了，带走了那只鹦鹉。王妃，云家大表是迎娶清河县主的日子定下了。哪天？这个月28。那这个月延平王府岂不是要办2场喜？延平王府原是想下个月再让清河县主出阁的，这不是宣平侯府想要早日迎娶二表姑娘过门吗？当初就延平王世子，宣平侯府也出了令，延平王府就选了第一个吉日，这个月28，下个月16，宣平侯府世子啊就迎娶二表姑娘。王妃，成王挨骂了。成王挨骂了？成王何等的身份，什么人敢骂他呀？是咱们家的鹦鹉骂的。八皇子把鹦鹉骂谢景琰还使唤他的事儿告诉皇上，皇上就让八皇子把鹦鹉放御书房养2天再拿走。成王找皇上还是为铁骑兵的事儿，这事儿朕意已决，不必再劝。皇兄，臣弟是为江山社稷着想，你个蠢货，你懂什么？还不快滚！这只鹦鹉果然嘴里没好话，成王倒也不必和这畜生动怒，跪下吧。然后这事儿就被宫人当成笑话传开了。这天沈婉在书房，任由陶大夫给他请平安脉。王妃胎相很稳，一切安好。让陶大夫也给你把脉看看。谢景琰能怎么办？只能坐下了。还是和之前一样，有些上火。陶大夫出书房，陶大夫让你吃清淡点儿，我得去吩咐小厨房。这么点小事，还需要你亲自去吩咐？丫鬟去，我不放心。这点事都办不好的丫鬟，还留着做什么？发卖了吧？你绝对是老天爷派来折磨我的。我要给你纳妾吗？你说什么？我是不是该给你纳妾啊？你还真是大度啊！你不需要吗？你自己的事，休想推给别人。我更不是什么人都要的。可是，不等沈婉说完，他的吻就落下了，带着惩罚的吻，格外的霸道。我从未想过纳妾，这辈子有你就足够了。我要只是个亲王，你给我生1儿1女就行了。要真做到那位置，2个儿子也够了。等孩子生下来，你欠的为夫会连本带利讨回来。王爷，八皇子和西北魏家四少爷在街上打起来了，宣城司把他们都抓了，让您去捞八皇子。我去新城司看看。王爷送给王妃的那只鹦鹉也太能惹祸了。鹦鹉惹什么祸了？八皇子和西北魏家四少爷打架，就是因为那只鹦鹉啊。怎么会是因为鹦鹉打架呢？银霜把知道的都告诉沈婉。皇上想想自己一国之君要被只鹦鹉给骂了，也太丢人了，就让小喜子把鹦鹉送去给八皇子。今天一早，王淑妃就派人去催八皇子把鹦鹉送回灵王府，但是六哥不想在灵王府里再见到这只鹦鹉了。他要不小心把鹦鹉放飞了，六皇嫂再生气也不会把他怎么样，骑马出宫。可就在路过闹街时，鹦鹉突然扑腾翅膀飞走了。看着鹦鹉朝一比他年长2岁的男子飞去，落在人家肩膀上，还亲昵的拿那颗脑袋去蹭人家的脸。这是我的鹦鹉。魏四少爷要花钱把鹦鹉买下来，八皇子能卖吗？八皇子见要不回来，只能动手抢了。2人当街打起来，正好碰到延平王世子和杜承安巡城。你说这只鹦鹉是你养大的？你家不是在西北吗？它怎么跑京都来了？这只鹦鹉是我养的，被人给偷了。我也没想到会在京都碰到。你的鹦鹉不是被人偷了，是父亲叫人给卖了。鹦鹉是父亲卖的？他扶着额头，把自家亲爹卖鹦鹉的原委说出来。只是这只鹦鹉教他好话从来不学，教他骂人是一学就会，逮谁骂谁。魏老爷忍这只鹦鹉很久了，气头上让人把鹦鹉抓出府卖了，怕被儿子找回来，还特地叮嘱卖得远远的。外面唐泽和陆城巡城，听说延平王世子和杜承安把八皇子和魏四少爷，尤其是那只骂成王的鹦鹉给抓了，第一时间就赶了回来。这就是昨儿骂成王的那只鹦鹉，果然百闻不如一见呐。
原来是误会一场，还不快给八皇子赔不是？我们也算是不打不相识啊。是我没告诉四弟实情，才有鹦鹉之争。正好我那还有一匹良驹，就当是给八皇子赔礼道歉了。是和我六哥一样的千里马吗？灵王的马万里挑一，我魏家也只有这一匹，送八皇子的不在延平王世子他们的之下。魏大少爷送你的，你收下便是。鹦鹉呢？你们不要了，君子不夺人所好。这只鹦鹉魏四少爷带走。这怎么行？家父已经将鹦鹉卖了，这是灵王府的鹦鹉。但他实在不想把鹦鹉带回去，就找了个地方扔了，扔给皇上了呗。谢景琰送八皇子回的宫，他得帮他们解释两句，皇上才不会责罚八皇子，才不会迁怒魏家。何人打架还被打成这样？魏四少爷伤得不比儿臣轻，朕是不是还要夸你一句会打架呀？儿臣不敢，儿臣知错了。父皇息怒，这是其中有些误会，八皇帝并非故意和人打架。谢景琰把鹦鹉献上，这只鹦鹉还算灵巧，父皇批阅奏折累罚了，可以逗他解罚。这只鹦鹉灵巧，灵王竟然舍得孝敬给皇上你。你确定眼儿不是让这只鹦鹉帮他骂着的？那皇上您还收下。皇上看着鹦鹉道：你敢骂朕一句，朕就拔你一根羽毛，听见没有？皇上敲鹦鹉的脑袋，鹦鹉骂咧咧道：你做个好人嘛！成王就更倒霉了，他进御书房，鹦鹉就扑腾翅膀叫嚷：那个蠢货又来了！再说谢景琰，王爷把王妃的鹦鹉送给皇上，王妃知道了怕是会生气啊。买只画眉鸟带回去给王妃。谢景琰进二门，陈峰就拎着鸟笼追上来了。爷，画眉鸟买回来了。卖画眉鸟的人说，这两只画眉鸟是一对，感情好，不分开卖，属下就都买了。这两只画眉是一对。两人坐下来吃早饭。爷，今日早朝，大皇子呈报皇上，西周大坝案没查出问题，确实是被西凉细作给炸毁的。晋王也禀告皇上，他派去梅州的人查探许久，并未找到梅州粮仓在烧毁之前就被人搬空的证据。皇上怎么说？皇上什么都没说。父皇什么都没说，才是最可怕的。王爷、王妃，延平王世子来了。来找我有事？他是来请谢景琰和沈婉去喝他和程瑶喜酒的。这么点小事，还用你亲自来一趟？别人让下人送就行了，你们这一份我必须亲自来送。你我兄弟，我就不跟你客气了。除了送请帖，我还有个小忙需要你帮我一下。什么忙？把你府上御厨借我用一天。这么点小事儿，谢景琰和沈婉不会不答应。他走后，右相府程大少爷送来出阁宴的帖子。出阁宴这天，陆成和杜承安一早就到了，倒是唐泽迟迟不见人影。唐泽还没来吗？还没呢。唐泽一向守时，不是会食言的人，他不会出什么事吧？这两日唐泽心情极好，就盼着今日休幕，看店有事耽搁了。他抬手挡了下，才发现唐泽戴了面具了。不只是唐泽，还有个男子和他一起也戴着面具。你怎么也戴上面具了？难不成你也被你爹给打了？去，我才没有被我爹打呢。这位是我，徐继。男子点头，正是刑部尚书府大少爷徐继。你们俩一起来，怎么还都戴着面具啊？我们俩碰上，没忍住切磋了一下。别这样了，戴了面具，你一会儿怎么喝酒？你们俩老实交代，你们为什么切磋的这么狠？说起来都丢人。事情要从那日一只信鸽落在他书房的窗棂上，他以为是个姑娘，就回信了。你来我往，这些天几乎每天都飞鸽传书。结果前两日对方问他，我可以见见你吗？把唐泽给高兴的，这不是正中他下怀吗？到了约定的地方，等了又等，没等到那穿青色裙长的姑娘来，等到了徐继。我在这里等人呢，你呢？我也是。两人顿时心里有了不好的预感。你等什么人？我在等一个和我飞鸽传书的姑娘。我也是。不会和我飞鸽传书的是你吧？不会和我飞鸽传书的是你吧？两人是越想越恶心，最后没忍住就打起来了。打完了才想起来，两人还要到右相府喝喜酒呢。只是可惜右相府的出阁宴、延平王府的喜宴，沈婉一个都没能去参加。谢景琰喝完喜酒回来，你这是喝了多少酒啊？至少3坛，我酒醒了。某位爷将他压在身下，他就全明白了。清晨，这儿早朝上有不少大臣请皇上立储君，有挺立大皇子的，还有挺立晋王的。这不是经常发生的事吗？平常那些大臣一提立太子，皇上就打断他们。这次皇上没阻拦，请立大皇子和请立晋王的大臣在朝堂上吵得不可开交。皇上问成王，晋王和大皇子谁更适合做储君？成王要回答立晋王，
太后绝对会生气。成王要回答立大皇子，晋王必会失望。成王觉得谁更合适？成王谁都没选，他觉得王爷适合做储君。他还真是小看成王了。没想到成王一个都不选，把他拖了进去。成王却偏要说他合适，惹得父皇不快。立储之争到此为止。成王回答之后，皇上怎么说的？朕问你，秦王和晋王谁更适合做储君呢？皇上问臣弟，臣弟就说几句肺腑之言。在陈妃出事之前，皇上一直拿灵王当储君培养。灵王不论性情还是谋略，都更适合做一个帝王。臣弟始终觉得犯错的是陈妃，不应该迁怒灵王。皇上就满面怒容地起身走了。退朝。太后坐在凤椅上。皇上问你大皇子和晋王谁更适合做储君，你为什么不选大皇子，反倒选灵王？母后息怒，我只是试探一下皇上而已。试探皇上？新来灵王保雪的人，或是与灵王亲近的人，皇上都提拔了。皇上对灵王的态度不似从前，我在想，皇上是不是有意立灵王为太子？还有与灵王往来密切的右相和平阳侯等人，是不是有拥立灵王的想法？只有我先提，才能看到皇上和平阳侯他们的想法。再说沈婉，王爷、王妃、延平王世子和世子妃来了。延平王世子陪世子妃回门，是不是走错门了？哪能走错门？得景琰兄和大嫂相助，我和瑶儿才能结为夫妻。本该昨儿就登门道谢的，临时有事耽搁了。我们先来灵王府，晚半个时辰去右相府不迟。不用这么见外，以后常来灵王府坐坐。我肯定是常来。目送他们走远。王爷、王妃，平阳侯府四少爷来了。四哥怎么会来灵王府啊？四哥怎么来了？是来送请帖的。四房哪天办乔迁宴啊？24那日。那日我要去喝乔迁酒。没不让你去。转眼就到四房乔迁的日子。等马车在宅子大门前停下，魏国公世子和谢景琰打招呼，然后一起进府。但沈静不在，要等到开席才会来。父亲就这么忙吗？还好四叔四婶乔迁宴办得早，再晚几日，父亲都未必有空喝四房的乔迁酒啊。忙到这种程度吗？父亲过几日离京的事，你没告诉我妹妹。边关又无战事，父亲离京做什么？训练铁骑兵啊。乔迁宴办得喜庆热闹。乔迁宴散后，四老爷四太太送宾客出府。难为你有身孕还来，肯定累坏了，回去可得要好好休息。四婶也别累着了。四老爷四太太目送马车走远。累着了吧？不累，就是腮帮子有些酸。怎么会腮帮子酸呢？嚼什么了？坐在那里说了不少话。爷，有人拦路。灵王何在？你找本王。一个叫陈七的人，让我替他送封信给你。谢景琰伸手将信接住，不知为何，这男子隐隐给他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陈七，正是他派去成王封地望州查铁矿的暗卫。陈七可是查到了什么？成王封地不只有铁矿，而且已经开采2年了。小厮赶马车回灵王府，要把这事儿禀告父皇知道吗？事关成王，父皇未必会信我。你不说，怎么知道皇上不信你呢？下次进宫和父皇提一句。你想说什么？父皇寿宴在即，你准备送父皇什么寿礼啊？画幅画当做贺礼。哎，可别。反应这么大，不可以给父皇送画？送画当然可以了，可问题是前世谢景琰送的画，画的是陈妃啊。为何不让我送画？那你答应我，不画母妃。在你眼里，我就这么缺心眼吗？在我的梦里，你送的就是母妃的画像，把父皇气得够呛。你确定我送的是母妃的画像？前世皇上看到画像上画的是陈妃，龙颜大怒，将画扔在地上。他坐的位置离皇上近，看得一清二楚。回到沐浴轩，沈婉泡了个澡。要奴婢去请王爷吗？不用，书房内。怎么过来了？太晚了，你不睡吗？还有最后几页兵书，看完就睡，陪我一会儿。我留下不妨碍你看兵书吗？这样也不妨碍。哎呀，带兵打仗是关乎人命的事儿，你可看仔细点儿。那你安静坐好，别乱动。等了好一会儿，谢景琰总算是把兵书合上了。看完了，那回屋吧。不回屋，今晚就在书房，好不好？这混蛋，不3天2头的上火才怪了。这是书桌，正经看书写字的地儿，他却要，就不信他看书时不走神儿。就在束腰被扯开时，窗户突然被叩响。爷，要禀告什么事？
刚刚唐大少爷和宣平侯世子夜巡到王府附近，翻墙进来，让属下转达王爷一句话。他们方才巡视到严老太傅府时，闻到里面有烧纸钱的味道，就进去看了一眼，有人在里面烧纸。严老太傅正是陈飞的娘家，谢景琰的外祖家。陈飞出事后，严府满门抄斩，无一活口。怎么会有人在那儿烧纸？这事儿把唐大少爷和宣平侯世子也吓着了，两人壮着胆翻墙进去，确实有人烧纸，而且火没灭，应该是烧纸的人发现他们进去躲了起来。我去看一下。严府被查抄6、7年了，沈婉想劝谢景琰明天白天再去也不迟。书房里已经不见谢景琰的人影了。等了小半个时辰，才听到谢景琰的脚步声传来。真的有人去严府烧纸？谢景琰轻点了下头。不只是烧纸，还将严府祠堂倒塌的牌位扶正，清了蜘蛛网，甚至拔了些杂草。今晚去烧纸的人对严府有很深的感情。你怎么看出来的？那人拔过的杂草上有血迹，被杂草割破手也没停下，应该是发现唐泽和陆成翻墙进去才离开的。会不会是严老太傅的学生呢？能轻而易举地发现他们，及时离开，可见对方不只有武功，而且武功不弱。没准严府还有人活着呢。可能吗？没准真的还有呢。夜深了，睡觉吧。一夜好眠。爷，确实有人去严老太傅坟前祭拜，而且带的祭品和爷去祭拜时的一样，都是莲蓬。严老太傅不喜喝酒，也不喜欢吃甜，唯独喜欢吃莲子。但严老太傅这个喜好知道的人并不多，难不成真如沈婉说的那般，严府还有人活着？王爷，皇上让您进宫一趟。我陪你去吧。我不会气死皇上的。谢景琰骑马进宫，直接去了御书房。见过父皇。岳父大人，你和他说吧。我要离京训练铁骑兵，可能要几个月都不在京都了。军营里的事交给副将赵大将军打理，但有些事他怕是应付不来，还需要你帮着处理一二。赵大将军要有处理不了的事，让他只管派人去找我。答应的那叫一个爽快，没有丝毫的犹豫。没事的话，那臣就告退了。皇上摆手，沈静退下。谢景琰没有走。你怎么不一起退下？父皇之前答应我的事可还没做到。朕答应你什么事儿没做到？让我去母妃坟前祭拜她。这事儿不能怪皇上，是有人盗走了陈妃的尸体。这个要求父皇办不到，那我换个父皇能做到的。什么要求？我要严府。你要严府旧宅做什么？我总要有个地方祭拜母妃，不去严府，难道父皇同意我在长春宫烧纸吗？你去严府烧纸，用得着要整座宅子吗？鹦鹉一受惊，你个孽子，怎么跟你爹说话的？看把你爹给气的！小喜子守在门外，袁公公把鹦鹉拎给他，放偏殿去。朕准你去长春宫烧纸，祭拜你母妃，退下。成王的封地望州有铁矿，已经私自开采2年了。谢景琰丢下这句话，转身就走了。灵王就是嘴硬心软，面上不接您安排的差事儿，但事儿没少干呐。把东西拿给他。再说谢景琰出宫后，方才回灵王府。父皇找你进宫做什么？岳父大人离京在即，安排手中兵权，让我照应一二。那这不是我爹找你吗？王爷王妃，袁公公来了。袁公公来做什么？等见到袁公公就知道了。袁公公怎么来了？奉皇上之命，去户部取严府的房契地契，送来给王爷。父皇不是不肯给我吗？怎么又开主意了？皇上知道王爷心底还是孝顺他的。这话可别叫父皇听到，不然得赏袁公公你几十大板不可。谢景琰吩咐州管事道：安排人修缮严府。凤仪宫。皇后娘娘，皇上把严府大宅赐给灵王了。皇上怎么会把严府大宅赐给灵王？是灵王找皇上要的，皇上起初没给，后来不知为何又同意了，还让袁公公亲自给灵王送去。皇上近来做事越发叫人捉摸不透了。寿康宫，小公公快步上前，把皇上把严府大宅赐给灵王的事禀告太后知道。皇上是放下陈妃了吗？唉，怎么可能放得下？必须尽快让皇上立大皇子为太子。到云骑迎娶清河县主过门的日子，马车在云家大门前停下。三表哥，云家三少爷云善，我还以为大表哥成亲，三表哥都不回来呢。云家生意做得太广了，收到你和墨儿出嫁的消息，人在漠北，就是快马加鞭也赶不回来喝喜酒了。那这回呢？这回大哥一定亲，祖父就派人给我传消息了。我要不回来喝大哥的喜酒，
就当没有我这个孙儿，把我逐出家门了。大表哥成亲你还不回来，哪用外祖父逐你出家门啊？你分明自己就把自己逐出家门了。见过灵王。谢景琰点了下头。那边唐泽、陆承安以及徐继四人走出来。我就说来的是灵王灵王妃，你们不信，我赢了，你们3个一人欠我1顿饭。你就这么笃定来的是他们？狱内，我去见外祖母。外祖母瞧着比上回年轻了10岁不止，人逢喜事精神爽。他招呼沈婉坐到他的身边，才说了几句话，四太太和右相夫人就到了。沈静军营的事儿忙差不多了，也有了空，也来云家帮忙招呼宾客。老夫人，花轿已经到前街了，再有1刻钟就到了。等沈婉和云墨到前院，噼里啪啦鞭炮就炸响了。拜堂礼仪都一样，迎下轿，卖火盆，跨马鞍，然后拜天地。喜宴持续了1个多时辰才散。那我们就先回去了。云大太太要送他们出府，沈婉没让。翌日，沈婉醒来已经日上3竿了。王爷吃过了，王爷吃完就出府了。快到午时，谢景琰才回来。你忙什么去了？送岳父大人离京。送父亲离京？我爹离京，你怎么都不告诉我一声？不是我不告诉你，是岳父大人不让。那我爹有没有什么话让你转达给我的？也没说什么，就是让你别欺负我。到底是谁欺负谁啊？你少骗我，我爹才不可能说这话。你要是不信，过2天你大哥来王府，你可以问他。我大哥没一起离京？去西北岭战马的500将士已经出发了，你大哥晚几日和魏大少爷他们一起离京。几日后，王妃，世子爷来府里了，世子爷去找陶大夫了，估计要一会儿才能来。大哥怎么去找陶大夫了？不会大哥身体有哪里不舒服吧？等沈度来莫玉轩，大哥去找陶大夫，可是有哪里不舒服？大哥没哪里不舒服，只是找陶大夫有点事。大哥没骗你，陶大夫调制的金疮药效果极好，将士们训练难免会受伤，我就想着陶大夫能不能多制些金疮药卖给军营，给将士们用。陶大夫答应了？陶大夫一口就答应了。那大概多久回来？可能要1个月。要这么久？那大嫂一个人待平阳侯府吗？委屈她了，不过好在侯府分家了，四叔四婶住得近，有事也能照应一二。你也要照顾好自己。我还在呢，也要把妹夫照顾好。时辰不早了，该去德月楼了。云奇在德月楼设宴，给魏环和沈度他们饯行。妹夫，把你的贡品酒多带几坛子，今天我要喝过瘾。沈婉目送谢景琰和沈度离开。王妃，宣平侯世子的表妹崔将军府崔大姑娘和鸿胪寺卿府李三少爷定亲了。结果转头，李三少爷成了宣平侯世子的表妹夫。德月楼，李三少爷和崔大姑娘定亲的消息传到唐泽他们耳中。你这是心怀愧疚，把自己表妹配给人家李三少爷了？别瞎说，我表妹到了许人的年纪。我舅母前几日去看我娘，提到表妹的亲事，我娘觉得李三少爷品性不错，随口提了一句，我舅母就上心了，我娘就稍微撮合了下，我娘都没抱希望能成，结果不知道什么时候，我表妹和李三少爷看对眼了，一提就成了。谢景琰去了德月楼，然而午睡起来，谢景琰还没回来。沈婉闲得无聊，就去了书房。推门进书房，走了2步，他脚步停下，侧身就看到小机上摆着一架琴，陈飞生前用的那把绿绮琴。谢景琰的脚步声就传来了。明日你是要带着这把琴去拜祭母妃？我也去。你好，让母妃见见她中意的儿媳妇儿。你确定母妃会中意我？母妃要不想我娶你，当年就不会同意父皇送我去跟岳父大人学习兵书武功了。王爷，王妃，成王妃在宫里坠井了。前世成王妃也是今天坠井的，可前世成王妃坠井是她承受不起成王世子病逝的打击，神情恍惚之下选择了投井自尽呢。这一世成王世子不仅没有病死，病情还大有好转，成王妃高兴都来不及，怎么会寻死呢？成王妃死了？成王妃没死，成王妃坠井的时候，正好小喜子公公在附近，听到了呼救声，把成王妃给救了起来。成王妃得救后，可说是谁害她坠井的？成王妃不知道是谁害的她。成王妃竟然不知道，难不成是被人从背后打晕给扔井里的？沈婉脑海里闪过宋皇后，可宋皇后眼下正被皇上禁足呀。成王妃被人扔井里，太后勃然震怒，要彻查这事儿。对于碰巧在附近救了成王妃的小喜子，太后是大赏特赏。翌日是陈妃的忌日，沈婉和谢景琰便一起出了门。王妃，这好像是进宫的路。不是好像就是。谢景琰不会是进宫祭拜陈妃吧？马车就进宫了。皇上，
灵王带灵王妃去长春宫啊，奴才去看看。你去吧。再说谢景琰带着沈婉朝长春宫走去，怎么了？那就是陈王妃坠落的井。他带着沈婉往前，谢景琰朝莲池旁凉亭走去。陈妃一向聪慧，她怎么可能会做这样一败涂地的事呢？走吧。袁公公跟在谢景琰和沈婉身后，走着走着，一双眼睛被什么东西闪了下，只见草蔓里静静地躺着根金簪，不知道那是谁掉了这金钗在哪。查一下这簪子是谁的。沈婉注意到袁公公神情有些古怪，袁公公知道这金簪是谁的？是程王妃的。怎么会是程王妃的呢？程王妃没事进一个废弃的宫殿做什么？沈婉怀疑程王妃的死和她进长春宫有关系。袁公公是不是知道些什么？他环顾四周后，杀程王妃的人是程王。这话就像是一块巨石投进平静的湖面，顿时掀起惊涛骇浪来。不会是程王做什么被程王妃撞破，不得不杀人灭口吧？程王封地望州有铁矿，而且开采了2年，老奴就对程王存了几分疑心。昨儿老奴奉皇上之命去找王淑妃办点事，路过御花园时见程王往这边过来，觉得奇怪，就让小喜子跟过去看看程王做什么。然后小喜子就看着程王进了长春宫，从门缝里看到程王妃往这边跑，小喜子眼睁睁地看着程王将程王妃拽出来，将她扔进了井里，然后就走了。小喜子确定他走远了，方才从竹林里出来，最后一咬牙，还是把程王妃拽了上来。程王妃，您怎么掉井里去了？一句话就表明他并不知道程王妃是被程王扔下去的，免得程王回头把他和程王妃一块杀了。这事儿你可告诉父皇了？这么大的事儿，老奴哪敢和皇上透露半个字啊？袁公公把知道的都告诉谢景琰和沈婉，然后一起出了长春宫御书房。皇上，灵王妃已经出宫了。灵王只在寝殿外烧了纸，在莲花池旁边弹了首曲子，没在长春宫多留。他清楚地看到皇上眼底闪过一抹沉痛，皇上闭紧眼眸，什么话也没说。再说谢景琰带着沈婉，突然马车勒紧缰绳停下来，马车外一阵打斗声传来，沈婉就看到茂国公世子在和人打架，打架之人戴着面具，是那日帮暗卫给他们送信的男子。谢景琰就从马背上腾身而起，抓过吴大少爷的手，一掀，人在空中转了一圈，重重的摔地上。灵王还真是好管闲事啊！茂国公世子是想被抓进巡城司吗？茂国公世子眸光冰冷，袖子一甩，转身进德月楼了。多谢你帮忙送信，我还未曾向你道谢，举手之劳而已。还不知兄台高姓大名？灵王殿下要知道我一个无名之辈的名字做什么？你给我的感觉像是故人，看来我与灵王是一见如故了。许川，我的名字叫许川，再会。丢下2个字，男子就骑马走了。爷，你怎么了？一个12岁的少年有没有可能逃出刑部死牢？绝无可能。爷怎么会突然这么问？是魔怔了吗？他怎么和茂国公世子打起来的？打架的原因微不足道，就是男子为避让端菜的小伙计，不小心撞到茂国公世子的跟班小厮，小厮又撞到茂国公世子，赔礼了。一般人都会算的，可茂国公世子横行无忌，要男子跪下来给他赔礼，但凡有点骨气的都不可能跪。谢景琰骑马离开，茂国公世子的小厮转身进德月楼。那戴面具的男子和灵王似乎之前就认识，又是灵王的人是吗？清晨，王妃，茂国公世子出事了。茂国公世子出什么事了？茂国公世子昨晚上被人吊在了城门上。茂国公世子被人吊在了城门上，大家都在猜是不是昨天和茂国公世子在街上打架的那个戴面具的男人干的。谢景琰晨练回来，茂国公世子被吊城墙上，是戴面具的男子干的吗？是他。茂国公世子被吊在城门上一夜，巡城司都没发现吗？巡城司昨晚就发现了，茂国公世子被打得鼻青脸肿的，堂子和陆程不确定是他，就没把人放下来。巡城到茂国公府，敲门问小厮他们府上世子爷有没有丢。听说巡城司昨晚上就发现茂国公世子被吊在城门，气得叫人去巡城司把逆子找回府。小厮很快回来道：老爷，不好了，大少爷他们几个被皇上叫进宫去了。老爷，这可怎么办呢？气坏太后凤体，被皇上罚也是他们自找的。再说皇上传召，你们昨晚当真没认出被吊在城门上的是茂国公世子？认出来了。认出来了，你们不救人了？臣等没想过会有人敢抓茂国公世子，
还把他吊城门上，怀疑是茂国公干的。哪个亲爹能做这样的事儿？我爹就会。要不是太后生气，皇上压根儿就不会管，主要目的是要他们抓住把茂国公世子吊在城墙上的人。但皇上吩咐，他们也不敢不听。从御书房出去，这让我们怎么抓人？我得去茂国公府问问茂国公世子，吊他的人长什么模样。你不怕被茂国公府下人拿扫把撵出来啊？这不正好堵皇上的嘴，不用查案子了吗？你们去不去？当然要去了。三人异口同声。几人骑马出宫，然后就看到了他们想结识的人。皇上让我们抓吊茂国公世子的人，我们上哪儿找去呢？肯定夹起尾巴躲起来了，哪里还敢上街溜达？得罪茂国公世子，茂国公府就是掘地3尺也会把他挖出来的。声音渐行渐远，男子看着他们，嘴角勾起一抹愉悦的弧度。延平王世子几个去了茂国公府，皇上让巡城司抓将你吊在城门上的人，还请茂国公世子告诉我们那人长什么模样。我要知道他长什么样子，我还用得着你们抓吗？那人戴着一只银色面具，仅凭戴着面具抓人，巡城司的牢房怕是不够关的。若人家把面具摘了，只怕从眼跟前过去都发现不了。延平王世子几个是来问案的，还是来告诉我茂国公府这案子你们查不了？这案子我们确实没什么把握，毕竟男子进出茂国公府如入无人之境。你们去问灵王，灵王和那男子认识，灵王一定知道他长什么模样。实在从茂国公世子嘴里问不出来什么，延平王世子和唐泽他们几个就离开茂国公府。几人快马加鞭往灵王府奔去，路过闹街时碰到徐记。你们这么急去做什么？皇上让我们抓吊茂国公世子的人，茂国公世子说灵王认识他，我们去灵王府蹭饭，你有事要忙？没有。没有就一起吧。然后蹭饭的队伍又加了个人，莫玉轩。书房内，王爷、王妃、延平王世子和唐大少爷他们来了。这时辰你们不在巡城，怎么一起来我这儿了？巡城也要吃饭啊，我们来蹭饭，顺带找你查案。找我查什么案子？这不是茂国公世子被人吊在城门上了吗？皇上把这案子交给巡城司查，我们去茂国公府询问。茂国公世子对那戴面具的男子一无所知，但说你与那男子熟识，让我们来问你。我与他谈不上熟识，只不过有2面之缘。是不是该做个笔录？唐泽看向徐记，你经常在刑部帮忙，你应该会做笔录吧？我只知道他叫徐川。徐记在认真做着笔录，听到这句他手一抖。那戴面具的男子姓徐。做完笔录也差不多到吃午饭的时辰了，几人是打着饱嗝出的灵王府。陆成问徐记，徐兄有心事啊？如果你发现你爹有私生子，你们会怎么办？让我缓缓，我一下子还接受不了这个事儿。只是徐记不会想到，他一句话给延平王世子和唐泽他们讨了顿毒打。延平王世子几个回巡城司，就得知自家亲爹找他们的事儿，他们就回府了一趟。爹，你就不能盼着茂国公世子点好吗？他被吊城门上1次还不够，还有第2回呢。爹，你没养外室，没养私生子吧？问些什么乱七八糟的话？你说没养，我就信你。你是不是皮痒了找打？只是这父子俩呀，谁也没想到陆成悄悄问的话被一旁站着的丫鬟听见了，还偷偷告诉了宣平侯夫人知道。等宣平侯傍晚回府，我又不是善妒之人，侯爷何必隐瞒我？我瞒夫人什么事了？把你的外室和私生子接进府吧。我哪来的外室和私生子？成儿都发现了，你还不承认？我怎么生了这么个坑爹玩意儿？等这个孽障回来，看我不打死他！等陆成回府，宣平侯夫人问他是从哪里知道宣平侯养了外室的。不是吧，我爹真养外室了？你娘问你是从哪里知道的，陆成就把徐记的话重复了一遍。人家问你一句，你就怀疑你爹我养外室？徐记肯定不是随便问我们的呀。就不可能是他爹徐尚书养的外室吗？刑部尚书那么正派的一个人，他怎么可能会养外室啊？去刑部给徐大少爷传话，他要还有良心，就让他来探望我们。这日沈婉闲着无聊，王妃，皇上解了寿春公主的禁忌。皇上为什么会解寿春公主的禁足啊？好像是皇后得知西凉派人来给皇上贺寿的，不只是西凉太子，还有西凉南翼公主也来了。据说南翼公主不仅容貌绝美，还擅长跳舞。皇后担心南翼公主会趁着给皇上贺寿，要求和皇上的公主比试跳舞，便找王淑妃，让王淑妃督促公主们练舞。
王淑妃便把这事禀告了皇上，并帮寿春公主和皇上求情，让寿春公主以练武为重。皇上就解了寿春公主的禁足。王妃，华安郡主有喜了。沈婉当即让丫鬟去前院传话，准备马车，她要回平阳侯府。马车一路畅通无阻，直到平阳侯府大门前停下。大嫂脸色怎么这么苍白？动胎气了？大夫来瞧过了，没动胎气，只是害喜的厉害。从我四房回来，路过花园时吐了，让四婶担心了。我要是知道你是害喜，只会高兴，哪会担心呢？没有动胎气就好。郡主，王妃来了。几乎丫鬟禀告完，安王妃就进来了。才开始害喜就这么严重，回头可怎么办是好？安王妃放心，四房离得近，我会每日来看淮安郡主的。魏儿也会时常来陪着郡主说话解闷。之前害大嫂荡秋千受伤的人可揪出来了？揪出来了。相公离京之前不放心，要把院子里出我带回来的陪嫁都支开。院子里的丫鬟婆子怕了，供出那天小丫鬟夜里曾经出现在秋千旁，还有些鬼鬼祟祟的。相公就抓了那个丫鬟，丫鬟嘴硬，但是打了20大板就招了，是说二太太指使算计我的。相公让李管事把那丫鬟送去二房，二太太被二老爷给我掌了一巴掌。丫鬟揪出来了就好，要没抓到，我还真不放心大嫂一个人待在侯府。我能回到安王府养胎吗？是有什么不能的？只是照顾大嫂是我大哥的责任，却要劳烦安王妃。我这个做娘的照顾女儿和外孙儿也是应当应分的，那我就把淮安接回府住一段时间，等世子回京再接她回府。府里一些琐碎事需要急着处理的，就劳烦四婶了。可四婶还这么客气做什么？沈婉在平阳侯府待了小半个时辰才离开。沈薇送沈婉出府，有话与我说。没有。和我还有什么不好开口的？可是与魏国公世子有关。今年冬天天花肆虐京都的事，我能告诉魏国公世子吗？告诉魏国公世子无妨，只是别叫他知道与我有关就成了。我肯定不会给大姐姐添乱的。马车里，沈婉在想天花的事儿。前世天花又爆发在这年冬天，死了不少人。他没法阻拦天花的爆发，但他和谢景琰能提前做好防备，得找个时间和大表哥说一声，提前运些药材进京，绝不能重蹈前世缺药的覆辙。除了药材，还有炭火。回到墨玉轩，沈婉找谢景琰一问，果不其然。怎么问这事儿？就是看到街上多了不少学子，问问你，也不知道今年科举谁做主考官，应该不会再有舞弊之事发生了吧？王爷，大皇子和晋王的人在争做科举主考官。王爷，八皇子来了，让他进来。六哥，救命！你是皇子，谁敢要你的命？父皇啊！怎么回事？还不是好几个月前，父皇让我写关于科举舞弊的折子。今儿父皇把我叫去问我问题，我连折子上写了什么都不记得了，我哪答得上来啊？支支吾吾的，把父皇惹恼了。我没忍住，就说不是自己写的。然后父皇就说谁给我写的，就让谁进宫替我回话。回答不上来，我还得挨板子。六哥，你行行好，再帮我这一回吧。沈婉看向谢景琰道：皇上找你是为了秋闱，要不你试着把科举主考官一职揽下来。父皇最多让我做个荐书。我知道父皇不会认你为主考官，但你可以举荐自己人啊。我没有合适的人选，除非什么？我这就进宫去，你待在府里准备好伤药。准备伤药做什么？我应该会用得上。八皇子带着满腔疑惑跟在谢景琰身后出了灵王府，骑马进宫。八皇子跟在谢景琰身后进御书房，谢景琰上前给皇上行礼。是你给八皇子写的折子？你父皇的英明没猜到吗？父皇肯定猜到了，他是明知故问。皇儿嘴笨，还是让他下去待着吧，免得说错话惹皇上您生气。王淑妃告退，并把八皇子拽了下去。我是特地来看六哥找打的。我看你才是真的找打。王淑妃和八皇子退下。父皇让八弟找我进宫，想问什么？皇上就着当日谢景琰写的折子问了几个问题，谢景琰一一回答了，对答如流，皇上颇为满意。左相和翰林学士赵大人，你觉得他们谁更适合做这次秋闱主考官了？父皇这么问，显然他们两个都不合适。他们俩不合适，你觉得朝堂上谁合适做主考官？别问我，我举荐的人你不会同意。朕为什么不会同意？只要他合适，能胜任主考官，不会徇私舞弊，朕不会不考虑他。父皇能做到不以自己好恶，任用贤能吗？朕还不是个昏君。谢景琰要的就是皇上这句话，他道：儿臣举荐韩阁老。
几乎是瞬间，皇上的脸就阴沉了下去。韩阁老这3个字儿已经多少年没听过了。当年陈妃在严府出事，皇上收到密报，赶去严府，最先见到的就是韩阁老的长子韩大少爷，他在假山旁自尽身亡。陈妃出事，严府受牵连，被满门抄斩。韩大少爷验尸，与陈妃案无关，但韩大少爷到底在那天死在严府，再加上他曾经与陈妃议过亲，皇上心底就更芥蒂了。韩阁老痛失爱子，就辞官了。满朝文武那么多大臣都不够你举荐，你眼里只有一个韩阁老吗？你发什么脾气？家大业大，最后还不是给儿子继承？有本事你自己带徒弟去，儿子做的哪不如你意，你教他不就是了？没点耐心，动不动就骂人，就你会骂人是吧？来人，把这只鹦鹉给朕拖下去炖了。皇上，鹦鹉脑袋砍了就接不回去了，您别和他一时畜生见气呀。这只鹦鹉骂了那么多大臣，都好端端的待在御书房里，现在宰了他，定会惹人非议，猜到是骂了父皇的缘故。一定会有不少人好奇，这只鹦鹉骂了父皇什么？到时候揣测纷纭，必有损父皇威名。父皇要实在不想要他了，就还于儿臣吧。灵王思虑周全，皇上三思啊！把这只蠢鸟给朕带下去。朕是你的父皇，你就偏要和朕对着干吗？父皇想让我做箭靶子，引蛇出洞，查清母妃之案到底存不存在冤屈，就让韩阁老做这次秋闱的主考官。谢景琰说完这一句，行礼退下。这还是自陈妃出事以来，谢景琰和皇上说完话第一次恭敬行礼。谢景琰对皇上态度改善，可不是因为皇上提拔了几个他举荐的人，而是他揣摩出了皇上的用意，愿意配合。袁公公回来，让翰林院拟旨回复韩阁老文渊阁大学士一职，由他主考此次秋闱。灵王是怎么让皇上改主意的？屋内，沈婉坐在小榻上。王妃，王爷回来了。王爷挨打了吗？我没挨打。你吓死我了！我能明知道会挨打还去做这事吗？你不经常做这样的事吗？我还找陶大夫拿了好些药呢。我怎么感觉没挨顿打回来你很失望啊？哪有啊，我这不是看见你见天的找打，但父皇总是不打你，希望你能得偿所愿吗？你到底是站在我这边还是站在父皇那边的？你举荐的人皇上同意了吗？谢景琰摇头，他虽然话说到了，但皇上用不用他也不知道。吃完午饭，听说化妆表好拿回来了，沈婉就去了书房。这幅画一点也不逊色那些大家画的。王爷，袁公公来了。这是王爷举荐韩阁老担任此次秋闱主考官，皇上同意了。老奴去韩阁老府上宣读圣旨。韩阁老，你自己已经辞官，过惯了闲云野鹤的日子，不愿再回朝堂，让老奴将圣旨带回宫。老奴没办法，只能来找王爷了。多谢袁公公了。凤仪宫，宋皇后坐在那儿看寿春公主练武。母后，女儿能不能不练了？你想当众丢人吗？父皇的公主又不止女儿一个。可嫡公主只有你一个，接着练。外面一宫女快步上前低语了2句。你再说一遍，皇上让谁做这次秋闱主考官？皇上让韩阁老主考这次秋闱。皇上怎么会想到让韩阁老主考这次秋闱？左相和茂国公都举荐了人选，皇上都不是很满意。之前八皇子写的关于科举舞弊的折子是灵王帮忙写的，八皇子回答不上皇上的提问，刚出宫就把灵王找进宫了，是灵王举荐的韩阁老。大皇子和晋王怕是得联手才能与灵王抗衡了。皇上到底想做什么？陈妃背叛他，践踏他的一片真心，皇上还想把储君之位交给灵王不成？寿康宫，太后，大皇子来了。这般焦急模样，出什么事儿了？父皇把这次秋闱交给韩阁老主考了。韩阁老就是受陈妃案牵连的韩阁老。皇上怎么会让韩阁老主持秋闱？是灵王举荐的，灵王在朝中的势力已经不在我之下了，再来一个韩阁老，我怕绝不能让韩阁老回朝。韩阁老的事儿你不得掺和，就放任灵王做大吗？难道你要和灵王斗起来，叫晋王坐收渔翁之利？灵王势力再大，他要不能替陈妃翻案，储君之位怎么也轮不到他。难道你要和灵王斗起来，叫晋王坐收渔翁之利？大皇子走后，他
太后想一个人静静，赵嬷嬷就悄声退下了。御书房，韩阁老接旨了。还是皇上了解韩阁老，韩阁老拒绝入朝为官啊。圣旨呢？奴才送去给灵王，让他去劝韩阁老了。朕是不是该把你赐给灵王啊？皇上，你可别吓奴才，奴才伺候您半辈子了，您可以要奴才的命，但不能赶奴才走啊。为什么把圣旨送去给灵王？奴才劝不了韩阁老接旨，怕灵王误会皇上您敷衍他，将圣旨交给他，他要劝不动韩阁老，就不能怪皇上和奴才了。你办事倒是面面俱到，不敢当皇上夸赞。再说谢景琰，袁公公走后，他就带着圣旨去城郊找韩阁老。审完晚饭吃完，他都没回来。绚烂如图的晚霞渐渐被夜色所取代，谢景琰的身影总算出现在院门口。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可吃晚饭了？在韩阁老那儿吃过了。你说服韩阁老了吗？他接旨了。这一晚沈婉睡得香甜，但朝堂上不少大臣是翻来覆去睡不着，那些早早站队的朝臣都心累了，夜里没睡好，还想听听同僚的看法，早早的就去上早朝了。皇上，灵王说服韩阁老接旨了，如今韩阁老就在殿外。还有2副考官呢，左相和茂国公退而求其次，副考官也得把自己人塞进去。皇上从大皇子和晋王党各挑了1人担任副考官，18谏书官。到秋闱选拔那日，让延平王世子、杜国公世子他们几个去监考，剩下的人选由礼部和翰林院安排。转眼又过去3天，再有2日就是皇上的寿辰了。爷，昨日下雨，太庙漏雨了，献皇的牌位都给淋湿了。太庙漏雨的原因查出来了，说是修缮用的瓦片质量有问题，暴晒过后突然下大雨，导致瓦片碎裂。皇上知道后，把晋王叫去狠狠训斥了一顿。皇上气头上还要杖责晋王40大板，成王帮着求情，说杖责40大板，晋王会没半条命，更没法参加皇上寿宴，到时候在西凉和东烈使臣面前丢大厨的颜面。皇上看在成王求情的面子上，只打了晋王20大板，罚封1年。是谁查出太庙屋顶的瓦片有问题的？是大理寺查的。这是有人在瓦片上动手脚了呢。清晨，王爷王妃，今儿早朝上刑部尚书奏请皇上立王爷为太子。陈妃的案子别人不知道，刑部尚书是最清楚的。你该知道，灵王是没有资格被立为储君的，还敢请皇上立灵王为太子。陈妃的案子尚存疑点，撇开陈妃之祸，灵王不论才学胆识还是谋略，都是储君的最佳人选。陈妃之祸是能撇开的吗？若陈妃是被人算计的呢？刑部尚书这是找到证据，要替陈妃翻案了。这事儿我不需要向2位解释的这么清楚。等刑部尚书回来，徐夫人就问他，成王说一句灵王适合做储君，皇上都那般动怒，你怎么敢说这话的呀？就不怕皇上把你怎么样吗？皇上不会把我怎么样的。老爷就这么笃定？就是皇上让我这么做的。皇上为何让你这么做呀？这我哪知道，我也不敢多问，照着办就是。这一开口，老爷就算是彻底站到灵王那边去了，万一将来……陈妃的案子存在很大的疑点，在皇上决心立储之前，灵王未必不能替陈妃翻案。转眼就到了皇上的寿辰了，御花园内百花齐放。陈王妃有6个多月的身孕了吧？看着肚子倒是一点不像。欧阳长公主笑道，应该是后怀，显腰不显肚子。陈王妃有孕在身，快坐下说话。不过她没坐一会儿，还不如去赏花呢。那边沈英走过来，现在老夫人坟头草都长老高了，沈英竟然还敢往她跟前凑。那么多大家闺秀上赶着套近乎，大姐姐还真是风光。话说的这么酸，没人和你套近乎了？我奉劝大姐姐别高兴得太早了，储君这位谁做都有可能，唯独灵王没机会。晋王侧妃是觉得刑部尚书和右相他们看事情都不及你这么通透吗？立谁为储君可不是刑部尚书他们说了算，就陈妃犯的事儿，皇上当年留灵王一条命都算是网开一面，还敢觊觎储君之位。灵王当年差点病死在皇陵，又坠马出事，坐了2年轮椅，皇上早不再迁怒灵王了。这几个月皇上对灵王的有求必应，难道你看不出来吗？或许皇上心底早就放下陈妃的事了。放下陈妃的事？大姐姐，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啊？陈妃给皇上戴绿帽子，与人偷情还不肯供出奸夫是谁？是个男人都忍不了，何况是皇上呢？他猜测过陈妃犯的错，但他从未想过陈妃会与人偷情。你找我不只是要和我说这些吧？
你我到底是从小一起长大，总还是有些姐妹情分在。既然灵王不可能被立为储君，何不另寻条出路？只要你们扶持靖王，我可以保持将来靖王坐到那个位置上，保灵王府荣宠不衰。你看我有这么好骗吗？你不要不识好歹，这些话你自己都不信，竟然还妄想来诓我，以后少拿所谓的姐妹之情来恶心我。丢下这一句，沈婉转身就走了。但看到复书，沈婉就改主意了。晋王妃也要说服我帮晋王，我能独占晋王正妃之位，还是托了灵王妃的福。沈英向你道一声谢。言谢就不必了，是沈英自己会作死，把正妃之位拱手让了出来。都说敌人的敌人是朋友，平阳侯府的事儿我也听说了。这是想和他联手算计沈英，还是想借他的手除掉沈英？灵王妃有什么不方便说的吗？你有想过沈英被贬后，皇后为何要皇上恢复她正妃之位吗？为何？找个靠谱的大夫把脉看看吧，别为他人做嫁衣。他就那么看着沈婉走远。灵王妃，淮安郡主害喜，吐得厉害。不放心。沈婉转身去看淮安郡主，大嫂害喜严重成这样，怎么还进宫了？平阳侯和世子都不在，淮安不亲自来献贺礼，怕平阳侯府落人画饼，我也不好拦他。大嫂进宫的事大家都知道了，没人敢说平阳侯府对皇上不敬的。大嫂放心回去吧，寿礼留下，我代为献给皇上就是。安王妃不放心淮安郡主一个人回去，送她离开。淮安郡主没事吧？应该没有大碍，只是害喜的厉害，闻不得花香，吐完虚弱，没法参加皇上的寿宴。安王妃送她回去了。既有孕在身，就该老实待在府里头，给皇上贺寿，不缺他一个。父亲和大哥都离京了，平阳侯府又分了家，淮安郡主不进宫，平阳侯府就没人给皇上献寿礼了。当年我怀皇儿时，也是吐的连寝殿都出不了，还是灵王妃有福气啊，不用受害喜之苦。寿宴快开始了，可以入席了。那就入席吧。坐的位置和之前几次宫宴一样，舞姬上来献舞，丝竹悦耳，大概跳了2支舞。太后驾到！恭迎太后。这是太后素爱礼佛，朕便命人打造了座佛像献给太后。皇上日理万机，有这份孝心就够了，怎么还费心打造这么一座佛像给哀家？没有太后，何来的朕？朕就是以天下奉养太后都应该。百官们都很期待灵王送的寿礼。儿臣画了幅画，献与父皇。自己画的？打开，让朕看看。谢景琰画的是万里江山图啊，怎么会变成陈妃的画像呢？皇上明鉴，王爷给您准备的寿礼是万里江山图，不是这幅画，画被人偷换了。画怎么会被人偷换？这得问晋王了。你献给父皇的画被人偷换，问我做什么？画难道不是你让人偷换的吗？灵王，没有证据，你竟敢当着文武百官的面污蔑晋王，别以为皇上宠你，你就可以胡作非为。谁告诉皇后我们有证据的？来人！陈峰就押着一公公和宫女走了进来，宫女怀里还抱着幅画，更重要的是那宫女是宋皇后凤仪宫的宫女翠儿。皇上，翠儿怀里抱着的画是晋王侧妃送给臣妾的，她知道臣妾喜欢名画，特地寻来的。臣妾不知道灵王怎么会认定晋王侧妃送给臣妾的画是偷换了他的。宋皇后和谢景音联手算计灵王，被灵王识破，就把罪名推到他身上。谁让他有孕在身，背得起这罪名了？父皇，那幅画确实是儿臣寻来孝敬母后的。灵王还有何话可说？左相道：灵王故意搅乱皇上寿宴，理应严惩。左相就这么急着要父皇严惩我，在惩治我之前，是不是该看一眼宫女怀里抱着的画？把画打开。到底是什么画？缓缓将画展开，这幅也不是万里江山图，而是另一幅陈妃的画像。我倒是好奇，晋王侧妃孝敬我母妃的画像给皇后做什么？这幅陈妃的画像你是从哪儿得来的？这幅陈妃的画是灵王给皇上的寿礼，我给偷换了。当真是糊涂，你们平阳侯府内讧，竟然闹到皇上寿宴不宁。皇上，是臣妾没管教好他，臣妾有过。送他出宫，以后没有朕允许，不得参加任何宫宴。皇上，我知错了，这事不是我。还不闭嘴！沈英被以飞快的速度给拖了下去。晋王侧妃幻画有过，但灵王送陈王的画像给皇上做寿礼也是事实。
到底怎么回事？有人告诉我会送母妃的画像给父皇做寿礼，把父皇气个半死。我觉得我不可能会做这样的事，就算我再恼父皇，也不可能拿母妃的画像来气父皇。怀疑是有人偷画了我的画，为了抓贼方便，我特地画了这幅母妃的画像。就这样。要是没人会画呢？父皇觉得我会送母妃的画像给你扔吗？晋王侧妃居心不良，皇上也罚过他了。今日是皇上寿宴，莫要为这事影响了好心情。彼时，小喜子从沈婉的马车里取来画，正是沈婉说的万里江山图。皇上的心情总算好了些。王子们献完寿礼，然后就是公主。但寿春公主是一瘸一拐上台的，这是怎么了？方才在御花园不小心崴了脚，之前怎么没听你说呀？女儿怕说了，母后不让女儿参加父皇的寿宴。一会儿献完寿礼，去偏殿让太医给你看看。沈婉坐在那里，她可不信寿春公主是真崴脚了，不过是怕一会儿西凉南夷公主来要和她比试跳舞，知道会丢人，索性就先装崴脚。西凉使臣到，东列使臣到。只见西凉太子和南夷公主走进来，和他们并肩进来的是东列二皇子，然后将带来的寿礼献上。看来我们进宫晚了，错过了大楚皇子们贺寿。比安排的时间晚了2刻钟，是有什么事耽搁了？东列二皇子奇怪道：不是成王派人去行宫通知我们晚2刻钟进宫的？是臣维持了西凉和东列使臣进宫贺寿的时间。皇上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这时辰进宫正好。轮到平阳侯府时，沈婉起身道：父皇见谅，父亲和大哥离京了，不能亲自来给父皇贺寿。侯府只剩淮安郡主，他今儿进宫，但害喜严重，儿臣就让他回去了。平阳侯府的寿礼由儿臣代送，把淮安郡主准备的寿礼献上。平阳侯父子为朝廷鞠躬尽瘁，朕心甚慰啊！听闻南夷公主舞姿乃西凉一绝，不知今日可能有幸见到南夷公主的倾城舞姿啊！那本公主今日就献舞一支，恭祝大楚皇帝龙体安康，万寿无疆。南夷公主身姿袅娜，青丝墨染，殿内所有人眸光都在她身上。一舞毕，百闻不如一见，南夷公主的舞姿果然倾城绝伦。南夷公主的舞姿确实不错，不过灵王妃的绿腰舞倒也不在南夷公主之下，可惜灵王妃有孕在身，不然倒是可以和南夷公主比上一比了。皇后谬赞了，我的舞姿如何与寿春公主比啊？不知南夷可能有幸见见寿春公主的舞姿。实在是不巧，寿春公主崴伤了脚，只是能让寿安公主。今天是不巧，不过南夷公主又不是这2天就走，西凉和东列不远千里前来给皇上贺寿，肯定还会举办宫宴。到时候寿春公主脚伤好了，2位公主再比试也不迟。挑事儿谁还不会啦？连王妃说的不错，今日没机会不代表着下次没有。本公主等着看大楚公主的舞姿。好，下次我们好好比一比。皇妹献舞一支，本太子也有些手痒痒了。听闻晋王武功不错，我们切磋一下武艺，就当是给皇上助兴了。本王有伤在身，今日没法与你比试。不过本王的6皇帝武功卓绝，曾一脚踹断人1根肋骨。西凉太子要不怕受伤，可以与他切磋。怎么，你们兄妹都有伤在身？既然西凉太子有切磋之意，你就和他比一比。我没这个雅兴。灵王是不敢吗？激将法对本王没用。赢了，朕把夜明珠赐给你。谢景琰看向沈婉，想要夜明珠吗？我是该说想要还是不想要啊？见灵王上台，点到为止，不可伤了和气。2人拳脚相加，武功在伯仲之间，打了好一会儿，最后谢景琰挨了西凉太子1拳，西凉太子挨了谢景琰1脚。从面子上来看，是西凉太子输了。又想到2人平手。虽然平手，但灵王坐了2年轮椅，武功还能有这般造诣，着实不错了。夜明珠理应赏他。皇上将西凉给他贺寿的那只夜明珠赏赐给了谢景琰。听闻东列2皇子剑术高超，不小露一手。大楚皇帝的亲外甥有神箭手之名，本皇子可不敢班门弄斧啊。皇上吩咐大皇子，你和西凉太子、东列2皇子年纪相当，他们难得来我大楚一趟，你带他们到处转转，
尽我大楚地主之谊。寿宴继续，舞姬们上台跳舞，整个寿宴持续了整整2个半时辰。寿宴一散，谢景音身边只剩傅叔，他们刚出太和殿，就有宫女过来请谢景音和傅叔。傅叔找了个借口，没有根据。中国公和中国公夫人过来道：皇后找你们去，定是有事相商。晋王身上的伤还没好全，你怎么没陪着一起去？就算以后晋王侧妃再翻不起来浪花了，你也不能掉以轻心。傅叔哪有心情陪谢景音啊？他满脑子都是沈婉和他说的话，迫不及待想出宫找大夫把脉。这是怎么了？谁给你委屈受了？娘，我们先回中国公府再说。傅叔跟着中国公、中国公夫人回了中国公府。到底怎么了？别吓唬娘。王妃，大夫请来了。可是身子有哪里不舒服？女儿还不知道。大夫仔细给傅叔把脉，我女儿身体有没有问题？还请大夫如实告诉我，我还能生养吗？王妃上回流产伤了根本，这辈子怕是……怎么会呢？大夫，你再好好把脉给看看。上次出事看了好几位太医，没哪个太医说再生不了了。定是宋皇后和晋王给太医院下了封口令。怎么会这样？你是怎么知道的？今个我找林王妃，想和她联手对付沈英。她问我可想过皇后为什么想皇上恢复沈英的正妃之位，还让我找了靠谱的大夫把脉看看，别给他人做了嫁衣。皇后害林王妃不成，反倒害了我女儿。她口口声声说孩子没了还能再怀，国公也尽心尽力扶持晋王，他们母子就是这么诓骗我们中国公府的。娘，我以后该怎么办？先找大夫调理吧，或许还能生养。实在不行，只能抱养庶子，养在膝下。可谁又甘心呢？京都难得举办一次花灯会，沈婉迫不及待拉着谢景琰上街赏花灯。往前边走边逛，沈婉逛了2条街，有些乏了。累了？有点儿。我带你去个地方。带我去哪儿啊？带着沈婉走到一桥边。沈婉从小到大花灯赏过不少回了，但乘船逛花灯会还是第一次。只是这样美好的画面没有持续多久，一支利箭划破长空，朝他们射过来。没事吧？没事。突然跃出来几个黑衣刺客，这是要置他们于死地呀！沈婉一步步往后退进画房里，没人注意到刺客跳窗进来，刺客的剑朝沈婉刺过来。王妃！就在沈婉觉得自己死定了的时候，一支袖箭射破窗户，直插刺客的脖颈上。然后他就见一戴面具的男子跳窗进来，是那个给他们送信的男子，他叫徐川。又有2刺客上了船，谢景琰和徐川一人对付一个，刺客统领一剑劈过来，脸上戴着的面具被刺客挑落，徐川一剑划伤刺客统领的胳膊，刺客统领转身逃走。沈婉正对着徐川，看到了他的脸，在谢景琰转身看过来时，徐川连面具都顾不上，当即就跳窗走。你可看到他长什么模样了？看到了，容貌看着有些眼熟，像是谁？像是你表哥严大少爷。表少爷当年是怎么逃出刑部死牢的？他现在姓徐。爷的意思是刑部尚书救的表少爷？严老太傅曾救过刑部尚书的命。我甚至都不知道外祖父和刑部尚书有交情。要想知道，只能去问刑部尚书了。但是严大少爷应该不同意你这么做。谢景琰带他上了岸，那边唐泽和徐继听说他们遭遇刺杀，赶紧跑过来。这些刺客也太嚣张了！你们没事吧？没有受伤。暗卫赶马车过来，唐泽和徐继2人目送马车离开，远远的就看到徐大姑娘徐欢和唐3姑娘唐艺农在逛小摊子。陪我妹妹逛花灯可以，但不得做越矩之事。明日到我府上提亲，听到没有？2人去找各自的妹妹，然后4人一起逛街。这边两成双成对，那边杜承安就形单影只了。欧阳长公主也在长驸马的陪同下上街逛了逛，逛了1个时辰就回府了。他前脚回府，后脚小厮就回来禀告他世子爷在街上参加吃包子比赛，谁先吃完50个肉包子，谁就能拿到赏钱100两。50个肉包子，我也不要了吗？你们怎么都不拦着？拦了，拦不住。那快去把世子给我带回来。这会儿去，世子应该已经吃完包子了。让世子走回来。这一等就是半个时辰。赢了，输了。世子本来能赢的，对面那个头不高但贼能吃的少年，一边吃一边瞪世子爷，世子爷就让着他了。你知道自己不缺那100两，他和人比试吃包子做什么？怎么就你一个人没和延平王世子他们一起？陪喜欢的姑娘逛花灯，我没和他们一起，
我给你选个大家闺秀，你也早日成亲。延平王世子他们都是自己选的媳妇儿，我也要自己选。杨依你多找些大家闺秀的画像，你自己选。陆承安摇头如拨浪鼓，这还不行，那你要怎么选？延平王世子和陆成就是在花灯上选的，唐泽教过我，不难。下次花灯会我也试试。下个月娘过寿辰，寿宴不办了，让皇上准宫外办花灯会，到时候你可得给我用心选。灵王府大门前，马车徐徐停下。王妃受伤了，我已经派人去请陶大夫了。我没事，但谢景琰不放心，还是让陶大夫给沈婉把了个脉。沈婉受了些惊吓，不过不严重。王爷，皇上召您进宫，应该是为昨晚遇刺的事儿。王爷王妃2次花灯会上遇刺，皇上知道了龙颜大怒，早朝上让大理寺半个月之内抓刺客。大理寺卿说半个月的时间太短，皇上把大理寺卿狠狠训斥了一顿，但督察院和刑部都不敢接这差事。刑部也没接？也没有。早饭堪堪吃完，云奇和清河县主就来看他了，来了好几波探望沈婉的。王妃，淡国公府的大少爷和刑部尚书府的大姑娘定亲了，还有刑部尚书府的大少爷和淡国公府的2房3姑娘也定亲了。唐泽和徐大姑娘，徐继和唐3姑娘的亲事，两家是说不出的满意。要说这2桩亲事有什么不好的地方，那就是得争谁先娶谁先嫁了。王爷回来了，还带了不少的赏赐回来。父皇找你进宫是为抓刺客吗？谢景琰从怀里摸出一块令牌来，上面刻着的字如朕亲临。大理寺督察院和刑部都没把握查出刺客背后之人，父皇便把追查刺客这事儿交给我办，让大理寺督察院和刑部全力配合我。给我这块令牌是为了方便我查案。寿康宫一公公快步上前，将皇上找谢景琰查案的事儿禀告太后知道。皇上让灵王追查刺客，让三司协助已经够重视了，怎么还赐灵王令牌？皇上近来行事颇为急躁，全然没了以往的沉稳，可是龙体抱恙了。未曾听说皇上龙体不适呀。传赵元正，哀家要亲自问他。屋内，沈婉几次看谢景琰，想知道什么问就是了，只要我知道，不会瞒你。之前我就觉得皇上把权力往你手里送，今天就更明显了。你不觉得有问题吗？父皇确实被你吓出了点问题。我什么时候吓唬过皇上？陶大夫治好了我的腿疾，皇上论功行赏，召见陶大夫。你趁机让陶大夫给父皇把脉的事儿，可还记得？父皇知道你不是鲁莽之人，不会随便做这样没规矩的事。再加上父皇知道云家有高人，能算出没有发生的事。我又让袁公公多留心父皇的吃食，父皇还能猜不到你我在担心什么？父皇做这些安排都是基于他以为自己不剩多少时日了，这些是你猜的，不一定就是真的。这些是袁公公告诉我的。你没宽慰一下父皇吗？我宽慰父皇，他不会信。不信就不宽慰了。我告诉父皇，云家的高人算出我送的母妃画像，把父皇气得大病了一场，不到月余就驾崩了。你当初让陶大夫给父皇把脉，是怀疑父皇龙体本就抱恙，想陶大夫趁早给父皇调理一下，但陶大夫并未把出父皇龙体有问题，我这才怀疑父皇气病，最后驾崩，是被人下毒给害的，让袁公公多加防备。父皇不止信了，还夸我孝顺。父皇会夸你孝顺？你确定没骗我？我说完这番话，父皇很生气，说我明知道他可能会被我气得驾崩，还成天的气他。那你怎么回答的？我说他这么不耐气，是因为被气少了，经常被我气习惯了，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爷，您交代的事儿，属下办好了。回来的路上，属下碰到唐大少爷，他想向王爷借李御厨和王府用用。他借王府做什么？唐大少爷和徐大少爷都定亲了，延平王世子要他们请客，还不想吃德月楼和醉仙楼的饭菜。唐大少爷就想到找李御厨做菜，又觉得请李御厨去唐国公府做菜，请大家去很难不惊动他爹，吃饭都不得清静，就想王爷干脆把王府也借给他请客算了。陈峰禀告完就退下了。王妃，西凉南野公主被巡城司抓了。寿康宫，太后，赵院正来了。母后身体不适，哀家没哪儿不舒服，找赵元正来只是问他几句话。
不知道太后找臣来是要问臣什么话？皇上近来龙体如何？太后放心，皇上龙体康泰。皇上龙体当真无恙？事关皇上龙体，臣不敢欺瞒太后半句。赵元正语气顿了下，果然有事瞒着哀家。臣不敢，皇上龙体确实无恙，不过皇上似乎有此担心。皇上担心什么？皇上不惜把脉，臣虽然日日去给皇上请平安脉，但皇上以前每3日才让臣请1次平安脉，但这2个月，皇上每日都让臣诊脉，袁公公还私下叮嘱臣，让臣把脉仔细些，怕有人给皇上下毒。母后放心，没人敢给皇上下毒，何况皇上警惕，就算有人敢，也不会得逞。这边成王离开，那边宫女进来，将巡城司抓了南义公主的事儿禀告太后知道。我大楚公主丢掉的颜面，西凉公主帮着捡起来了一半。不过宋皇后没高兴一会儿，太后就派了宫女来传话。太后让皇后督促寿春公主练武，这几日公宴和南义公主比试，可不能丢了大楚的脸面。自己女儿有几斤几两，她这个母后还能不清楚？奴婢有一计，不仅可以免公主与南义公主比试，还能让灵王妃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杜嬷嬷凑到她耳边低语了几句。延平王世子和唐泽他们几个被皇上罚了3个月的俸禄。转眼就到了休沐的日子。王妃，中午唐大少爷和徐大少爷请王爷他们吃全鱼宴，李御厨让奴婢来问问您，您是也吃全鱼宴，还是另外给您做吃的？中午只吃鱼。延平王世子他们一大清早就出城钓鱼去了。下次直接去河边吃吧，把李御厨带上，在河边搭灶台，我和延平王世子妃他们也去。你想去河边吃鱼，今天是肯定来不及了，下个休沐日吧。等了一个上午，总算是到吃午饭的时辰了。丫鬟们把饭菜端进屋来，头一道就是鲫鱼炖汤，但第2道红烧排骨端上来，怎么会有红烧排骨？就听到谢景琰的脚步声传来。哎，你不是去前院吃饭去了吗？改时间了，晚上请客。怎么会改时间呢？今天不是休沐吗？这么忙？不是忙，是没钓到鱼。他们钓了几条鱼？这么不够吃啊？都在桌子上了。就钓了2条？钓了4条，跑了条大的，1条太小，给放了。几个人钓的？6个。可怜李御厨为了全鱼宴准备了30多道做法。他们送了头牛进府，晚上吃全牛宴。一整个下午，大厨房都在忙那头牛，吃的是全牛宴，喝的是贡酒。徐记醉意醺醺，站都有些站不稳了。灵王，我敬你。你已经喝醉了。我没醉，有件事我知道，但我不能告诉你，我怕我爹会打死我。话还没说完呢，人就醉倒在地上了。谢景琰猜徐记想告诉他但又不敢的事，是刑部尚书保严府血脉的事儿。我不能说，但你可以去翻我爹的书房。众人一脸黑线，但让他去翻书房，谢景琰皱眉了。喝了碗醒酒汤，谢景琰让陈峰送徐记回去，他们几个一同离开灵王府。朝廷为西凉和东烈准备的接风宴正好占了休沐这天。接风宴这日，沈婉和谢景琰就进宫了。皇后娘娘，不好了，南义公主落水了。落水？南义公主怎么会落水？南义公主去找她的兄长西凉太子，从白玉桥上路过的时候，不知怎么了，这人突然往前栽去。当时灵王正好从桥另一边过来，南义公主朝他扑过去，灵王不仅没伸手扶着南义公主一把，还把路给让开了。南义公主扑到桥上没稳住身子，然后就栽到莲花池里去了。等大家到的时候，南义公主已经被人捞起来了。赶紧带南义公主下去，换身干净衣服。南义公主走后，秦王就眼睁睁地看着南义公主落水，都不拉她一把。谢景琰只瞥了宋皇后一眼，没搭理她，而是走到沈婉身边。不是崴脚了吗？怎么也过来了？我没崴脚啊，为何这么问我？方才有个宫女给我传话，说你崴脚了。这会儿已经到了开席的时间了，我们也走吧。走了2步，沈婉想起件事，低声吩咐几句，一双屁颠颠就去办了。等沈婉和谢景琰进大殿，身为皇子，当是天下人的表率，你倒好，眼睁睁的看着南义公主摔进莲花池里，都不施以援手。可怜南义公主不远千里来给皇上您贺寿，先是被关进了巡城司大牢，接着又落水。皇上是没看到南义公主的样子，臣妾看了都心疼。
灵王的冷漠实在是有损我大楚待客之道。皇上今日不严惩他，回头传到西凉和东烈，没得说您教子无方。父皇只看到我袖手旁观的冷漠，南翼公主落水的可怜。父皇可想过，我今日真拉了南翼公主一把，后面会怎么样？父皇是要我娶南翼公主，还是把我连着王妃送去西凉和亲？那莲花池，本王的王妃怀着身孕掉下去都没事，南翼公主不会有性命之忧的，只是狼狈了些。这天气连伤寒都不会，本王要是救了她，那才是祸患无穷。西凉太子是愿意本王袖手旁观，还是希望本王救南翼公主？本太子的皇妹在桥上出意外，不过刹那之间，那么短的时间，灵王能想到这么多事，本太子实在是佩服至极。本太子打心眼里感激灵王的袖手旁观。本宫还想今儿能看到寿春公主和南翼公主斗舞，可惜了。本公主只是落水了而已，还不至于跳不了舞。南翼公主病才好，又落了水，要比试也不用急着一时半会儿的，回头宫里还要给你们举办送行宴，到时候再比试也不迟。灵王妃怀着身孕落水都无碍，本公主落个水要是连跳舞都不会，那岂不是让人笑话？既然南翼公主觉得没问题，寿春公主也早就准备好了，皇后又何必阻拦？本宫只是觉得南翼公主身体不适，寿春赢了也胜之不武。皇后把南翼公主想得太娇弱了，灵王妃怀着身孕落水都没事呢，何况是南翼公主？就今天比吧。皇上寿宴上本公主才献过舞，今日你就先跳吧。寿春公主当众献舞，结果就跳成这样也好意思和她比？南翼公主跳舞时，宋皇后只觉得屁股底下的缝里突然就生出来许多荆棘刺儿，扎得她坐不住。这一趟来大楚，本皇子着实长了不少见识，尤其是大楚京都的治安。巡城司官阶不高，但寻常衙差连顶头上司都敢抓，着实令人震撼呐。等回到东烈，我会奏禀父皇，让东烈多向大楚学习。酒过三巡，大皇子说起狩猎之事。父皇，儿臣想请西凉太子和东烈二皇子去西山狩猎。延平王世子他们武功高，又是巡城司，儿臣请父皇准许那日他们随行。狩猎人多才热闹，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宴会散后，接风宴太后没露面，乌阳长公主准备带儿子杜承安去给太后请安。娘，我还有事，就和堂子他们一起出宫了。不等胡杨长公主答应，杜承安赶紧跑了。你让阿儿进巡城司，现在都快成了延平王世子他们的跟屁虫了。也没什么不好的。胡杨长公主也知道自己儿子很怕去见太后，因为每回见太后，太后都要杜承安多和茂国公世子往来，一边是太后，一边是儿子，他是既不想太后失望，也不想儿子勉强自己。杜承安和陆成他们骑马出宫，就走在灵王府马车后头，看到人群里有张熟面孔，他高兴地招手打招呼。那少年是谁呀？你这个皇上的亲外甥，太后的亲外孙，杜国公府世子主动打招呼都不搭理你？我跟你们提过的，花灯会那天吃包子赢了我的少年，就那小身板能一口气吃50个肉包子啊！要不是我亲眼所见，我也不会信呢。还愣在这里做什么？快去追呀！说着一鞭子抽在杜承安的马屁股上，马就把杜承安带跑了。你让杜承安追那少年做什么？我也不知道。不知道还让人去追啊？两人不急着回府，晃晃悠悠的在街上走了没一会儿，就看到杜承安的马在一巷子口，然后就见杜承安。不是吧？被打了？不愧是一口气能吃50个包子，这力道真不小。打我的不是他，是徐川。徐川？他打你做什么？他以为我非礼那少年。你对那少年做什么了？被他这么误会？没什么。他追，少年跑，少年跑，他追得更厉害，然后就追到了个死胡同里，脚下没注意踩到了竹子，亲人家少年额头上了。徐川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一把抓过他，拳头就朝他呼了过来。清晨，王爷，州管事刚刚派人来传话，说是军营有些事，需要您去处理一下。去军营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了，午饭不必等我。军营的事这么棘手吗？倒也未必棘手，只是可能要进宫。今天没那么热了。沈婉带着银霜和冬儿去花园散步，进屋看到桌子上放着2张大红描金请帖。谁府上送来的喜帖？当然是云家和宣平侯府了。袁二少爷和宣平侯世子亲自来府里送喜帖的。听州管事说王爷去军营了，他们就没进府了。王妃，李煜出来了。李煜楚找我，可是为了云家和宣平侯府请你掌勺之事。
不是。那李玉厨找我是？不瞒王妃，我和陶大夫一样，也有妻有子。看到陶大夫一家在京中团聚，甚是羡慕。还望王爷王妃能给个恩典，也准我向妻小接进京。是我和王爷疏忽了，早该将李玉厨的家人也接进京呢。和陶大夫一样，我也在王府后面给李玉厨一家置办个小院。不敢，我如何能和陶大夫比啊？陶大夫与我和王爷有大恩，李玉厨也帮了我和王爷不少忙。沈婉让海棠跟李玉厨一起去前院找周管事办这事儿。谢景琰晚饭前才回的府。你在军营里忙了一整天？倒没在军营待多久，去了户部一趟，又去了兵部，还去了军旗舰一趟，然后进宫。跑这么多地方做什么？岳父大人麾下将士拖欠了3个月的军饷，岳父大人离京之前要了2个月的，他一走，军饷被户部挪发给了吴大将军麾下。我这一整天就是忙这事儿去了。你梦到成王封地望州有铁矿，可梦到望州发生水灾。望州没发生水灾啊？你确定望州没发生水灾？有没有可能发生了，但你没梦到？沈婉摇头，为何这么问？方才我进宫碰到望州送来600里加急，望州发生水灾，灾情严重，需要朝廷拨钱拨粮赈灾。我肯定成王封地没有发生水灾。谢景琰更愿意相信他，成王的封地并没有发生水灾，那这封600里加急就耐人寻味了，手附在他隆起的肚子上。还有多少时日就满7个月了？还有13天。这么快？快吗？天知道他有多想早点把孩子生下来。爷，宣平侯世子出事了。陆城出什么事了？宣平侯世子和杜国公世子负责今夜巡城，发现有黑衣人飞檐走壁，宣平侯世子抓人时被刺伤，从屋顶上摔下来昏死过去。杜国公世子慌了神，不知道该怎么办，就将人送来灵王府了。我去看看。沈婉也去了前院药房。陶大夫刚给陆城把完脉，问谢景琰：你给他服解毒丸了？我爹给了我1颗解毒丸，让我随身带着。我现在伤口血是黑色的，就给他吃了。幸亏服用及时，压制了毒素，没有毒入肺腑。这小子当真命大，腰间这一剑要再深半寸，来的路上只怕就没命了。能不能保住他的命？送来的及时，能保住。谢景琰看向杜承安，可抓到那黑衣人了。陆城从屋顶上摔下来，黑衣人就跑了。巡城司倒是去追了，但肯定追不上。不过陆城昏死过去时说那黑衣人是西凉人，我还在地上捡到了一块那黑衣人掉落的令牌。谢景琰接过令牌翻看着，这是成王的令牌。成王的？我在梦里见过这块令牌。发现黑衣人的地方就在成王府附近，极有可能是从成王府出来的。可陆城说黑衣人是西凉人呐。将令牌放回原位，小心不要打草惊蛇。陈峰领命退下。为什么把令牌还回去啊？从接风宴上看，西凉太子和成王并无勾结，我需要确定一下。如果令牌真是成王的，西凉弄丢这么重要的东西，肯定会心存侥幸回来找寻。那我去接着巡城了。令牌的事不可告诉长公主。我谁都不告诉。陆城醒过来，我怎么在这里？杜承安送你来的。今天多亏有他，不然我就死定了。你确定那黑衣人是西凉人？我抓破了黑衣人右臂处的衣服，黑衣人右臂上有刺青。虽然当时天色很暗，但我还是看清楚了，那刺青和我前些天去刑部找徐记看到的西周大坝案卷宗上的图案一模一样。你伤得严重，安心养伤，剩下的事等伤好再说。结果陆城和陶大夫讲话，还有3日我就要成亲了，我的伤能好吗？我只是个大夫，不是神仙。喜帖都发了，我成亲重要还是命重要？养伤要紧，我会和云家说的，先找人替你迎亲，等到那日你伤大好了，就你自己上。陆城有陶大夫照顾，沈婉和谢景琰就回莫玉轩了。成王谎称封地有灾情，让朝廷拨粮拨款，是不是为了招兵买马？我把成王封地有铁矿一事告诉父皇了，父皇就算之前没信我说的，这么好的试探成王的机会摆在眼前，父皇也不会错过。如谢景琰猜测的那般，第2天早朝，皇上果然试探成王了。朕当年将望州给成王你做封地，是因为望州富饶，少有灾情，你可以安心留在京都照顾世子。没想到如今世子病情大有好转，封地反倒不省心了。朕给你换个封地，以后就把禹州做你封地了。禹州是大楚最富饶的州郡，皇兄的心意臣弟心领了。望州这么多年只出了这一次水灾，臣弟已经很知足了。臣弟对望州没有不满，不用换封地，
你也没去望州住过几日，换个封地对你来说影响不大。但这次望州水灾，你不亲自去望州赈灾可说不过。世子病才好转一点儿，成王妃又病倒，眼下你离不开京都，朕忙于朝政，没法常去陪太后解闷儿。你留在京都，朕省心不少啊。赈灾之事交给底下人去办，臣弟放心。臣弟没想离京，也用不着离京，还请皇上收回给臣弟换封地的好意。渝州还是给皇子们做封地吧，皇上不能为了臣弟让皇子们心生不满呐。朕只有你这么一个亲弟弟，把最好的地方给你做封地，哪个皇子敢不满？朕意已决，换封地的事儿就这么定了。灵王告诉皇上，成王封地望州有铁矿，并且私自开采2年了。这回水灾把望州送到了皇上跟前，皇上就小小的试探了下。可成王不仅拒绝了，还一而再的拒绝，封地只怕真有问题。朕听说昨晚巡城司巡夜，宣平侯世子被黑衣人打伤，险些丧命。犬子昨夜重伤，幸得杜国公世子及时为他服下解毒丸，又将他送去林王府找陶大夫医治，才保住一条命。长驸马也没想到自己儿子能把事情处理得这么好，皇上更是夸了杜承安好几句，要重重赏他。沈婉晨起梳妆，等谢景琰回屋，皇上真的给成王换封地了？不可高兴得太早啊！为什么？成王不愿意，也不敢换封地，他肯定还会想办法让父皇改主意的。成王越是想要望州，父皇就越会疑心。父皇疑心，但别忘了还有太后。爷，您猜准了，黑衣人果然心存侥幸，回去找令牌了。成王勾结的应该不是西凉太子。吃完饭，沈婉准备去云家，再商议一下迎亲的事儿。陆程那么重的伤，几天时间未必能养到能亲自迎亲。王爷，皇上召您进宫。陈宇送我去云家就成了，你进宫去吧。到时候我去云家接你。但沈婉没去成云家，他和谢景琰走到大门口，云奇就来了。表哥怎么来了？我听说宣平侯世子受伤了，人在灵王府，过来看看。表妹和灵王是要出府。王爷进宫去见皇上，我正要为宣平侯世子受伤一事去云家呢。宣平侯世子伤得很严重，伤得不轻，这几天都要卧床，怕是不能亲自去云家迎娶云蕊表妹了。我去云家就是商议这事儿，一切以宣平侯世子养伤为重，就是将婚期延后都行。沈婉和云奇进屋，要不还是将婚期往后延一段时间吧。延后婚期做什么？你放心，这点伤你要不了我的命，我不会让云蕊守寡的。我知道你没性命之忧，这不是怕你心急不利于恢复吗？你也才成亲，你应该懂我迫切的心情吧？你伤没好，你圆不了房，急也没用。圆不了房，我娶回来看着也开心啊。再说了，我娘有孕在身，替我操办一次喜宴就够累了。我这个做儿子的，怎么能让她再受累一次啊？我云家可以不将婚期延后，但你不可勉强自己，不能亲自迎亲就找人代迎。那边谢景琰进宫后，父王找我进宫何事？之前梅州地震和西州大坝出事，你都提前做了防备。这次望州水灾，你背后那高人没算出来。如果我说望州并没有发生水灾，父皇信吗？望州没有发生水灾，我也以为是没算出斩，但问过了，他斩钉截铁地说没有，我信他说的。发生水灾这么大的事儿，他瞒不住。水灾发生在望州成王的封地上，上折子承灾情的是成王的人，去赈灾的若也是他的人，怎么瞒不住？谎报灾情，贪没赈灾款，又不是什么稀罕事儿。我知道没法说服父皇相信成王会做这样的事，但望州到底有没有真的发生水灾，派人去查便知。但派人去望州，哪怕是800里加急，跑个来回也要10天了。这事儿有没有两全之法？有，派我去望州赈灾，要望州灾情是假的，成王必不敢让我前去。看来父皇不找你，你也会进宫揽着差事。皇上，太后来了。太后怎么来御书房了？你要给成王换封地？朕给成王换了个更好的封地，太后不愿意。哀家倒没什么不愿意的，只是方才成王找哀家，说他找高人算过，他的封地移在北边，豫州方向在南。在朝堂上他没敢说这事儿，望州已经很好了，只是一次水灾而已，就要换封地，也确实小题大做了。哀家知道皇上是为成王好，既然成王自己不愿意换，就依他吧。太后就不问问朕为何起义，一定要给成王换封地啊？皇上不是怕成王忧心望州灾情吗？朕收到密报，望州有金矿。父皇没说铁矿，而是金矿，甚至连折子都准备好了。看来父皇也没他想的那么信任成王。要望州真有金矿，
确实不适合给成王做封地，换个也好，但也别把禹州给他了，给他换个北边的。北边封地都比不上望州。平常你这个皇兄多赏赐他些，不差封地那3瓜2枣的。太后说的是。太后事情办完了，就会受康宫了。父皇为什么不告诉太后实话？是连太后都不信任了吗？真是怕太后担心。太后有什么好担心的？皇家亲情淡薄，手足相残是常有之事。太后一时就怕朕与成王会生出嫌隙。这是太后担心就不会发生的事吗？成王私开铁矿，谎称封地有灾情，骗取国库钱粮，父皇还能对他如从前那般信任？灾情之事尚未确定。皇家亲情寡淡，那是因为嫔妃争宠，皇子们争储君之位，利益驱使，亲后不起来。父皇和成王都是太后所出，太后为何有此担心？这世上最了解父皇和成王的人，莫过于太后。她的担心不会空穴来风，只怕父皇和成王早就生出嫌隙了。寿康宫，太后劝动皇上了吗？哀家让皇上给你另外选了个北边的封地。连太后都说服不了皇上，皇上就一定要换掉我封地不可吗？望州封地有矿的事儿，你可知道？谁说的封地望州有矿的？有人密奏皇上说你的封地望州有金矿，奏折在皇上手里压了好些天了，皇上一直没下决定收回封地。你是他亲皇帝，他作为兄长送你一座金矿也无不可。但望州发生了水灾，国库空虚，拨钱粮赈灾都艰难，皇上就趁机将望州收回来。皇上为江山社稷着想，将骨肉之情放在后面，这是他身为帝王的责任。金矿？望州怎么可能有金矿？太后是不是听错了？不是金矿，难不成还能是铁矿？要是铁矿，哪怕只是一封密奏，皇上早派人去望州查证了，哪儿还会等到今日？皇上眼下还未派人去望州，还在将信将疑，想着就算是假的，你是他亲皇帝，他给你换个更好的封地也无不可。只是你不要禹州，哀家就让他在北边另外给你挑个了，怎么不说话？儿臣不知道望州有金矿之事，一切听太后和皇上的安排。赵嬷嬷走了进来。成王妃情况如何？成王妃还和前几日一样，病情没有好转。怎么一点好转也没有？宫中这些个庸医，连个落水受寒都治不好吗？受寒好治，受惊才是病根。今儿奴必须探望成王妃，成王妃神情凄哀，怕自己命不久矣，担心会影响到永安郡主嫁人，请太后您尽快给永安郡主挑门好亲事。已经病到这种程度了，可请陶大夫去看过成王妃。成王摇头，我这就去请陶大夫。不等太后开口，成王已然行礼告退了。赵嬷嬷望着太后，欲言又止。有话就说。对于永安郡主的亲事，成王妃有个中意人选。谁？崔将军之子。当着成王的面怎么没说？成王妃说她没敢和成王开口，她知道成王不会同意，但她作为母亲，不求永安郡主嫁得大富大贵，只求对方品性端良。她这辈子呀，听太后您的，听成王的，但在永安郡主的亲事上，她想做一回主，求太后成全她。成王妃为了让奴婢帮她带这句话给太后您，给了奴婢1万两。只带几句话就给你1万两，看来是真的没多少日子。崔将军是宣平侯夫人的娘家兄长，宣平侯是占灵王那边的。奴婢劝过成王妃，太后您也不会同意把永安郡主嫁给崔大少爷，但是成王妃还坚持让奴婢帮她带话。这般执着，看来是铁了心要把永安许给崔大少爷了。罢了，就依他吧。太后您同意？成王妃不会害永安，她既是为永安好，又是最后的心愿了，哀家也不忍心让她带着遗愿离开。可是成王那儿对自己王妃的病情都不上心，等成王妃真去了，永安的亲事还不是哀家做主？屋内，父皇找你进宫做什么？问我望州水灾的事。王爷，成王来了，想请陶大夫去医治成王妃。要成王妃命的人就是成王，成王竟然会来请陶大夫去医治成王妃，为了堵天下悠悠之口吗？请陶大夫用得着成王亲自来吗？成王是顺道来的，成王在正堂等候。请陶大夫只需派个人来就成了。成王叔怎么还亲自来了？望州有水灾的事，灵王事先不知道，这话我才回过父皇。
成王叔觉得我要知道，能不事先防备吗？这倒也是。王爷，陶大夫忙完了。成王便站起身，谢景琰送他出府。这边成王骑马离开，那边延平王世子和唐泽他们过来。来蹭饭的？我们这回可不是正经蹭饭，是来探望陆城，顺道吃个饭。我让李御厨多做几个菜，让李御厨烧个红烧鱼。我没空陪你们吃饭，这么忙，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啊！我要陪王妃吃饭。没让你陪，你要真陪我们，冷落了王妃，我们还真不好意思来蹭饭。陆城没想到延平王世子和唐泽他们早上来看过他，中午得空又来了。然而陆城没感动一会儿，就知道自己感动得太早了。陶大夫特地叮嘱大厨房给他做几个清淡小菜，可延平王世子他们吃的是大鱼大肉，满屋飘香。你在灵王府养伤这几天，我们天天来陪你吃饭，真是他的好兄弟。翌日，王妃，好了，皇上让王爷去望州赈灾。皇上怎么会让王爷去望州赈灾呢？这事是真的，皇上在早朝上宣布，先拨30万两银子和10万袋粮草给望州赈灾，要是不够，国库再拨。去望州赈灾没个1-2个月王爷回不来，那王妃怎么办？户部紧锣密鼓的将赈灾银两装上马车，可就在户部快筹备好时，成王拿着封信进宫找皇上了。皇上把600里加急折子给成王过目，成王仔细看后发现600里加急并非望州知府亲笔，那灾情显然也是假的了。虽然成王揭穿了这事儿，但还想将计就计，让谢景琰运送假粮草去望州，引蛇出洞。皇上没有揭穿成王的谎言，只否决了成王引蛇出洞的提议，就把他打发走了。望州灾情是假的，谢景琰自然也就不用去望州赈灾了，就陪沈婉出府，去云家参加出阁宴。云家一派喜庆，表妹生得这么好看，难怪宣平侯世子说娶回去看着也欢喜了。没表姐这么打趣我的，我可不是打趣，我说的是事实。沈婉远远的就看到云墨过来，拍戏好些了。这2日好多了，一点恶心，吃颗酸梅就能压下去。云老夫人看到他们俩，算算日子呀，再有2个多月就能见到重外孙了。外面银霜走进来，王妃，皇上把永安郡主赐给了崔大少爷。哪个崔大少爷？就是宣平侯世子的表兄，崔将军府上的大少爷。可知道皇上为何给他们赐婚？是太后让皇上给他们赐婚的。出阁宴散后，坐马车回灵王府。爷，问出来了，是成王妃求太后把永安郡主许给崔大少爷的。太后觉得自己下懿旨赐婚不如皇上赐婚，便又找了皇上。成王能同意？成王不知情，属下找袁公公打听的时候，成王正拿着赐婚圣旨去找皇上收回赐婚。别说皇上不会同意成王的要求，就是太后也不会答应。成王妃此举隐隐给沈婉一种成王会出事，会栽在谢景琰手里的预感，提前防备，把永安郡主嫁到他们阵营来。翌日是陆城迎娶云蕊过门的日子，谢景琰一个人去的。陆城伤还没完全好，他成亲连个水宝都混不上，洞房花烛就更不必说了，就2个字儿，糟心。他还想好好看看自己好不容易才娶回来的媳妇儿呢，然后就被嫁去了书房。他知道自己伤好前不能圆房，抗议了一句：世子爷确定能把持得住自己吗？好像也不是很确定。世子夫人都已经娶回来了，不差这几日了，身子骨要紧。延平王世子几个待在树上。你们来做什么？本来想闹你洞房的，但显然闹不了了。知道你今晚要在书房睡，那些书你怕是看不进去，特地给你送来2本有趣的书，直接丢给了陆城，随手翻看，几乎是看到的瞬间。你们还真是我的好兄弟啊！嘿，都是好兄弟，不用客气。他上辈子是造了什么孽呀？就这么几个好兄弟。莫玉轩，银霜回来了，冬儿呢？怎么没和你一起回来？冬儿受伤了，找陶大夫处理伤口去了。怕王妃等得急，我就先回来了。冬儿怎么会受伤？还不是得了不少赏赐。从宣平侯府回来，见时辰还早，就想去买一些簪花和丝线，结果倒霉，这刚上街没一会儿，就不知谁家的马儿受了惊，这发疯似的往前跑，冬儿逼让马摔倒在地上，把手给划伤了，也不知道那马的主人是谁，可是惹了大祸了。那马撞到了运送贡品进京的马车，马车翻了，贡品瓷器摔了一地。因为是意外，皇上只让礼部另外准备给西凉和东烈的回礼。沈婉和谢景琰也以为这事儿就到此结束了，结果消停了一天，突然掀起惊涛骇浪来。这是什么事？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茂国公和刑部尚书带人包围了左相府。左相犯什么事了？茂国公奉太后之命，叫上刑部去搜查左相府。
从左相府搜出了当街打碎的那批瓷器。马撞翻装贡品瓷器的马车不是意外？不是意外，那批瓷器是瑕疵品，真正的贡品送进了左相府。太后是怎么知道的？下个月初，胡杨长公主过寿，太后私下命人烧制了一对贡品瓷器，准备赐给胡杨长公主做寿礼。就随着这批贡品送进京的。贡品在街上出事后，太后让人去取瓷瓶，说要瓷瓶被摔毁了，那碎裂的也带回来。结果太后的人去了，被告知瓷瓶被摔碎了，但无论太后的人怎么样，都不肯把碎裂的瓷器给太后的人带走。太后的人为了交差，直接把人抓到了太后跟前。太后逼问，那人支支吾吾，连瓷器扔哪儿的都说不利索。太后一气之下对人用了刑，才知道他给胡杨长公主准备的寿礼被送到了左相府，不止那一对，还有不少贡品都被拿来孝敬左相了。太后气头上，让茂国公去左相府搜，只是茂国公没有搜查左相府的权利，太后就让刑部以贪墨贡品的罪名带人搜到左相府。左相府是宋皇后的娘家，是谢景英夺嫡的最大帮手，罪证确凿，够左相喝一大壶了。你在想什么？左相贪墨贡品这事儿抓得太过顺利了，人倒霉起来喝水都塞牙缝，也许就是左相太倒霉了。这事不止办得顺利，还有太多的巧合了。你怀疑这事儿是太后故意给左相挖的坑？还不算太笨，左相被抓不冤。凤仪宫，皇后娘娘不好了，茂国公拿着太后的手谕，让刑部尚书带人去搜左相府了。太后为什么要搜左相府？好像和这回贡品出事有关。他起身就去找太后。皇后知道擅闯哀家寝宫是什么罪名吗？后宫不得干政，太后竟直接下懿旨，让刑部搜查左相府。本宫担心太后魔怔了，闯宫探网，孝心可嘉，何罪之有？皇后连哀家都敢不放在眼里，难怪左相有胆子贪墨贡品。贪墨贡品？左相是臣妾的兄长，对皇上忠心耿耿，绝不可能做出贪墨贡品这样的事。太后听信小人谗言，直接让刑部搜查左相府，没得含了忠臣。宋皇后话才说到这里，太后，刑部搜查左相府，果然从左相府里搜出了不少贡品瓷器。您给胡杨长公主准备的瓷器也在左相府。左相就是这么对皇上忠心耿耿的，这一定是有人在造。太后看向小公公，告诉皇后，那些贡品瓷器是在哪里搜出来的？是从左相书房密室里搜出来的。瓷器在左相府别的地方搜出来也就罢了，在左相的密室里，哀家还真想知道有什么人能在左相眼皮子底下把那么多件贡品塞他书房的密室里。剩下的话也还是留着和皇上说去吧。翌日早朝，茂国公站出来，请皇上立大皇子为储君。大皇子是嫡出，又是皇上的长子，理应立他为太子。也确实该考虑立储一事了。不过皇上也只说了这么一句，就又把话题岔开了。皇上在早朝上说的话传到沈婉和谢景琰的耳中时，父皇不会真的立大皇子为太子吧？父皇是不是真的考虑立储我不知道，但火上浇油是真的。左相这回栽跟头，是因为这次负责运送贡品进京的是成王的人，接上金马不是左相所为，而是太后指使人做的。父皇和满朝文武都接受了贡品当街摔碎是意外，当晚贡品送入左相府，左相以为是成王的安排，掉以轻心才将贡品收下，藏入书房密室，却没想到成王对此毫不知情，是太后设的局。可这事是太后做的，这把火烧不到成王身上去啊。太后拿成王的人算计左相，显然已经知道成王在暗中扶持晋王了。贡品一案明面上是太后和左相交锋，实则是太后在逼成王和左相决裂，要成王在左相和他之间做选择。3天后，左相就出狱了。左相的案子判了，皇上以收受贿赂之罪把左相官贬了3级。刑部给左相定的只是收受贿赂之罪？左相一口咬定他只是受了贿赂，并不知道那是贡品，东西是左相府管事收的。送去书房时夜深了，他准备回去就寝，便都没看一眼，就让管事的送入了书房密室。左相认定是自己府上管事和外人勾结，陷害他这个主子。刑部尚书审问了管事，管事的供词和左相一致。太后交给刑部的人也翻供了，说是见大皇子和晋王争夺储君之位，迟迟未见有结果，为了邀功，故意把太后要送的瓷器送入左相府，拿左相下水。这么拙劣的说辞，刑部也信了？翻供之后，那人就自尽了。刑部尚书虽然不信，但刑部没有足够的证据定左相贪墨贡品之罪，但收受贿赂
左相抵赖不掉。在陈妃翻案之前，要确保皇上不会立储，就还得让晋王和大皇子接着斗。虽然没能彻底扳倒左相，却也给了左相重击，还能继续牵制大皇子。对我们而言，不是坏事，只是成王对晋王未免太好了些。寿康宫，太后，您别气坏了身子。看着成王走进来，哀家只问你一遍，是不是你帮的左相？不是帮左相，我是在帮自己，帮太后。贡品这样的东西，打着你的幌子送去左相府，左相都没有丝毫怀疑就收下。左相对你当真是信任有加，你也对得起左相对你的信任，不遗余力地帮他脱罪。你怎么不直接把我这个太后交出去，让左相全身而退？晋王许诺了你什么？是大皇子给不了你的，让你对晋王这般掏心掏肺。你有把柄在左相和皇后手里。成王还是不说话。这是最后一次，再叫哀家发现你帮晋王，你就给哀家去封地待着吧。凤仪宫太后为了扶持大皇子可以这般不择手段，那就别怪她也心狠手辣了。这日，王妃，西凉和东烈准备回去了，后日宫里设宴给他们饯行。休沐是哪天？送行宴后一日才是休沐。哦，还好没有撞上。西凉太子差人送来请帖，感谢王日那日在宫宴上没救南翼公主，在德月楼请王爷吃饭。不多会儿，谢景琰就从书房出来了。你这是要去赴西凉太子之约？西凉太子给我下帖子，不好不给面子。德月楼2楼包间。虽然是本太子下的请帖，但灵王真来赴约，倒叫本太子有种受宠若惊的感觉。在接风宴上，西凉太子已经与我道过谢了。我想西凉太子今日找我，应该是有别的事吧。灵王会对本太子找你什么事感兴趣吗？灵王知不知道你把我的皇妹都给带歪了？所以西凉太子找本王来，只是为了说这个？那倒不是，本太子是想和灵王请教一下，是如何做到顶撞一国之君还不被打死啊？本太子想学学。你学不来，还望灵王不吝赐教。本王要不教你，还真显得本王吝啬了。本王坐了2年多的轮椅，觉着活着没什么意思，说话做事就随自己高兴嘛。久而久之，皇上也就习惯了被我顶撞。西凉太子要还想学，本王倒是可以传你一点断腿的经验。确实不好学，本太子再考虑考虑。听闻灵王身边有高人，能预知未来没有发生的事啊。想来西凉太子也听说了西凉细作炸毁我大楚西州大坝的事。炸毁大楚一个大坝，对我西凉并没有什么好处。我想灵王应该不会信这么拙劣的栽赃手段。本王信了。这么拙劣的栽赃，你灵王也信啊？如果是我大楚不方便做的事，你西凉帮着为之呢？本太子怎么都不知道我西凉有这样的好人？他们西凉有人与大楚勾结。灵王告诉本太子，难道没怀疑过与大楚勾结的人就是本太子？若与我大楚奸佞勾结的是你，南翼公主就不会有落水之祸了。多谢灵王信任本太子，这一趟大楚当真是没白来。这些天本太子和你们大楚秦王和晋王都接触了，这储君之位非你灵王莫属。西凉和大楚远隔千里，以后不能亲自道贺，实在遗憾。这杯酒就当是提前恭贺灵王了。那本王祝你坐稳储君之位。你这住的未免也太不吉利了些。哎，我西凉和你们大楚勾结的是谁啊？本王只知道大楚的事，至于西凉，本王还等着你西凉太子把人揪出来呢。陈峰从怀里摸出一张纸，呈给西凉太子。看到图案的瞬间，看来西凉太子之前就见过这图案了。承灵王吉言，本太子一定努力坐稳储君之位。东烈二皇子听说太子您请灵王吃饭，也想来蹭个饭。人多热闹，灵王不介意多个人吧？不介意。东烈二皇子摇着折扇走进来，这张圆桌坐了大楚、西凉和东烈未来身份最尊贵的3个人。多年后回想起这一刻，不带任何目的的谈笑风生，自有感慨。转眼2天过去，到了宫里设宴替西凉和东烈饯行的日子，远远的就看到傅叔带着丫鬟往这边走。晋王妃与我有话说。傅叔欲言又止，可是想请陶大夫给你瞧瞧。你肯让陶大人给我治病？我为什么不肯啊？我要能生，定会与晋王一起联手对付你们。那时候你应付晋王内宅精力都不够用，哪有余力帮着晋王对付我们呢？我看了好几位太医，都说希望不大。你和灵王出府，记得多带护卫。为什么提醒我？就当是还你上回的人情。还有，我已经上了这条贼船，下不去了。但中国公府还有脱身的希望，希望将来灵王成事能善待我中国公府。这是中国公
要转投他们的意思。夫叔走后，等文武百官和家眷都入席后，西凉和东烈距离我大楚千里之遥，难得来一趟，我再多待些时日。西凉太子道：已经待不少时日了，大楚风景秀丽，来时顾着赶路，未能好好欣赏。这一路回去走慢些，可以看看沿途的风景。如此，朕就不多留你们了。这些日子，南野公主在我们大楚玩的可还尽兴？玩的不算尽兴，皇兄他们就狩猎不带我去，我带宫女逛街没什么意思。原想请寿春公主陪我逛街的，但皇兄怕您为自己兄长的事情烦心，不让我给您添乱。宋皇后脸上笑容维持不住，下面的人憋出内伤来。听说灵王与西凉太子、东烈二皇子在德月楼相见恨晚，相谈甚欢。之前狩猎都没叫上灵王一起，如今他们就要走了。灵王可想过明日送他们一程啊？不想，明日没空。灵王有这么忙吗？需要我告诉你我明日忙什么吗？这倒不用，我对六皇帝的私事不感兴趣。礼部尚书站起来说：时辰差不多了，该让使臣回行宫好好休息，明日好启程回去。待朕向你们父皇问好，等西凉和东烈皇帝过寿，朕会派人前去贺寿。宴会散后，今儿我在御花园和金王妃碰上，他让我和你出府要小心，多带些护卫随行。他被皇后害没了孩子，以后再生不了了，对皇后和晋王心生恨意，不愿再给他人做嫁衣。中国公似乎有投诚之意啊，但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不必多想，中国公要真想转投我，自会拿出诚意来。那明日还去河边吃全鱼宴吗？培养杀手也不容易，那么多人在，晋王不会派刺客来送死。回到灵王府，去和陶大夫说一声，明日让他也跟我们出府。银霜去药房给陶大夫传话。王妃，奴婢把话转达到了，陶姑娘也在药房。听说王妃明儿要去河边吃全鱼宴，她也想跟着去，奴婢就让她明儿一早来墨玉轩，和奴婢们一起去。翌日，马车准备妥当了，沈婉和谢景琰就一起出了府。鱼带了吗？要带鱼去吗？把河里钓不到的鱼带几条去。他们到城门口时，大皇子和谢景音正在城门口。灵王嘴上说不送，这不还是来了？那好像是灵王妃的马车，可能只是路过。灵王这是要带王妃去哪儿啊？带内子去钓鱼。谢景琰和西凉太子、东烈大皇子打了个招呼，就先一步走了。延平王世子他们在城外等谢景琰他们，结果灵王府马车里蹦下来一条鱼。这是不是太侮辱人了？这么多人，只带这么几条鱼，已经很看好你们了。今儿要不把真本事拿出来，真洗刷不掉上回的耻辱了。延平王世子问唐泽和徐继：你们谁先成亲？定下了？还没呢。我倒是有个好主意。你说，今儿你们俩比试，谁先钓到鱼，谁先成亲。这主意不错啊，就这么办。又过了大半盏茶的功夫，方才停下。哇，好美的地方啊！就听徐大姑娘徐欢夸赞出声，云木和陈记也来了。我怕你害喜，没敢邀请你来。你害喜好了？已经有2日没吐了，这些日子憋在府里啊。听祖母说你们今儿踏秋吃全鱼宴，我一时心痒，也跟来了。人多热闹，李御厨忙的是不亦乐乎。陶大夫笑道：你今天要受累了，我难得清闲一回，你清闲点好。你要忙起来，一般人可遭不住。这边大家玩得开心，那边大皇子和谢景音送西凉太子、东烈二皇子到十里亭。路过小道时，护卫道：灵王和延平王世子他们就在那河边钓鱼野炊。本太子还从未这么羡慕过一个人。大皇子和谢景音送2国使臣到十里亭，客套了一番，目送使臣们走远。就在大皇子转身准备回宫复命时，一支箭射过来。箭上有信，取来看看。是给大皇子的信，拿给我。打开，看到信上的字，他脸色大变。信上写了什么？没什么，只是故人约我相见，你先回宫复命吧，我随后就到。丢下这句，大皇子就骑马走了。看着他疾驰离开，谢景音骑在马背上，嘴角勾起一抹弧度。李御厨手脚麻溜的把一会儿要做的全鱼宴配菜准备好，几位爷一人一钓竿，可半个时辰了，愣是一条鱼没钓上来。幸亏带了几条鱼来，不然今天真得配菜炒配菜了。沈婉和程瑶找好看的石头，眼尖找到了3颗鸭蛋。那边一道声音传来：鱼儿上钩了，我先钓到鱼的，我赢了，我先成亲。这么小的鱼，你也好意思说你赢了？再小它也是鱼啊，你们说是不是？愿赌服。话还没说完，然后就见某大少爷得意忘形，让鱼给跑了。我的鱼！
能不能靠谱点？那么小的鱼，赢的就很勉强了，还让鱼给跑了。接着努力吧。他忍不住了，要下河摸鱼了。见唐泽下了河也不钓鱼了，纷纷下水。他们不钓鱼了，那我们钓吧。你会钓鱼吗？不会，不过看着不难的样子。他用力一甩，然后把鱼钩甩陆程身上去了。你都已经上钩了，还钓你呢？就在这时，唐泽嗷的一嗓子叫起来：你叫什么？有东西咬我！把咬他脚脖子的东西扒拉下来。王八，又叫甲鱼。为了早日成亲，不惜拿自己当饵，真狠。可惜甲鱼不是鱼。延平王世子见那边有鱼，小心地挪过去，上面飘下来块锦缎，锦缎随着河流往下。谢景琰站在木桥上，只觉得那锦缎看着有些眼熟。他转身一跃，就将那块锦缎从水里捡了起来。爷，怎么了？叫他们几个别玩了，可能出事了。出事了！你们快过来！出什么事了？大皇子十有八九是出事了，带人去上游找他。大皇子怎么可能会出事啊？这确实是大皇子的锦袍，我们去找就行了。你留下，以防有人调虎离山。沈婉去桥上找谢景琰，发生什么事了？有延平王世子和唐泽他们去找人，你们玩你们的。李玉厨见木桶里有不少鱼，哪儿来的？是杜国公世子和右相府程大少爷在那边钓的。我见他们走了，就过去看看，没想到钓了不少。李玉厨抓紧忙活起来。上游树林里，这里有血迹，人应该往那边逃了。追！男子耳朵动了动，隐约听到有说话声传来。延平王世子他们在附近，撤！几名黑衣男子飞快撤退。竹林里，谢景英坐在那里，没追上大皇子。没追上，你们回来做什么？王爷息怒，延平王世子他们在附近，怕被他们察觉，没敢继续追。大皇子药还中了一箭，箭上还有毒，这会儿应该已经没命了。吩咐了手下几句，就出了竹林。河滩上老远就听到唐泽的喊声：陶大夫，救命啊！就看到唐泽和徐继驾着大皇子过来，赶紧给大皇子止血。你们在哪儿找到他的？就在上游不远，在河岸边发现了血迹，沿着血迹寻找。大皇子应该是听到我们的说话声，然后自己出来了，见到我们一句话没来得及说就晕了过去。能保住他的命吗？大皇子伤得比宣平侯世子那次严重多了，我连5成救活他的把握都没有，尽力即可。陶大夫写下药方，让陈峰速去京都抓药，让药铺帮着煎药，等大皇子回京服下药再进宫。陈峰赶马车回京，御书房，皇上，晋王来了，让他进来。送西凉太子和东烈二皇子离京，怎么就你一个人回宫复命，还回来的这么迟啊？早就送完使臣了，只是使臣前脚离开，后脚大皇兄收到封信，说是要去见位故人，让儿臣先回宫复命。儿臣觉得大皇兄和故人应该说不了多会儿话，就一边欣赏沿途的风景，一边等他。只是迟迟不见大皇兄，怕父皇等着急，就先行回宫了。有什么故人需要用射箭送信的方式约见的？儿臣问了，但大皇兄没说就走了，不打扰父皇批阅奏折，儿臣先行告退。从御书房出来，谢景英往凤仪宫方向走去。不远处一小公公往御书房疾步过来。御书房内，皇上，不好了，大皇子出事了。大皇子出什么事了？今日连王和延平王世子他们去河滩钓鱼野炊，发现一块绸缎从上游飘下去，像是大皇子穿的，担心是不是大皇子出事了。延平王世子和唐大少爷他们去上游找寻，找到大皇子时，大皇子身边护卫都不在，他受了重伤，要害中了一箭，还中了毒。凤仪宫如何？应该得手了。什么叫应该得手了？刺中了大皇子的要害，但他在护卫的掩护下逃了。暗卫去追时，碰到延平王世子他们在附近，怕被发现，只能撤了。怎么挑的地方？这事必须要确保万无一失，底下人怎么办事的？母后放心，我亲自动的手，大皇子没活命的机会。这边他话还没说完，门就被砰砰敲响。大皇子被人重伤，被灵王和延平王世子他们给救了。寿康宫，大皇子送使臣回城途中被人重伤，失血过多，昏迷不醒，连陶大夫都没能把握保住大皇子的命。是什么人吃了雄心豹子胆，敢刺杀大皇子？大皇子现在在哪儿？大皇子被灵王和延平王世子他们给救了，杜国公世子也在，这会儿大皇子应该在回宫的路上。来人，传哀家口谕。再说谢景琰护送大皇子回京，在药铺前停下，药铺小伙计端来药，陶大夫为大皇子服下，扶大皇子躺好。陈峰继续赶马车往皇宫方向奔去。进宫畅行无阻的他，在宫门外被拦下了。拦路的是太后身边的刘公公。传太后口谕。什么口谕？
太后考虑让大皇子在灵王府养伤。太后这是怕大皇子在宫里或者秦王府养伤会遭遇不测，太后还真是不怕给他添麻烦呢，这事儿不接都不行。赵院长他们已经在灵王府等着了。走的时候回头看向杜承安，把今天发生的事一五一十告诉太后知道。谢景琰就骑马走了，杜承安硬着头皮跟随刘公公去寿康宫。谢景琰骑马回到灵王府，大皇子在我灵王府养伤期间，灵王府闭门谢客，没有我准许，任何人不得探望。周管事应下，该交代的交代了，他就去接沈婉了。谢景琰骑马赶来时都吃到一半了，陈峰跟在身后，等他们吃完了，歇了1刻钟就准备回城了。很快大家就分道扬镳，各回各家了。回灵王府的赶巧，正好茂国公和茂国公世子来看大皇子，听到马蹄声，王爷回来的正好，茂国公一定要进府探望大皇子，我快拦不住了。我们要进去探望大皇子，你还不配合本王说这话？太后只是让大皇子在灵王府养伤，灵王府茂国公觉得是太后说了算，还是本王说了算？茂国公对本王的做法不满，可以去请太后收回口谕。我只是担心大皇子，进去看一眼才放心。我是大皇子的亲舅舅，我不会害他。你是大皇子的亲舅舅，不会害他。本王要放你进去了，回头其他皇子要来探望大皇子这个亲兄长，本王要不要放他们进去？太后放心让大皇子在灵王府养伤，我也放心，不打扰灵王灵王妃了，告辞了。太后怎么让大皇子在咱们王府养伤啊？太后不喜母妃，不喜我，倒是真信任我。赵院正进宫给太后回话，晚上就有刺客摸进了灵王府。爷，刚刚有2人潜入王府，一进府就被发现了。可抓到活口？刚把人抓到，刺客就咬舌自尽了。加派人手保护药房，无论王府其他地方出什么事，都不许离开半步。翌日，大皇子情况如何？不容乐观。一会儿见了太后，就说大皇子情况有所好转，可能要不了2天就能醒了。这不是欺骗太后吗？照我说的做，有什么事我一力承担。不过很快赵院正就知道谢景琰这么做的目的了。王爷，王妃不好了，观景楼着火了。你知道观景楼会着火？猜到刺客可能会放火，但不知道他们会烧观景楼。能清楚地看到观景楼一点点被大火吞噬，观景楼被人烧了，你不生气吗？这或许是件好事。观景楼被烧还能是好事？这人是气糊涂了吗？你确定是好事？昨晚就有2名刺客潜入王府，试图杀大皇子，刚进府就被发现，自尽而死。我让赵院正告诉太后，大皇子很快会醒，晚上刺客就又来了。放这把火是为了吸引王府上下的注意力，好方便下手。这么急不可耐地派人来杀大皇子灭口，看来大皇子是知道刺客是谁。只是知道的话，用不着如此。大皇子手里10有8九有致命的证据。而另一边药房，暗卫们正和刺客展开一场恶战，瓮中捉鳖，刺客有来无回。谢景琰计划是抓几个活口，刺客被抓住的瞬间就咬碎了藏于牙齿里的剧毒，当场毙命。赵院正忽然就懂了，是为了引蛇出洞，诱敌上钩。翌日一早，袁公公就来灵王府了。昨晚灵王府观景楼走水，皇上甚是担心，怕大皇子再留在灵王府会连累灵王灵王妃也遭遇不测，让奴才送大皇子去别院静养。要杀大皇子的人连我灵王府都闯了2回了，送去别院静养，只怕人还没送到，命就没了。刺客来了灵王府2回，第一次只来了2个刺客，进府就被发现了。可王爷王妃的安危，太后都放心把大皇子交给我，父皇还不放心吗？被烧了观景楼就把大皇子送走，岂不成我怕了刺客了？皇上对王爷自是放心，只是担心王妃身怀6甲，怕有闪失啊。等大皇子醒过来，他是回宫还是去别院静养，不会过问，眼下还是留在灵王府为好。袁公公回宫复命，御书房。皇上，灵王让大皇子继续留在灵王府治伤。他倒是不怕刺客，奴才是看着灵王长大的，就没见过他有怕的。看到大皇子了？灵王防备有人谋害大皇子，闭门谢客，奴才就没敢说去看大皇子。皇上放心，有赵院正和徐太医在，还有陶大夫，肯定能治好大皇子的。让禁军去护卫灵王府，擅闯灵王府者少赦。药房内，赵院正对谢景琰道：大皇子的情况越发糟糕，得请示皇上和太后做最后的尝试了，而且要快。不用会怎么样？大皇子会熬不过今晚，
用药不慎会如何？活不过50。那还有问的必要吗？立刻给大皇子用药。可是大皇子都这样了，多活个1天半天的，对他没区别。太后把大皇子交给我，我就有权便衣行事。2刻钟后，一碗乌漆麻黑的药就煎好了。赵院正一勺接一勺给大皇子喂下去，剩下的就是听天由命了。王妃，齐大少爷和淡国公府的3姑娘的婚期定下了，下个月初8成婚。吃完，沈婉歇了1刻钟就午睡下了，睡了大半个时辰，刚醒来，王妃，大皇子醒了。书房内，大皇子要见茂国公和刑部尚书。照大皇子的意思办。寿康宫，大皇子醒了。醒了就好，醒了就好啊。太后不便出宫，让赵嬷嬷去灵王府看大皇子。灵王不让人探望大皇子。大皇子已经醒了，灵王不会不让人去探望的。赵嬷嬷当即领命离开。太后，茂国公有急事要求见您。茂国公是从灵王府过来的，让他进来。再说谢景琰，等茂国公和刑部尚书见过大皇子走了之后，他才去的药房。不过等他到药房，大皇子又昏迷了。怎么又昏迷了？大皇子方才让赵院正给他施针，强撑着见了茂国公和刑部尚书，交代了他们几句话，就扛不住又昏睡了过去。大皇子要多久会再次醒过来？说不准，至少要3、5个时辰。出了药房，刑部尚书和茂国公离开王府后，刑部尚书带人出城了，茂国公则进了宫。王爷、王妃，晋王谋害大皇子，罪证确凿，刑部尚书奉太后懿旨，将晋王下狱了。沈婉还真好奇，大皇子手里握着谢景英什么证据能把他锤死？大皇子扯下了谢景英腰间佩戴的玉佩，等醒来睁开眼睛，先看到的是赵元正，然后是徐太医，最后是陶大夫。这里是灵王府，太后让王爷您在灵王府养伤。刑部尚书和茂国公见过大皇子后，一个去城外河里捞证据，一个进宫禀告太后。看到那块玉佩，茂国公就和刑部尚书去了晋王府，把晋王府围了个水泄不通。大皇子指控谢景英刺杀他的证据不止那块玉佩，还有谢景英胳膊处的刺伤。茂国公手持太后懿旨，将他抓去了刑部凤仪宫。皇后娘娘，不好了，晋王被抓进刑部大牢了。晋王被下狱的事儿，一阵风传遍满朝文武的耳中，晋王党的人天也塌了。翌日今儿早朝上，茂国公率一众大臣请皇上按律处死晋王。茂国公在朝堂上请皇上处死晋王，皇上没有当场下令。下朝后，太后就到御书房给皇上施压了。皇上要不处死晋王，就等着给哀家收尸吧。太后绝食，逼皇上早做决断，2顿饭没吃就彻底病倒了。这日午后，皇上下令处死晋王了，7日之后在城门口当众处决。此事当真？沈婉心情那是前所未有的好啊。王妃，皇后跪在御书房外，请皇上饶晋王一死。谢景英被抓进刑部大牢后，知道自己必死无疑了，所以把所有罪名都揽在了自己身上。晋王谋害大皇子一事，怎么没牵连到皇后头上？晋王把所有罪名都揽了，太后和茂国公都没提让皇上处置宋皇后，父皇处置皇后的可能不大。太后和茂国公为什么放过皇后啊？因为晋王手里有茂国公和大皇子私买梅州粮仓的铁证。晋王和大皇子不是在成王的协调下把这事儿压下来了吗？这么大的事儿，说皇后和左相不知情，谁信啊？你我信不信不重要，重要的是大皇子信，太后和茂国公也信。到谢景英行刑这天，要出府，你不去看晋王行刑？行刑太血腥了，你有孕在身，不宜观刑。我要去看，一定要去不可。沈婉重重点头。这会儿时辰还早，1个时辰后再处罚也来得及。然而不用去，却偏要去的还有大皇子。周管事便给大皇子安排了驾马车，跟在谢景琰和沈婉后面去城门口。刽子手抓过酒，灌了一口，朝大刀喷去。就在所有人都以为要砍下去时，刀下留人！还磨蹭什么？即刻行刑！禁军统领手往头顶一举，那是免死金牌。太后有令，免晋王一死。太后怎么可能拿免死金牌救晋王？我只是奉命前来传话，至于太后为什么这么做，茂国公还是去问太后吧。确实是太后手里那块免死金牌。茂国公拿着免死金牌，抬脚就走。晋王坐左相软轿离开的。人走了，我们也该回去了。直接就回府了。大皇子没有，他进宫去了。御书房，皇上，太后让禁军统领拿免死金牌救下了晋王。你说什么？再说一遍。晋王没死，被太后的免死金牌救下了，这会儿已经回晋王府了。寿康宫，太后，
后，茂国公来了。当真是太后让禁军统领拿免死金牌去救晋王的？是哀家。为什么？皇上没想处死晋王，哀家不想与皇上母子之间生出嫌隙来。太后不想告诉他是救晋王的原因，拿皇上做挡箭牌。要不是大皇子福大命大，就死在晋王手里了。如今他伤还没有完全好全，太后却为了救晋王，连先皇赐的免死金牌都拿出来了。太后就不怕寒了大皇子的心吗？你在质疑哀家？臣不敢。不敢就不要再问了，退下。茂国公没敢再多问一句，悄声退下。正好皇上进来，皇上也不要问。这块免死金牌是先皇赐给太后的，太后替晋王求情，会免他一死，用不着浪费一块免死金牌，你收回去吧。不用了。太后后悔收下先皇给的免死金牌了，她不想救晋王，却不得不做这样违心之事。太后拒绝的事儿传到沈婉和谢景琰的耳中，可打听出来太后为何救晋王。今儿皇后去求太后，太后起初是不见皇后的，皇后不知道和赵嬷嬷说了什么，赵嬷嬷却回了太后，太后这才让皇后进去。具体太后和皇后说了什么，没人知道。皇后人还没走，太后就让禁军统领拿免死金牌去救晋王了。茂国公问太后救晋王的原因，被太后训斥了。太后也不许皇上问，能让太后做出这么大的忍让和牺牲，沈婉太想知道原因了。王爷、王妃，大皇子回自己王府住了。太后这一手，只怕比谢景英捅大皇子的那一刀都要伤大皇子。翌日今儿早朝，紫金光禄大夫也就是被贬的左相，率晋王党人请皇上立大皇子为储君。皇上同意了？那倒没有，皇上说立储之事，等大皇子伤养好再议。太后拿免死金牌救晋王，不过就是为了让左相他们支持大皇子吧？绝没这么简单。王爷一早去军营了，可能是要到午时才能回来。吃完饭，王妃，李御厨的家人接进京了，李御厨想领妻儿来给您请个安。2刻钟后，周管事就领着李御厨和他的夫人以及一双儿子来了。李御厨的长子已年满18，次子才8岁。多谢王妃成全，我们一家才能在京都团聚。李御厨这话就见外了，他看向周管事，小院儿可都准备妥当了？都准备妥当了。缺少什么，只管和周管事说，不用客气。多谢王妃。海棠进屋，取来一首饰盒，初次见面给李夫人准备了些薄礼。这如何使得？李御厨点了下头，李夫人这才伸手接过来，给沈婉请个安，就带他们去王府后的小院安置。李御厨的宅子和陶大夫的是紧挨着的，出了灵王府，李夫人才忍不住把锦盒打开。这太贵重了。王妃待人一向好，出手更是大方，既然送你了，你安心收下便是。你我成亲这么多年，你送我的还没灵王妃给的见面礼多。吃午饭的时辰，谢景琰才回来。你进宫了？没有，不过这2日你我得进宫一趟。进宫做什么？太后又病倒了。太后怎么又病倒了呢？王爷王妃，不知道是什么人在皇后的饭菜里下毒，祺妃和柳嫔陪皇后用午膳中毒死了。那皇后呢？皇后没事，宋皇后一点事儿没有。等等，宋皇后怎么会让祺妃和柳嫔陪她用午膳呢？直觉告诉沈婉，宋皇后是知道饭菜里有毒，故意这么做的。这事儿查得很快，袁公公亲自带人去御膳房查，很快就查到太后宫里的1、2等宫女身上，是太后命她往皇后的饭菜里下毒的。皇上去寿康宫找太后，是哀家让宫女下的毒，这是哀家与皇后的约定，一命换一命，晋王得救，皇后就该自尽了。她拒死，哀家送她上路。祺妃和柳嫔吃了下毒的饭菜，毒发身亡了。皇后入宫至今，几时留其他嫔妃用过膳？她怕是早猜到，甚至已经知道哀家在饭菜里下毒，故意拿其他嫔妃的命来把事情闹大，坑害2条无辜的性命，请皇上立刻下旨处死皇后。宋皇后也来寿康宫了。臣妾该死，臣妾猜到太后会给臣妾下毒，但臣妾怕死，想着时不时的留其他的嫔妃用膳，太后会有所顾忌，多留臣妾些时日。但臣妾没想到太后已经让人在饭菜里下毒了，以至于害死了祺妃和柳嫔，却让太后手里沾了无辜之人的血。一命抵一命之事太过荒唐，现在还搭进去2条无辜的性命，这事儿就到此为止了。他要处死宋皇后的原因不能说，宋皇后也亮准了他这个太后不敢说，才故意闹出人命，把事情捅到皇上跟前，让皇上出面给他施压。太后病倒，这日吃过早饭，谢景琰就带沈婉进宫去了。刚走到寿康宫，就听到里面传来一阵啪啪的板子声，挨打的不是别人，而是成王。成王犯什么事儿了？太
后病倒，成王来探望太后。进寝殿时，正好紫渊端茶出去。当时成王可能有些心不在焉，没注意撞到紫渊，打翻了茶盏，惊到太后。然后太后就下令杖责成王40大板。成王这是做了什么事，把太后气成这样？皇上没想到谢景琰和沈婉也在。你怎么在寿康宫啊？来探望太后。皇上走过去，太后病情如何？太后怒极攻心，郁结难舒，需要静养，期间切忌动怒。太后有什么事，只管告诉朕，朕一定会替太后分忧。皇上忙于朝政，就不要为哀家忧心了。灵王已经娶妻生子了，到了可以替皇上分担朝政的年纪，皇上也别太累着自己了。有些事儿让灵王帮你处理。灵王和延平王世子他们救大皇子有功，皇上可赏赐过他们了。上位能仅凭一块绸缎就猜出大皇子可能出事儿了，这般聪明，事无仅有。大皇子能逃过这一劫，灵王功不可没。哀家也不知道你们喜欢什么，你们自己去库房挑吧。让他们去库房选，太后不怕他们把您的库房搬空啊？都是些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东西，他们喜欢只管拿便是。那我和王妃就不与太后客气了。你们俩收敛些，只准拿2箱。你想要什么，只管拿。皇上让灵王和灵王妃选完东西，去御书房见他。沈婉和谢景琰去了御书房。太后为何打成王？因为成王打碎了茶盏，惊扰了太后。这理由你会信？不信又能怎么样？太后不说，谁能知道太后瞒着其他人也就罢了，连父皇也不告诉。也是成王犯的事与父皇有关。那日都有哪些人参与救太子？拟了名单，朕好赏赐他们。谢景琰将人名一一记下。救大皇子功劳最大的是婉儿。要不是婉儿要去河边吃全鱼宴，哪有后面救人之事啊？我们自己去库房选。去太后的私库霍霍了一通还不够，还惦记朕那点东西啊！回去等着揭赏。花灯会上的刺客可查出来了？还没有。没几天就是胡杨长公主寿辰了，她今年不办寿宴，请朕同意宫外举办花灯会，朕准了。刺客没找到，你们别上街晃悠了。没什么事儿了，谢景琰就带沈婉告退了。很快皇上就能抱上皇长孙了。1天没生下来，朕都不放心，没见过他们这么心大的。当年陈妃怀谢景琰时，皇上比陈妃还要紧张，唯恐有什么闪失。杜承安他娘寿辰在即，想去护国寺上香，还非要他也去不可。回来的路上，我碰到个朋友，我去和他说几句话，结果少年看到拔脚就走。少年转身时，腰上佩戴的荷包不小心掉在了地上。杜承安拿着荷包去追那少年。你为什么要追着我不放？你荷包掉了？多谢了。我们也算不吃不相识了。上回亲到你额头，我不是……你还敢提那事儿？是有点恶心，你别生气，我以后不提了。一驾马车跑过来，少年被抱了个满怀，呆呆的看着杜承安。我刚刚可算是救了你一回，你是不是该请我吃顿饭呀？我一会儿还要买东西，身上多的钱只够请你吃面的。我喜欢吃面。还真是京都最接地气的世子，请他吃饭只吃面也同意。这家面我吃过几回，很不错。然后两人就坐下来吃面了。他正想问少年和徐川什么关系呢，灵王府马车就停下了。杜承安回头望去，刚刚还在的少年不知道去哪儿了。别吃了，一会儿去德月楼吃饭。那我去找找他，一会儿在德月楼碰面。远远的看到徐继和一少年在说话，那少年不是别人，正是杜承安要找的。少年和徐继说了几句话就走了。你这么看着我做什么？徐兄认识那少年？认识。既然认识，那请去德月楼一起吃饭。不用了。兄弟的兄弟，不就是我们的兄弟吗？正好我们也想和他结识一番。什么兄弟？那是我表妹。表妹？你妹妹为何做男子打扮？我妹妹小时候生过一场大病，后来虽然病好了，但从前的事全给忘了。舅舅舅母给她算过，说要当男孩子养，才能平安长大。打那天起，就一直以男装示人了。你们想认识我表妹做什么？我们可不知道她是你表妹啊，你可别误会。要不我给你发个誓。这就不必了，要告诉杜兄吗？也不觉得瞒着更有意思吗？啊？沈婉和谢景琰带着太后的赏赐回到墨玉轩。第二天，皇上的赏赐也送到了。皇上还是把谢景殷从晋王贬为郡王了，还收回了给谢景殷的封地和10亿。几天过去，到了胡杨长公主寿辰这天，回头等孩子生下来，满月那天，我也请旨，让宫外办个灯会，热闹热闹。到时候带你出府玩。孩子才满月，不方便带出去。不带他。
胡杨长公主虽然不办生辰，但皇上还是赐给她不少寿礼。也不知道那少年怎么样了。你在干嘛？在吸收花灯的精华吗？你为什么站在这里？你多大年纪了？再有2个月就满15岁了。难怪这么瘦小，你还小。和你说了你也不懂。你不说怎么知道我不懂啊？你知道延平王世子和右相府大姑娘是怎么认识的吗？花灯会上人多，程大姑娘被挤到延平王世子怀里去了。所以你在学他？韩国公府大少爷和宣平侯世子他们说我性格腼腆，这法子适合我。你就没怀疑过他们可能是在逗你玩？不会的，他们对我可好了。抓我干什么？不抓着你的手就被人群冲散了。走到了个人少点的地方，然后就傻眼了。少年变成了少女，还是披头散发的那种。方才人多，少年头上束发的簪子被个骑在脖子上的孩童手里的风车给勾掉了。还不快放开我的手！对不起，我不知道你是个姑娘。少女转身就走了。杜承安要追她，不许追我！眼睁睁地看着少女走向人群，消失在视线中。怎么这么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你们教我的法子很管用，真的有个姑娘被挤到我怀里来了。你知道是哪家姑娘？不知道是谁府上的姑娘，我连她姓什么都不知道。有缘会再见到的。你们见过她的？就是那个瘦巴巴但吃包子很厉害的少年。她是个女的。你才知道她是个姑娘啊？你们怎么知道她是个姑娘的？我们不只知道她是个姑娘，还知道是谁府上的呢。那你们快告诉我呀！明儿你请客得带上你爹长驸马珍藏的好酒。那姑娘是徐记的表妹。那姑娘怎么会是徐记的表妹呢？世家大族的姑娘不都是循规蹈矩，不说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至少也不会这么离经叛道啊。既然这么喜欢人家姑娘，就让你爹娘早点上门提亲，知道吗？长驸马应该会同意这门亲事，长公主就未必了。刑部尚书可是头一个站出来正儿八经请皇上立灵王为储君的人。杜承安要娶了徐记的表妹，就意味着杜国公府站灵王这边了。事关储君之争，长公主未必会依杜承安。你确定要娶她？成亲是一辈子的事儿，一定要慎重决定。杜承安点头。非他不可。杜承安重重点头。见杜承安很有决心，然后3个人就给杜承安出谋划策，教他怎么给自家亲娘胡杨长公主挖坑，好让他同意他娶徐记的表妹王家姑娘了。世子爷回来了，长公主让您回府后去见她。放了这么久的花灯，还有中意的姑娘？我明日再和娘说。今日说不行。韩国公府大少爷他们让我明日再说。我中意的姑娘爹应该会同意，但娘未必。今日是娘生辰，让我别影响娘的好心情。娘和你爹是一条心，你爹要是同意，娘怎会不同意？娘说的是真的吗？爹也不知道，你姑且信你娘说的吧。你想娶哪家姑娘？就是刑部尚书夫人的娘家，王家姑娘。我同意。娘刚才说了，爹同意，他绝不会反对的。娘也不反对，但是太后那儿，灵王和徐大少爷他们才救过大皇子的命，只要王家姑娘品性端方，太后也不会说什么。安儿的亲事以我拿主意就成了。太后病中不宜烦扰，你要不放心可以问问皇上的意思。爹娘，你们明天就帮我去提亲吧。这么心急，怕王家姑娘跑了？看着杜承安一溜烟跑没影儿，长公主是气也不是，乐也不是。因我亏欠安儿太多了，她的人生不应该为储君之争牺牲。要安儿看上的是别家姑娘就算了，这偏巧是刑部尚书夫人娘家的侄女，你就敢肯定这一定是巧合，没有人故意撮合。这有什么可撮合的？就算你事事依安儿，也影响不了太后扶持大皇子的决心。清晨，王爷，韩阁老派人来请您去他府上一趟。午饭可能不回来吃了。杜国公世子今儿中午在德月楼请客，请王爷也去。沈婉在院子里溜达，观景楼再有几日就建好了，今日休幕，早早的杜承安就带着美酒到德月楼等候了。带这么多好酒来，看来事情是成了。怎么样？昨晚教你的法子管用吗？没全用上，我爹帮我激将我娘，我娘就同意了。长驸马是真疼你，哪天上门提亲啊？我爹娘已经去王家帮我提亲了，长公主和长驸马亲自上门提亲，那这事儿十拿九稳了。但是没能高兴一会儿，门就被叩响了。来报喜的。世子爷，亲事没成。为什么没成啊？王家嫌弃世子爷您年纪大了。王家怎么会嫌弃你家世子爷年纪大呢？长公主没生气？
长公主没生气，世子爷确实年纪大了些。王家姑娘多大了？差2个月就满15岁。王家姑娘不是才8岁吗？王家就2个姑娘，王家大姑娘已经出阁了，就剩王家二姑娘，今年才8岁，上个月才过的生辰。你们不是说那姑娘是徐继的表妹吗？徐继亲口说是他的表妹，舅舅家的，不可能有错呀。别着急，我们去刑部找徐继问问就知道了。你们找我有事？你那女扮男装的表妹是王家姑娘吗？嘘，小声点，我表妹女扮男装的事没几个人知道。瞒不住了。为什么？唐泽指着杜承安，他看上你那女扮男装的表妹，想娶她。长公主能同意？不止同意，今儿长公主和长驸马才去王家提亲，但王家误会是你那8岁的表妹，嫌弃杜兄年纪太大，没同意。我们不知道哪里出问题。我表妹在王家是王三少爷，你没和你爹娘说王家姑娘女扮男装的事啊？我以为她是为了溜出府玩才女扮男装的。杜承安就回杜国公府了。你看上的到底是哪家姑娘？就是王家的姑娘。那个8岁孩子。娘说什么呢？我喜欢的那姑娘再有2个月就及笄了。王家没有这般年纪的姑娘。有的，我刚才去刑部找徐大少爷问了，他那表妹小时候得过一场大病，高人说要当男孩子养，打那以后就女扮男装了。徐大少爷说他表妹现在是王家3少爷。你和那姑娘怎么认识的？比赛吃肉包子啊，我输给他了。你先去吃饭吧，让娘喘口气。1步3回头的走了。一顿能吃50个肉包子的儿子，再娶一个一顿能吃50个肉包子的儿媳妇回来，咱们怕是要有一个一顿能吃50个肉包子的孙儿了。只吃50个，你我就偷着乐吧，怕是能吃上100个。生的什么大病，需要这样才能养大？这治好了也就罢了，就怕留下什么后遗症。吃那么多包子都没被撑死，你还担心咱们儿子看上的姑娘身子骨差？今儿时辰不早了，只能明儿再去王家提亲了。我怎么觉得你比安儿还着急啊？后日秋闱你儿子做谏书官，我不早点把亲事定下来，只怕他这谏书官都当得魂不守舍的。知儿莫若母，还是你了解安儿。第2天，胡杨长公主准备出府去王家时，太后派人来请她进宫。屋内，沈婉坐在小榻上。王妃，奴婢听到了一件趣事。什么趣事啊？胡杨长公主和长驸马昨儿个上门给世子提亲，结果去错了府邸。这也能弄错？现在茶楼酒肆都是在猜胡杨长公主和长驸马原本是要去谁府上提亲的。胡杨长公主在宫里陪太后用了午膳才出的宫，出宫后先去了成王府一趟，探望成王、成王妃，然后又去看了大皇子。等回府已经快傍晚了。翌日是朝廷重开恩科的日子，陆陆续续有学子到场。时间一到，分发考卷，秋闱3日，眨眼而过。杜承安的小厮就挤上前来了。你家世子爷亲事定了吗？没有。我爹娘没去王家给我提亲？提了，还是没同意。为什么呀？世子爷看上的那姑娘是庶出，起初王老爷、王夫人以庶出的身份不敢高攀国公府世子为由拒婚。长公主说庶出可以记名在嫡母名下，以嫡出的身份出嫁。王老爷、王夫人支支吾吾，长公主有些生气了。王夫人说那姑娘8岁病重时，道士给她算过生辰八字，说及笄之前不可许人，16岁之前不得嫁人。长公主不信道士说的，要那姑娘的生辰八字照钦天监测算。王夫人当时就慌乱起来。长公主就问王夫人是不是觉得世子从小不在她身边长大，看不上她，所以找借口拒绝。王老爷、王夫人吓得跪在地上。长驸马问他们可是有什么难言之隐，王夫人如坐针毡，含糊其辞，说那姑娘的亲事他们做不了主，得刑部尚书点头才行。那不会是刑部尚书的私生女吧？别瞎猜，王家是刑部尚书夫人的娘家。我爹娘没去问刑部尚书，2次登门都没把亲事定下来。长公主很生气，都不想帮世子定这门亲事了。长驸马哄好了长公主，然后去找刑部尚书了。然后呢？刑部尚书也没同意啊。刑部尚书为何不同意？小的不知道。长公主问长驸马，长驸马没说，只说看世子和那姑娘的缘分了。杜兄都说服长公主和长驸马上门帮他提亲了，要这都不算有缘分，那怎样才算？看来只能求皇上给你赐婚了。别瞎教啊！长驸马说看缘分，刑部尚书不允婚，必然是有不得已的苦衷。一旦圣旨赐婚，可就一点转圜余地都没有了，没准会害死人的。害死谁？徐继的表妹从小女扮男装长大，只怕不是生病那么简单。杜承安回府，这桩亲事未必没有成的希望，只是眼下时机不合适，
刑部尚书虽未允婚，但他也说了，等王姑娘能许人时，你要还未成亲，就把她许给你。王姑娘眼下不能许人吗？这事儿三言两语说不清楚，以后你就知道了。秋闱考完了，延平王世子他们回到巡城司，继续每天巡城的日子。唐泽和杜承安巡城到城东王家附近。你想见他还不容易，直接去王家不就行了？我能直接去找他，这有什么不行的？王家能让我见他吗？我是让你翻墙去。翻墙？你这么吃惊做什么？习武之人，这翻墙不是很正常吗？像灵王以前坐轮椅，想要见灵王妃，都会翻墙去平阳侯府。延平王世子和陆成他们想见未婚妻了，都会翻墙去。你不知道？哎呀，也是我们几个做兄弟的没把你教好。自打进了巡城司，做事遵规蹈矩了许多，也没带你翻过墙。不过呢，今天学也来得及。唐泽带着杜承安骑马往王家院墙走去。翻过去。这迟疑了一下，杜承安就腾身而起，翻墙进了王家。堂兄，你怎么不进来呀？我进去不合适。为什么？翻墙也是有规矩的，除了自己家和兄弟家，还有去找心上人。别人家的墙不要随便乱翻，不然被人打死了都不占理。记住了啊，小心些，别被人发现了。我先走了。唐泽继续去巡城，碰到了来找他们的延平王世子和陆成。哎，怎么只有你一个？杜承安呢？他去找王家姑娘了。他进王家多久了？应该已经出来了。不放心，延平王世子几人骑马朝王家奔去。然而从王家大门前路过时，只见徐继驾着杜承安出来。你这是怎么了？崴脚了？他不是替你遮掩，他是不好意思骂你。为什么？唐泽道，他自己3天2头翻墙去我谭国公府，哪好意思拦着不让你也翻墙？唐泽送他回杜国公府。长公主，世子爷把脚崴伤了，怎会崴伤脚呢？巡城怎么会崴伤脚呢？杜承安红着脸支支吾吾，有什么话连爹娘都不能告诉的？我翻墙去王家，不小心从树上摔下来，把脚崴到了。怎能去翻人家院墙呢？上梁不正下梁歪。爹爹年轻的时候也翻墙去找过娘，你爹我可没有。皇宫院墙高手魏延，你爹有贼心没贼胆，就这么喜欢那王家姑娘吗？娘就是说你一句，没让你不娶的意思呀。你要是实在喜欢，娘去求你皇舅舅跟你赐婚。不可，翻墙的事王家不知道吧？被发现了。以后做这样的事情之前，多听听延平王世子他们的意见，记住没有？记住了。屋内，沈婉歪在小榻上，去取几张金箔纸来。转眼就到了云老太爷的寿辰，谢景琰就陪沈婉去往云家。只是沈婉没想到，在去云家的路上会碰到谢景殷。马车突然停了下来。发生什么事了？晋安王挡住了去路。晋王与我有话说。没想到我最后是栽在了灵王你的手里。晋王拦我的去路，不会只是为了和我说这句话吧？我只是有些好奇，灵王救了大皇子的命，大皇子有没有告诉你那日他收到的信上写了什么？看来是不知道啊。但他也没有多说一个字，说完这一句就骑马走了。小厮继续赶路，他没安好心。我确实不知道那封诱大皇子上钩的信上写了什么，他故意告诉我这事儿，摆明了信上的内容与我有关。那封信或许和他母妃的案子有关。差不多2刻钟才到云家。大嫂也来了。外祖父过寿，平阳侯府怎么能不送份贺礼来？要身子不便，差管事送份贺礼来就成了。近来已经不怎么爱惜了。我大哥去西北怎么到现在都没回来？应该是有事耽搁了。沈婉将准备的寿礼送上，那是一幅百寿图。看看这字迹有些眼熟，莫不是？是王爷和我2个人合写的。这份寿礼可是送到老太爷心坎里去了。当初平阳侯府老夫人过寿，知道你们送的是合写的百寿图，老太爷夸了好几句你们有心了。那我可担不得外祖父的夸赞。当初虽然也写了百寿图，但知道老夫人偏私，我没舍得送，让人仿造了幅赝品。真迹这会儿还藏在库房里呢。这百寿图可不是你们2个人写的，还有我的宠外孙呢，弥足珍贵。老太爷、老夫人，世子爷回京了。沈度回来了。来迟了，祝外祖父福如东海，万寿无疆。这一路回京，奔波累坏了吧？赶不及也没事。路上下大雨，在驿站耽搁了2日，还好没有耽搁给外祖父贺寿。他把带来的寿礼献上，他送的也是自己做的画，要不是怕把画弄湿，他就冒雨赶路了。沈度、陆成他们和谢景琰、沈婉一起出的府。这一趟去西北，事情办得不顺利？挺顺利的。那大哥这么晚才回京？父亲怕边关快起战事，
要尽快把铁骑兵训练好。我帮父亲训练铁骑兵，多待了些时日。前世这个时候并没起战事啊，我让他表哥办的事，表妹一再叮嘱的事，表哥哪敢不上心啊？等秋闱放榜，不多久就入冬了，暴雪加天花接连而至，希望这一世能平稳度过这些灾难。沈婉对谢景琰道：一会儿我要去金宝阁一趟。依你。云蕊就看向陆程，我也要去。没几日就是徐记迎娶唐三姑娘过门的日子，肯定是要送份天装。到了金宝阁，只挑了首饰，无心闲逛。他们出来正好碰巧徐记骑马到门前，可不是巧啊，正准备去灵王府送喜帖，路上就碰到了。灵王可务必带上脸去我尚书府喝杯喜酒。一定到。表哥，是表妹的声音。然而更让他皱紧眉头的还在后面，自家表妹从他这个表哥跟前过去，走到谢景琰跟前，惊喜地抓着他的胳膊喊道：表哥！表妹，我才是你表哥。脑子里闪过不少画面，然后脑袋就疼了起来，最后晕了过去。杜承安眼疾手快地将他扶住。我表妹这是怎么了？刚刚在街头，他为躲我往前跑，没注意到一条担子的老者转身，被他的担子打到了后脑勺，还傻站着做什么？还不快送我表妹回府，给她请太医。当脸上看到表妹儿时的模样，尤其是眉眼，从小就像母妃，长大了更像。谢景琰一颗心控制不住多想，莫非当年刑部尚书不只救下了他的表哥，还救下了表妹？杜承安骑马将王青儿带走，徐记随后。跟去看看。陈峰领命离开，回到沐浴轩，过了约莫半个时辰。爷，那王家姑娘应该就是您的表妹了。听到什么了？属下跟去王家，倒没听到什么有关王家姑娘身世的话，但属下从王家出来时，碰到了您的表哥严大少爷翻墙进王家，他神情焦灼，属下怕猜错，还特地跟回去看了一眼，他是去探望王家姑娘的。徐川就是严大少爷严征。王姑娘看过太医了？去王家的是徐太医，徐太医说王姑娘的失忆症因为在街上后脑勺挨了那一下要恢复了，还说要想她尽快恢复，可以多带她去失忆之前的地方走走，有利于恢复。徐太医走后，王夫人和王老爷商议把王姑娘送离京都，王老爷说等问问刑部尚书的意思再做决定。3天后，谭国公府办出阁宴。第2天，徐记迎娶唐艺农过门，迎亲的礼仪都一样，拜过天地后，将新人送去洞房。屋内，沈婉坐在小榻上，再有1个多月就能见到孩子了。王妃，王爷已经恢复了，他去书房了。沈婉便起身去书房找谢景琰，绕过屏风就见谢景琰换了身夜行衣，这是要去做什么？我去刑部尚书府走一趟。你这样子像是去做贼。刑部尚书等我去做贼，翻他的书房怕是等久了。你确定没会错刑部尚书的意？谢景琰决定的事儿谁也劝不住。夜色下，谢景琰就跳窗进了刑部尚书的书房。再说刑部尚书，灵王进您的书房了啊，当作不知道，任他来去。灵王要见你。刑部尚书走进去，让你保严家一死血脉的人是太后。确实是太后让臣救的人。太后让你救1-2个人，还用下到密旨？不敢欺瞒灵王，是臣找太后要的。我要知道当年太后要你救人的所有经过。他把谢景琰想知道的太后让他救人的经过一五一十告诉他知道。严府犯的是死罪，而刑部处理的就是这样的大案子。你身为刑部尚书，救1-2个死刑犯人不难吧？帮哀家救2人。太后要臣救谁啊？臣非有过，死不足惜，但严老太傅对朝廷的贡献，哀家都看在眼里。哀家不忍严家从此绝后，帮哀家保严家1-2条血脉，送得远远的，可能办到。皇上已经下旨处决严家满门了，这么做被皇上知道，会连累臣一家老小，臣不敢。要真不小心被皇上知道了，哀家会保你。太后宅心仁厚，臣愿意帮太后救人，但也请太后给臣一颗定心丸，给臣一道保命的懿旨。太后见臣是真不敢，又救人心切，就亲笔写了这道懿旨给臣。除了我表哥和表妹外，严家可还有其他人活着？灵王放心，严家几个孩子都活着。都活着？可惜我救不了严老太傅。他们现下在哪儿？除了青儿养在王家，其他人都在臣的老家古州。徐尚书为何让我知道这份懿旨的存在？我要听实话。当年太后让臣救人，臣未多想，只当太后宅心仁厚。但经过延平王世子的案子，臣隐隐觉得太后救人只怕没臣想的这么简单。徐尚书对严家的恩情，本王铭记于心。不敢当，
臣不过是奉命行事。夜深了，谢景琰不便多留，同刑部尚书告辞。等人消失在夜色里时，刑部尚书才反应过来，懿旨被谢景琰带走了，那是他找太后要的脱罪证据啊。屋内，王爷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王妃先睡吧。书房是亮着的，不知道是不是王爷回来了。银霜出去看了一眼，是王爷回来了，才看到书桌上摆着一道懿旨，让刑部尚书救人的，怎么会是太后呢？你也觉得太后这么做很反常？太后想要谢景琰的命，最后还是拿免死金牌救他了。太后让刑部尚书救人，会不会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呢？这么多年，太后并未询问刑部尚书严家人去何处，也不曾暗中下手。太后能写这份遗诏给刑部尚书，她当时应该是真心想帮严家保下一丝血脉的。只是谁又能在当年那种情况下让太后动这份真心呢？要想知道当年的事，只能进宫问袁公公了。翌日，谢景琰就进宫了。找朕有事啊？没什么事，只是来给父皇请个安。皇上看向袁公公，去外面看看，今儿太阳是不是打西边出来的？父皇发话，袁公公还不出去。结果刚没走2步，不打扰父皇处理朝政，儿臣告退。从御书房出去，袁公公往没人的地方走。王爷找奴才可是有什么吩咐？袁公公可知道父皇下旨处决严家满门那日，有谁见过太后？那日太后去冷宫见了王爷您的母妃陈妃。太后怎么会去冷宫见我母妃？太后原是不去的，陈妃让奴才帮她给太后带了一句话，太后才去的冷宫。什么话？陈妃让奴才转告太后，当年她嫁给皇上时，太后训诫她的话，她一日不敢忘。太后训诫我母妃什么话？袁公公摇头。当年陈妃嫁给皇上，成亲第2天，皇上陪陈妃去给太后请安，奴才就陪在左右。当时太后并未说什么特别的话，只让陈妃为皇家开枝散叶。不过敬茶完，太后留陈妃单独说了会儿话，可能是那时候说的。太后去冷宫见了陈妃，但没待一会儿就回寿康宫了，然后召见了刑部尚书。直觉告诉他，太后不喜母妃，连带着不喜他，和这个训诫有很大的关系。袁公公告退，赶紧回御书房。皇上，灵王方才向奴才打听当年您下旨处决严家那日，太后见过什么人？他问太后做什么？奴才没敢多问。雅儿人呢？走了。这时候，御书房的门被敲响。皇上，成王侧妃有喜了。寿康宫，太后大喜，成王侧妃怀上身孕了。当真怀上了？是真的怀上了。早上起来赵侧妃呕吐，请了太医过府把脉，已经有2个月身孕有余了。太后又要添个小孙儿了。凤仪宫，皇后娘娘，成王侧妃怀身孕了。成王侧妃怀身孕了，这怎么可能？再想到什么，他脸色唰的一下变白，隐隐有些站不住身子。再说谢景琰路过昌平街时，徐继骑马追了上来。回去告诉你爹，东西放在我这儿比在他手里安全。可是你如实转达便是，你爹会懂我的意思。酒量挺好，演技更好。远处有人疾驰而来，是800里加急，2人各回各府。